7卷。黄钺传。青囊天玉通义5卷。张惠言传。杨氏。地理原文著4卷。傅周义藏说1卷。端木国胡传。地理大成3。16卷。叶九生传。山法全书19卷。平阳全书15卷。叶太传。地理变质正解5卷。地理存真1卷。地理古镜歌1卷。归后录1卷。蒋大弘传。地理墨学6卷。水法要诀5卷。纪大奎传。罗经解定7卷。胡国珍传。青囊解惑4卷。汪沆传。地理数8卷。陈升传。地理指宗2卷。陈永芳传。地理或问2卷。陆应古传。堪舆泄密6卷。熊起盘传。阳宅大成15卷。卫青江传。阳宅撮要2卷。吴资传。阳宅辟谬1卷。原题梅一老人传。风水驱赶1卷。丁瑞普传。五种秘窍17卷。干石旺传。定穴立向开门放水焚宅变懒要诀4卷。梅自实传。凌晨密旨1卷。余茂传。以上述数类乡宅乡木之属。PG 1211。播法详考4卷。胡旭传。义茂10卷。陈良玉传。风角书8卷。张尔奇传。三才侍卫100卷。不着传人氏名。警护6人神。定经1卷。杨维德传。6人指南5卷。陈启鸾传。6人经纬6卷。毛志道传。6人刻经集4卷。郭载来传。6人类序4卷。纪大奎传。大6人寻源4卷。张纯照传。奇门1的2卷。干石旺传。奇门阐密6卷。罗氏尧传。奇门经章1卷。不着传人氏名。以上述数类占卜之属。太乙照神经3卷。经验2卷。刘学曾传。子罕言4卷。沈智言传。命盘图说3卷。陶虚来传。中西星命从说1卷。温宝生传。五星巨业10卷。续编1卷。廖继亨传。旧题周老子月波动中记2卷。周轨谷子命书堂里虚中注3卷。晋郭璞玉照定真经章鱼注1卷。南唐宋齐丘玉管照神局3卷。后周王溥太清神鉴6卷。宋徐子平徐氏洛陆子赋注2卷。宋岳科注3命指迷赋1卷。辽耶律纯星命总括3卷。经章行简。人伦大统赋1卷。以上乾隆10敕集。以上述数类乡书命书之属。新历考元6卷。康熙52年，李光的等奉敕集。协记变。方书36卷。乾隆4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传。选择隶书10卷。康熙23年，钦天监奉敕传。
秦顿七元成局书14卷，汪汉谋传，永宁通书12卷，王维德传，选择天进3卷，任端书熊正远同传，邹基变览2卷，于荣宽传，邹基汇纂6卷，梅金门传，则基秦要4卷，姚承恩传，陈子信藏书12卷，陈应选传，出行宝镜余卷，不着传人氏名。以上述数类阴阳五行之属，自处6卷，周亮公传，悲教经1卷，吴语传，孟书1卷，归秀王赵元传，纪梦编年1卷，世成旧传 ，PG 1212。以上述数类杂记之属，艺术类。佩文斋书画谱100卷，康熙47年，孙岳颁奉敕传10，曲宝集44卷，密殿珠林24卷，乾隆9年，张照等奉敕传6易之一录406卷，续编12卷，倪涛传历8分辨1卷。方甫传凯法溯源12卷，潘存传17铁树1卷，王弘传草运汇编26卷，陶南望传言书编年录4卷，黄本纪传飞白录2卷，陆少曾传书法正传10卷，冯吴传重孝书法正传不分卷，蒋和传顿营书要1卷，冯班传书法雅言1卷，项目传书学汇编10卷，万思同传书学节要2卷，朱吕真传汉西书法通解8卷，歌手志传凌迟新解1卷，朱和根传凌迟所语1卷，陈昌奇传公安节书诀1卷，公贤传书法1卷，达崇光传评书帖1卷，梁衍传平罗安论书1卷，梁同书传益州双集9卷，包世成传出月楼论书随笔1卷，吴德炫传墨海人民录10卷，同义居传国朝书人集略11卷，郑君传玉台书史1卷，立二传读画录4卷，周亮公传会试备考8卷，王玉贤传重编图绘宝鉴8卷，冯先实传月湖读画录1卷，王良传化学钩身1卷，汪约真传苦瓜和尚画语录1卷，世道记传画诀1卷，公贤传画全1卷，达崇光传题画诗1卷，画跋1卷，运阁传与窗漫笔1卷，王元祁传东庄论画1卷，王玉传指头画说1卷，高秉传石村画诀1卷，孔衍士传画主1卷，沈浩传绘事发为1卷，
唐代传，小山画谱2卷，邹仪贵传，传神秘要1卷，讲记传，山镜，居画论2卷，方勋传，松湖画坠2卷，画意2卷，钱度传，国 PG 1213，朝画真录3卷，序录2卷，图画经义释1卷，蒲山论画1卷，张根传，郑板桥题画1卷，郑燮传，24画品1卷，黄岳传，山南论画1卷，王学浩传，化学新印8卷，同音论画3卷，序1卷，画诀1卷，秦祖永传，画序10卷，戴溪传，西山卧游录4卷，盛大士传，简元淹没著录1卷，徐坚传，画全西览1卷，汤宜汾传，南宋院画录8卷，立二传，明画录8卷，徐庆传，南薰殿图像考2卷，国朝院画录2卷，胡敬传，吴生诗史7卷，江少书传，历代画家姓氏韵编7卷，顾仲卿传，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36卷，鲁俊传，名画姓氏汇编8卷，陈玉忠传，画史汇传72卷，彭运灿传，历代画史汇传附录2卷，邱步洲传，莫林经画18卷，续编1卷，蒋宝林传，海虞画院略1卷，卜夷1卷，于毅传，粤画见闻1卷，桃园早传，玉台画史5卷，归秀汤树玉传，介子元画传5卷，王安杰传，西清札记4卷，胡敬传，石渠随笔8卷，阮元传，庚子萧下记8卷，孙承则传，庚子萧下记校正1卷，何超传，江村萧下录3卷，高士奇传，书画记6卷，吴其真传，是古唐书画会考60卷，卞永玉传，吴越所见书画录6卷，陆石画传，大观录20卷，吴生传，明野山房书画记3卷，沈启训传，好古唐书画记2卷，姚继恒传，沃安藏书画目1卷，朱之赤传，香管斋玉赏编6卷，陈超传，燕云过眼录20卷，周在俊传，梁溪书画真1卷，基层云传，墨园会观4卷，元提松泉老人传，寓意录4卷，谋约早传，辛丑萧下记8卷，吴荣光传，月雪楼书画录5卷，孔广雍、孔广，陶同传，听番楼书画记5卷，潘正伟传，梦园书画录25卷，方训仪传，红豆树馆书画记8卷，陶良传，虚静斋云烟过眼录1卷，潘氏黄传，玉宇堂书画记4卷，韩太华传，过云楼书画记10卷，
顾文彬传，书画剑影24卷，李作贤传，穰里馆过，演录40卷，续录16卷，陆心源传，篑篑斋书画记4卷，写 PG 1214，陈君传，欧金本罗氏书画过目考4卷，李玉芬传，朱家藏书画部10卷，李调元传，抵斋提拔1卷，王弘传，一门提拔1卷，何超传，湛元提拔1卷，江澄英传，鹿台题画稿1卷，王元祁传，尹律轩题石1卷，陈义喜传，天平斋书画题拔2卷，张照传，半瞻斋题拔2卷，江帆传，汪文端题拔1卷，汪尤敦传，清夷阁题拔4卷，张廷纪传，宜固堂题拔16卷，续16卷，陆心源传，退安金石书画题拔20卷，梁章巨传，大嫡子题画诗拔1卷，世道纪传，南田画拔1卷，运阁传，墨景题拔1卷，吴立传，画眉题拔1卷，查理传，画竹题记1卷，画眉题记1卷，画马题记1卷，画佛题记1卷，字写真题记1卷，金农传，画眉题记1卷，朱方矮传，庄黄志1卷，周家胄传，赏颜素心录1卷，周二学传，宋岳科宝真斋法书赞28卷，原理看主谱10卷，元正韶演集10卷，以上乾隆10敕集，以上艺术类书画之属，印典8卷，朱象贤传，续35举1卷，再续35举1卷，重定续35举1卷，贵妇传，再续35举1卷，皇子高传，续35举1卷，余茂传，再续35举1卷，姚燕传，篆刻真度8卷，陈克述传，说传1卷，许荣传，六书缘起1卷，传印发为1卷，孙光祖传，古印考略1卷，夏义居传，印文考略1卷，居吕后传，印章要论1卷，朱简传，敦好堂论印1卷，吴先生传，秋水园印说1卷，陈炼传，折公录1卷，周记传，摹印术1卷，陈理传，印人传3卷，周亮公传，飞鸿堂印人传8卷，汪启书传，子尼法1卷，汪杲经传，以上艺术类篆刻之属，松风阁琴谱2卷，书怀操1卷，陈雄传，操漫录10卷，胡世安传，西山琴况1卷，徐弘传，勤学新生1卷，庄真凤传，PG 1215，琴坛2卷，陈允基传，勤学内篇1卷，外篇1卷，曹廷栋传，立雪斋琴谱2卷，汪福传，
与古斋琴谱4卷，祝凤阶传乙6，正武之斋琴学秘谱6卷，孙宝传，自远唐琴谱12卷，吴薨传，琴学正身6卷，沈棍传，琴指补正1卷，孙长元传，琴谱合璧18卷，何素翻译，弦歌古乐谱1卷，箫谱1卷，任兆麟传，操漫之言1卷，梅城传，以上艺术类音乐之属，义妙1卷，梁卫京、陈兰如、诗乡下、范世勋传，义礼志，归3卷，诗乡下传，桃花全棋谱2卷，范世勋传，投壶考原1卷，丁彦传，以上艺术类杂记之属，谱录类，西清古鉴40卷，乾隆14年梁师正等奉敕传，西清序，鉴20卷，附录1卷，乾隆58年王杰等奉敕传，西清验，谱24卷，乾隆43年于敏中等奉敕传，焦山古鼎考1卷，王氏录传，汉甘泉宫瓦记1卷，林吉传，保姆专把尾1卷，高士奇传，宣卢歌注1卷，茂香传，季听松安竹卢始末1卷，邹秉泰传，玉记1卷，陈信传，古玉图录1卷，瞿中荣传，古玉图考1卷，吴大邓传，琼居谱3卷，江少书传，怪石赞1卷，宋洛传，观实录1卷，高照传，观实后录1卷，毛麒麟传，石谱1卷，朱九鼎传，怪石录1卷，沈兴传，石画记1卷，阮元传，黄山松石谱1卷，闽林寺传，水坑石记1卷，前朝鼎传，端溪验史3卷，吴兰修传，说验1卷，朱彝尊传，验录1卷，曹荣传，验灵1卷，余怀传，验小史4卷，朱洞传，宝岩堂验 PG 1216，变1卷，河传谣传，端溪验谱记1卷，袁术传，资验录1卷，盛百二传，曼唐末品1卷，宋洛传，雪堂末品1卷，张二熙传，曹氏末陵2卷，曹肃公传，笔史1卷，梁同书传，金肃兼说1卷，张彦昌传，文房四谱4卷，倪涛传，文房四考图说8卷，唐秉钧传，笔墨纸砚谱1卷，不着传人氏名，浮梁陶正志1卷，吴允嘉传，景德镇陶录4卷，兰谱传，陶说6卷，朱衍传，姚契说1卷，陈哲传，琉璃志1卷，孙廷全传，杨宪明胡戏2卷，吴谦传，秀谱1卷，陈丁佩传，
丈善兴录一卷，王庭鼎传，川善记一卷，谢明皇传，羽善谱一卷，张彦昌传，胡传录一卷，立二传，续胡传录2卷，丁武传，古董说12卷，李调元传。以上谱录类器物之属。续茶经3卷，附录1卷。陆廷粲传，茶史2卷。刘元常传，茶史补1卷。余怀传，戒茶会抄1卷。茂香传，洞山戒茶系1卷。周高启传，范有12合说1卷。张英传，九部会考18卷。不着传人士名，九社除言1卷。黄州新传，南村商镇1卷。张总传，西略4卷。赵信传，居长隐传录1卷。曹寅传，窦屈8有传1卷。王师传，养小录1卷。顾仲传，随西居隐食谱7卷。王世雄传，随元时丹1卷。袁枚传，相承28卷。周家胄传，非燕相法1卷。董说传，燕谱1卷。张耀传，永卢闲话1卷。赵之谦传，以上谱录类实用之属。广群方谱100卷。康熙47年，汪浩等奉敕传。职务名。识图考38卷。吴其训传，寻花日记1卷。归庄传，卷谱式。直记3卷。曹荣传，北野报问录1卷。高士奇传，花布农谈1卷。焦循传，种屋旧树图说1卷。吴寿康传，主谱1卷。陈鼎传，蓝言1卷。茂香传，一兰四说1卷。杜文兰传，兰慧园说1卷。徐平湖传，清在堂局谱1卷。不着传人士名，局说1 ，PG 1217卷。济南传，一局须知1卷。顾陆传，一局至8卷。陆廷粲传，东篱中正1卷。许兆雄传，杨局谱1卷。邹仪贵传，亳州牡丹数1卷。钮秀传，曹州牡丹谱1卷。于鹏年传，茶花谱3卷。不着传人士名，奉先谱1卷。赵学敏传，徐元秋花谱1卷。吴夷夷传，监会1卷。吴松传，台谱6卷。汪宪传，岭南荔枝谱6卷。吴应达传，荔枝谱1卷。陈鼎传，荔谱1卷。陈保国传，赖元局记1卷。谭寅传，醉李谱1卷。王逢成传，水蜜桃谱1卷。主华传，吴训谱1卷。吴松传，甘蜀谱1卷。陆耀传，参谱1卷。黄书灿传，人参谱1卷。
陆选传、龙经一卷、王卓传、谭虎一卷、赵标赵传、猫臣一卷、王初同传、猫苑一卷、黄罕传、晏子春秋一卷、好义行传、乌衣相叠四卷、陈邦彦传、画梅笔谈一卷、陈君传、安淳朴一卷、陈石林传、一于图赞兼四卷、一于图赞补三卷、润集一卷、胡适安传、纪海错一卷、好义行传、秦川谢录四卷、后谢录四卷、孙之路传、蛇说一卷、赵标一传、春居小谱二卷、陈邦彦传、四重备览23卷、拟亭题英传、如范8卷、李元传、以上谱录类植物动物之属，杂家类，墨子经说解2卷，张惠言传、墨子注15卷，目录1卷，毕原传、墨子显古15卷，目录1卷，附录后语2卷，孙仪让传、吕子孝补2卷，梁玉神传、吕子孝补献仪1卷，蔡云传、吕氏春秋正务1卷，陈昌奇传、吕氏春秋杂记10卷，徐石洞传、淮南天文训补注2卷，钱塘传、淮南教刊记1卷，顾广奇传、淮南子补校1卷，刘台拱传、淮南子政务12卷，陈昌奇传、PG 1218，淮南子教刊记1卷，汪文台传、淮南许注一同古6卷，补仪1卷，陶方奇传、淮南天文训存仪1卷，罗士林传、严氏家训补注7卷，补仪1卷，附录1卷，赵熙明传、习斋藏书12卷，裴熙度传、基书2卷，贺宜孙传、横书3卷，唐大陶传、格物问答3卷，罗说录1卷，圣学真语2卷，毛先书传、钱斋处语1卷，蒙训1卷，杨庆传、理学旧正言10卷，注文彦传、沈学大成不分卷，孙中瑞传、全录2卷，颜相录1卷，晚文篇1卷，李中灿传、万世太平书10卷，老打鱼传、龙颜子集12卷，李丕则传、拓居随录4卷，张真生传、图书秘典一语解1卷，张牧传、五伦一范8卷，不着传人氏名，天方典礼则要解20卷，刘志传、尽善集不分卷，张天柱传、方斋补庄不分卷，方正院传、公余笔记2卷，张文炳传、韶熙问答1卷，吴学孔传、续坚山房集略18卷，郑道明传、圣学逢源录18卷，今韦家传、圣门则非录5卷，毛麒麟传、
圣门辩屋一卷，黄甫吞传，书林阳志2卷，汉学商对6卷，方东树传，梁孝元帝金楼子6卷，乾隆十赤集，许书仲淮南子著1卷，孙逢义讲约玉集，淮南万毕述1卷，丁彦集，周游余书1卷，汉唐蒙博物记1卷，汉服无忌符侯古今著1卷，魏讲记讲子万基论1卷，魏杜数笃论1卷，晋邹氏邹子1卷，吴诸葛刻诸葛子1卷，吴张衍墨记1卷，吴裴玄裴氏新言1卷，吴刘兴新义1卷，吴秦经秦子1卷，晋张显熙言论1卷，古今训1卷，晋杨伟实物论1卷，晋郭义公广志2卷，晋陆基陆氏要览1卷，宋范太古今善言1卷，宋江遂文士1卷，梁刘咬要雅1卷，沈约俗说1卷。以上马国汉集。以上杂家类杂学之属。宋王应麟困学记文著20卷。翁元奇集。困学蒙正6卷。宋微清传。日之录32卷，日之录之余4卷。顾炎武传。日 PG 1219。之录集是32卷，刊物2卷，续刊物2卷。黄汝成传。石晓。录1卷。王夫之传。义府2卷。黄生传。群书一变12卷。万司同传。义林会考24卷。沈自南传。钱秋札记6卷。颜若渠传。占元札记4卷。江澄英传。白田杂着8卷，读书记遗时6卷。王茂宏传。一门读书记58卷。何超传。侨乡小记2卷。何秀传。管承硕记30卷。徐文静传。定额杂录10卷。胡明玉传。石小编2卷。董丰元传。修节斋贤笔4卷。刘坚传。天香楼偶得10卷。于兆龙传。该于从考43卷。赵翼传。颜清2卷。吕种玉传。事务考辩62卷。周向明传。天禄10余2卷。高士奇传。魏累笔记4卷。徐昂发传。古今事宜18卷。方中吕传。罗江日记8卷，续记4卷。张文峰传。知兴录32卷。王唐传。西浦蒙辩32卷。田痛之编。经史问5卷。郭直传。长录2卷。陈祖范传。读书记文10卷。陈景云传。读书笔记6卷，札记4卷。隐会遗传。举斋杂记1卷。诗论章传。经传意义50卷。陈伟传。群书札记16卷。朱义栋传。松崖笔记3卷。九要斋笔记3卷。会洞传。寒门赘学5卷，续编1卷。谭书录1卷。汪师涵传。经史问答10卷。
全祖望传，南疆札记4卷，少晋韩传，群书食补37卷，中山札记4卷，龙城札记4卷，卢文超传，石架斋养心录20卷，余录3卷，竹听日记抄3卷，恒言录1卷，前言堂答问10卷，前大兴传，戍编100卷，王明胜传，小读书斋杂录初录2卷，二录2卷，三录2卷，四录2卷，洪亮集传，读书杂志80卷，王念孙传，考古录4卷，钟怀传，清白事集28卷，瞥记7卷，梁玉神传，清白事集校补4卷，蔡云传，廷历记文4卷，梁学昌传，袁纯堂随笔50卷，姚范传，盖廷述古录2卷，耳言6卷，钱唐传，木根帖30卷，马国汉传，晒书堂笔记2卷，好义行传，读书撮录7卷，续编4卷，孙志祖传，习报宣笔记8卷，姚鼐 PG 1220传，札谱10卷，贵妇传，拜金日记12卷，臧庸传，大云山房杂记1卷，运镜传，纪傲轩读书随笔10卷，续笔6卷，3笔6卷，沈炽然传，右唐笔谈4卷，续笔谈8卷，盛百二传，南野唐笔记12卷，续笔记5卷，吴文普传，云轩读书从录24卷，台州札记12卷，洪宜轩传，4寸学6卷，张云敖传，经史管窥6卷，萧谭传，岁雅堂学古录7卷，姚文田传，小学安遗书4卷，钱复传，随园随笔28卷，袁枚传，黎韶编40卷，林阳早传，岳余录6卷，刘宝南传，合肥学舍札记12卷，陆记录传，通俗编38卷，狄浩传，秉承札记1卷，张学成传，正堂札记5卷，周中福传，介贤随笔1卷，汪远孙传，拙对8卷，许桂林传，陆有以述编2卷，陆有从说1卷，王云传，刘氏遗书8卷，刘台拱传，读书小记2卷，焦廷虎传，古书10遗4卷，开卷偶得10卷，林春浦传，宝辟斋札记不分卷，赵坦传，过庭录16卷，宋祥凤传，秉烛编4卷，李耕耘传，读书杂记1卷，随笔1卷，周杲传，执遗山存3卷，张宗泰传，经史执遗录2卷，张聪贤传，潘澜笔记1卷，彭兆孙传，韩秀草，唐笔记4卷，姚衡传，吃学8卷，
黄本纪传、金石答问4卷、朱俊生传、万斋所录10卷、仇林荣笔4卷、角说4卷、李调元传、读书杂识12卷、劳格传、多识录4卷、练术传、说伪2卷、王松传、癸巳类稿15卷、癸巳存稿15卷、于正谢传、教补余录不分卷、蒋光绪传、读书随笔1卷、吴德炫传、洛帆、楼初稿4卷、沈传、窥报集2卷、南淳苦语8卷、兼录余会录14卷、荣堂序录4卷、蒋超博传、吴虚如遗书1卷、吴卓信传、训志斋杂抄10卷、吴义凤传、研六世杂者不分卷、胡培徽传、会杂记1卷、严元照传、玉景山馆笔记1卷、许宗恒传、武陵山人杂者1卷、顾观光传、读书偶18卷、邹汉勋传、李根堂从说1卷、施国奇传、求阙斋读书录4卷、日记类抄2 PG 1221卷、岑国藩传、有部为斋随笔10卷、光律元传、同运斗斋随笔8卷、色谢从谈2卷、焦翠轩笔记4卷、沈涛传、钮费时日记1卷、钮树玉传、读书偶的1卷、吴养元传、朱子平义35卷、余楼杂纂50卷、屈原杂纂50卷、古书一义举例7卷、读书余录2卷、胡楼笔谈7卷、春在堂随笔10卷、九九消夏录14卷、余岳传、读书杂事14卷、徐资传、群书校补100卷、陆兴元传、迥思堂答问1卷、陈荣进传、吴协堂答问5卷、朱义兴传、学古堂日记不分卷、雷俊传、思义堂日札20卷、周寿昌传、临川答问1卷、刘寿曾传、札遗12卷、孙仪让传、书议事随笔6卷、续笔1卷、余笔3卷、张文虎传、傅堂日记8卷、谭宪传、毁翁笔记6卷、汪士铎传、东赋笔记1卷、杂记1卷、郑稿传、子通20卷、周岳让传、东蜀读书记21卷、陈理传、云山读书记6卷、早川堂谈义4卷、邓毅传、衡杨札记10卷、吴承志传、唐苏鄂苏轼演义2卷、宋张浩云谷杂记4卷、宋元文瓮有咸平8卷、宋行凯坦斋通编1卷、宋叶大庆考古执遗6卷、宋陈访颍川语小2卷、不着传人爱日斋从抄5卷。以上乾隆10敕及以上杂家类杂考之属。亭林杂录1卷，顾炎武传4解1卷，噩梦1卷，皇书1卷，
王夫之传，枣林杂祖部分卷，谭谦传，春明梦余录70卷，孙承则传，书影10卷，周亮公传，读书偶然录12卷，陈正奎传，见闻记忆录5卷，余国珍传，东夜间记1卷，王崇简传，初灵3笔5卷，魏义介传，雕丘杂录18卷，梁清远传，居易录34卷，池北偶谈26卷，乡祖笔记12卷，古夫于庭杂录6卷，分干余话4卷，王士贞传，蒿偃闲话2卷，张尔奇传，听潮居存页10卷，元良传，匡陵2卷，毛先书传，雍严录 PG 1222部分卷，姚继恒传，云郎偶笔2卷，2笔2卷，宋洛传，广阳杂记5卷，刘宪庭传，山志6卷，王弘传传，上论持平2卷，西夷呆正2卷，释文标义1卷，六次云传，在元杂志4卷，刘廷基传，东山草堂耳言6卷，邱家岁传，经史会解6卷，蔡涵生传，此木轩杂者8卷，焦元熙传，西朝新语16卷，余奎传，岭西杂录2卷，后海棠杂录2卷，王孝勇传，南村随笔6卷，陆廷粲传，知语2卷，孙之路传，鄂雅所说5卷，张莹传，然一录6卷，顾奎光传，潇湘听语录8卷，江玉传，人海记2卷，查慎行传，更斋杂说10卷，游洞传，任树堂笔记1卷，黎世宏传，客舍新闻1卷，彭孙仪传，聪训斋语4卷，张英传，陈怀元语4卷，张廷玉传，古欢堂杂者8卷，田文传，聚安录1卷，杨应居传，日冠斋图说1卷，梁同书传，玉己山房听语录1卷，陈传传，韩登序语1卷，汪宪传，春草原小记1卷，赵玉传，陶溪客语5卷，兼杨从笔10卷，吴谦传，研报杂记6卷，序1卷，赵翼传，定襄亭笔谈4卷，小沧浪笔谈4卷，阮元传，尹周笔谈12卷，阮亨传，小郎宣从记4卷，阮福传，西征随笔2卷，汪景祺传，楚南随笔1卷，吴沈兰传，桃园长录1卷，杨奎生传，天山刻画1卷，外加祭文1卷，洪亮吉传，柳南随笔6卷，续笔4卷，王应奎传，姬窗从画1卷，蔡成传，退余从画2卷，鲍以云传，瓜棚避暑录1卷，
陈氏录一卷，广爱录一卷，孟超然传，茶余刻画12卷，阮奎生传，焦窗日记2卷，王玉传，乔田杂录2卷，所记2卷，赘语2卷，桑子外志2卷，涉世杂谈1卷，大怪录1卷，文件杂记4卷，知味录2卷，崔述传，天庸衍笔记2卷，方士述传，水槽清霞录16卷，翠长录2卷，汪启书传，乔西杂记1卷，叶明峰传，司补斋笔记8卷，潘世恩传，淮南杂14卷，文艺传，退演随笔22卷，南省公余录2卷，梁章巨传，吴氏为福斋随笔2卷，韩太华传 ，PG 1223，一书6卷，焦循传，竹叶亭杂记8卷，姚元之传，窜鱼从化4卷，出元宵下录3卷，郭林传，相果为言3卷，方东树传10，廷记事2卷，丁彦传，吹网录6卷，欧波余画6卷，叶廷棍传，吕元从画24卷，钱永传，罗莫廷笔记8卷，乔松年传，焦宣随录12卷，孟元从说内篇8卷，方训师传，转喜余生记1卷，方训遗传，为模式遗训4卷，庄寿奇传，古南余画5卷，襄州漫录5卷，书孟兰传，易盖6卷，刘熙载传，浮丘子12卷，汤鹏传，冷炉杂18卷，苏卢偶笔4卷，陆以田传，同音，清画8卷，倪鸿传，雍贤斋笔记12卷，陈其元传，丹泉海岛录4卷，徐景福传，季刊甲至4卷，乙至4卷，丙至4卷，丁至4卷，孙德祖传，多侠录2卷，陈廷录传，基泽左录1卷，尹矮笔记2卷，陈明照传，天壤阁杂记1卷，王懿荣传，养和宣随笔1卷，陈作霖传，宋吕希哲吕氏杂记2卷，宋宇文绍一时灵验语考10卷，宋无稽长谈1卷，宋谢彩博密斋笔记5卷，续笔记1卷，宋正至道秦唐玉俗编2卷，元理野径斋古今注8卷，元理冲日文录1卷。以上乾隆10敕集。以上杂家类杂说之属。运石斋笔谈2卷。江少书传。七宋唐时小录1卷。刘体仁传。盐山斋杂记4卷。不着传人氏名。老老恒言5卷。曹廷栋传。初学一引23卷。李氏学传。博物要览12卷。古应泰传。秋元杂配1卷。陈真会传。物类相感序志1卷。补遗1卷。王卓传。新斋杂组2卷。张朝传。
清咸公一卷，陈宇文传乙，秦小路一卷，马大年传，陆地仙经一卷，马景传，游戏录一卷，陈景一传，西湖器具录一卷，庄仲方传，幽梦影一卷，张朝传，幽梦续影一卷，朱熹寿传，前程梦影录2卷，徐康传。以上杂家类杂品之属。PG 1224，乐星集5卷，世宗御编，唐马总义灵著5卷，译文1卷，周广业传，元明士类超40卷，姚之英传，顿营杂录10卷，冯班传，易行编8卷，李营传，论史50卷，陈克拱传，雅说集19卷，魏义介传，世退演语存10卷，严有古传，盛颖编1卷，郎廷书传，金世名言12卷，苏弘祖传，纪元纪所记12卷，赵吉士传，四本堂右编24卷，朱朝远编，敦行录2卷，张彭和传，士学要贤5卷，张其编，人道谱不分卷，闽中传，燕北杂录不分卷，黄书林编，查谱集文2卷，查四例传，会兴录4卷，孔尚仁传，权衡一书41卷，王直传，多时类编2卷，曹昌言传，养之录8卷，纪昭传，贤家类纂2卷，彭绍谦传，物权8卷，汪福传，宋拜类超8卷，潘永英编，古语老人消夏录62卷，汪集传，茶香侍从超23卷，续超25卷，三超29卷，四超29卷，于越传，元张光祖严行规荐8卷，乾隆十敕集，义林补阙2卷，李父孙集。以上杂家类杂纂之属。类书类，渊鉴类含450卷。康熙49年，张英等奉敕传。骈字类编240卷。康熙58年，吴世玉等奉敕传。分类字仅64卷。康熙60年，何超等奉敕传。字史精华106卷。康熙60年，吴世玉等奉敕传。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雍正3年，蒋廷锡等奉敕传。配文运府443卷。康熙43年，张玉书等奉敕传。配文运府1112卷。康熙59年，张廷玉等奉敕传。编诸补遗2卷，续编诸2卷。高士奇传。简 PG 1225。古录16卷。沈廷芳传。考古类编12卷。柴绍秉传。教养权。书41卷。应题为千传。正典汇编8卷。王之藻传。正谱12卷。
朱素仪传，文献通考节贯10卷，周宗度传，考古略8卷，考古原始6卷，王文清传，说略30卷，顾启元传，童书4卷，周亮公传，古士院12卷，邓志摩传，同人传4卷，陈祥义传，古士笔53卷，方中德传，栾史48卷，王熙莲传，五经类编28卷，周氏章传，三才汇编4卷，公在生传，三才藻亦33卷，涂粹中传，读书记述略54卷，公孟人传，格至晋元100卷，陈元龙传，花木鸟兽集类3卷，吴宝之传，历朝人物士族汇编10卷，尹敏传，士族监事8卷，熊俊运传，信世谱6卷，类纂50卷，李神远传，姓氏寻源10卷，姓氏变物1卷，辽金元30信录1卷，张树传，姓氏解分10卷，必回录5卷，黄本纪传，百家姓韵语3编1卷，丁彦编，千家姓文1卷，崔勉传，代北姓谱1卷，辽金元姓谱1卷，周春传，西姓补5卷，丹龙州传，其名记述12卷，王陈烈传，其字名12卷，李调元传，别号录9卷，葛万里传，念四史会略1卷，周举传，国志蒙12卷，郭林传，史姓韵编64卷，九史同姓，明略72卷，补遗1卷，三史同名录40卷，汪辉祖传，同姓名录8卷，王廷灿传，历代同姓名录23卷，刘长华传，亲属记2卷，郑真传，称谓录32卷，梁章巨传，谥号类编20卷，双名录1卷，史梦兰传，仁寿经鉴22卷，陈德霖传，古今纪灵29卷，汪氏汉传，类林兴勇36卷，姚之英传，玉林一页24卷，王苏传，广氏类赋40卷，华西敏传，13经注书仅字4卷，方言藻2卷，李调元传，连文释义1卷，王延传，清河偶抄4卷，骈字分译2卷，陈继圣传，汉书蒙时1卷，后汉书蒙时1卷，文选课须4卷，杭氏郡传，唐据分韵初集4卷，二集4卷，续集2卷，四集5卷，马汉传，PG 1226，杜涵集韵3卷，汪文博传，韵粹107卷，朱彝传，三体之韵12卷，朱昆田传，唐诗经粉10卷，沈秉正传，月满楼真藻录
一卷。故宗泰传。梁孝元帝古今同姓名录2卷，唐灵宝元和姓纂18卷，宋马永义时兵录14卷，宋邓明氏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宋唐仲有帝王经世图谱16卷。以上乾隆时斥集。小说类。山海经广著18卷。吴仁成传。山海经存9卷。汪福传。山海经兼书18卷，图赞1卷，定额1卷。好义行传。读山海经1卷。于越传。穆天子传补正6卷。陈逢恒传。穆天子传注书6卷。谭翠传。绝孤1卷。顾炎武传。汉世说14卷。张辅公传。世说补20卷。黄汝霖传。今世说8卷。王卓传。明语临14卷。吴肃公传。陇蜀余文1卷。黄华记文4卷。王士祯传。举斋杂记2卷。诗论章传。玉堂会记1卷。杨世聪传。可图偶记1卷。郑宇桥传。玉见尊文10卷。梁维书传。乾元集录16卷。图拙传。关陇于中偶一编1卷。张祥和传。刻画3卷。句画2卷，弄画2卷。李调元传。两班秋雨安随笔8卷。梁少人传。滕婴杂记12卷。戴禄传。归田所记8卷，浪迹从谈10卷，续8卷。梁章句传。说灵1卷。汪婉传。孤胜8卷，续编4卷。钮秀传。监护集66卷。主人霍传。余出新志20卷。张朝传。余出续志12卷。郑树若传。史义纂16卷，有明义从10卷。傅谢同传。续广博物志16卷。徐寿基传。阅为草堂笔记24卷。纪云传。池上草堂笔记8卷。梁公成传。笔谈2卷。史梦兰传。右台仙馆笔记16卷。于越传。连11 PG 1227百卷。王初同传。尹梅安一语1卷。茂香传。西清散记4卷。史正陵传。板桥杂记3卷。余怀传。古校史34卷。李渔传。宋吴书江淮一人录2卷。宋张记贾氏谈录1卷。宋范正东斋记事6卷。宋高会叟珍习放谈2卷。宋王党堂羽林8卷。宋朱玉平周可谈3卷。宋曾造高斋漫录1卷。宋张知府张氏可书1卷。宋陈长方部李克谈2卷。不着传人东南记文3卷。以上。乾隆时斥集。清史子1卷。周颂行宋子1卷。魏邯郸纯孝陵1卷。晋裴启裴子羽林2卷。晋郭成之郭子1卷。郭氏玄中记1卷。宋东阳吴夷其协记1卷。
随度宝水释一卷。以上马国汉籍。世家类。简摩变异录8卷。世宗御传。语录19卷。世宗御传。南宋元明僧宝传15卷。世自容传。五叶红传23卷。世至安传。重定教程法术12卷。世启海、通理、广志同传。总统编。年32卷。世纪印传。摩尼竺坤集要72卷。尼的遗传。宗门颂古斋珠28卷。世净福传。洞宗会选26卷。世志考传。现果随录1卷。世界显传。正弘集1卷。世本果传。万法归心录3卷。世超明传。万善光资4卷。玉海探源3卷。周私人传。续指月录20卷。尊宿集1卷。聂光传。智兴编1卷。理分传。如幻集4卷。世兴元传。归元镜2卷。世智达传。题阴黑斗集8卷。平胜台传。种莲集1卷。陈本人传。净土圣贤录9卷。续录4卷。善女人传2卷。彭继清传。佛尔雅8卷。周春传。释雅1卷。范言1卷。李调元传。楞严经蒙抄10卷。心经略书小抄2卷。金刚经书记玄判1卷。书记会抄1卷。金刚经论释玄判1卷。记记会抄1卷。前千义传。金刚经注1卷。PG 1228。多心经注1卷。十成经传。圆觉经析一书4卷。世通理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注1卷。附金刚经诸中心经浅说。王定注传。月藏随笔2卷。续笔1卷。是圆度传。心经集注1卷。徐则纯传。金刚经注2卷。余月传。福时禅师语录10卷。是行俊等编。林野奇禅师语录8卷。是行密等编。龙池万如禅师后录1卷。是行果超音同编。憨语仙禅师语录6卷。是法云广学同编。径山废隐禅师语录1卷。是行合编。具德禅师语录2卷。是记一编。普济玉林禅师语录12卷。复年谱2卷。是因会编。深丰县禅师语录5卷。是智直编。芥子弥禅师语录2卷。是明成等编。信中福禅师偶言2卷。是净福传。南山天宇宝禅师语录4卷。是智普编。雄胜为集禅师语录3卷。是超越编。东悟本禅师语录4卷。是通戒编。丈云语录1卷。是彻三网编。彻悟禅师遗稿2卷。是了量编。孟东禅师遗集2卷。是记醒传。昌
启顺禅师语录2卷，释明诚等编，普照禅师文录1卷，附敬业记1卷，释显正等编，道家类御著道德经2卷，顺治13年世祖御传，阴符经注1卷，李光的传，阴符经注1卷，徐大春传，阴符经本义1卷，董德宁传，读阴符经1卷，汪福传，阴符经注1卷，宋宝纯传，阴符经法引1卷，杨文慧传，老子演1卷，王夫之传，老子说略2卷，张尔齐传，老子道德经考义2卷，毕渊传，老子参注4卷，倪元坦传，老子解1卷，老子别录1卷，非老1卷，无奈传，老子章义2卷，尧鼐传，老子约说4卷，纪大奎传，道德经编注2卷，胡宇高传，读道德经思记2卷，汪敬传，道德经 PG 1229，玄解2卷，黄元玉传，道德经注2卷，徐大春传，道德经译注2卷，王定注传，道德宝章译2卷，经道果传，道德经发引1卷，杨文慧传，列子释文2卷，考义1卷，任大春传，列子辩2卷，不着传人释名，冲虚经发引1卷，杨文慧传，庄子解3 13卷，庄子通1卷，王夫之传，庄古不分卷，虔诚之传，庄子解3卷，吴氏上传，庄子应6卷，读庄子法1卷，凌云明传，庄子读见33卷，胡文英传，庄子本义2卷，梅冲传，庄子解1卷，吴俊传，说庄3卷，韩太清传，庄子集解8卷，王先谦传，庄子约解4卷，刘明典传，南华通7卷，孙家干传，南华释明1卷，金仁瑞传，南华本义2卷，林仲义传，南华经传，释1卷，周金然传，南华简抄4卷，徐廷怀传，南华摸象记8卷，张氏洛传，南华真经引史9卷，周拱辰传，南华通7卷，屈复传，南华经正义不分卷，陈寿昌传，南华经发引1卷，杨文慧传，列仙传教正2卷，复列仙赞1卷，归秀王赵元传，参同契章句1卷，鼎福1卷，李光的传，读参同契3卷，汪福传，参同契注2卷，陈兆成传，参同契集注6卷，刘英龙传，古文周易参同契注8卷，袁仁林传，周易参同契集韵6卷，纪大奎
传，参同契经滴大义3卷，许桂林传，参同契集注2卷，筹仓注传，务真篇集注5卷，筹知己传，列仙通记60卷，薛大训传，先史8卷，王建章传，金仙正论1卷，柳华阳传，万寿仙书4卷，曹无极传，果山修道居志2卷，叶真传，金盖新灯8卷，鲍廷伯传，真全2卷，不着传人世名的一参5 7卷，江中真传，半香录1卷，少仆传，直神录1卷，彭兆生传，太上老君说长清净经注1卷，徐廷怀传，黄庭经发为2卷，董德轩传，太上感应篇注2卷，会动传，感应篇赞译1卷，于越传，宋度道监文子纂译12卷，乾隆十敕集，报朴子内篇译文1卷，外篇译文1卷，顾广奇、严可均同集，商一引书1卷 ，PG 1230，周兴甲书1卷，魏公子木子1卷，田骈子1卷，楚老来子1卷，钱楼子1卷，镇长者书1卷，魏任古任子道论1卷，关朗洞集，真经1卷，吴唐滂唐子1卷，晋苏燕苏子1卷，陆云陆子1卷，杜仪杜子幽求新书1卷，孙绰孙子1卷，弗朗福子1卷，齐章荣少子1卷，顾欢遗下论1卷。以上马国汉集 PG 1231卷第148至123，译文4，集部5类，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诗文评类，五曰词曲类。楚辞类，补会离骚全图2卷，萧云从原图，乾隆47年奉敕补会。楚辞通释14卷，王夫之传，山代阁著楚辞6卷，楚辞舆论2卷，楚辞说运1卷，蒋济传，楚辞登4卷，凌云明传，楚辞新著6卷，屈复传，楚辞书8卷，吴氏上传，楚辞会真1卷，清兵传，楚辞贯1卷，董国英传，楚辞章句7卷，刘飞鹏传，离骚图1卷，萧云从图并注，离骚经注1卷，李光的传，离骚正译1卷，方苞传，离骚经解1卷，方木如传，离骚解1卷，故承天传，离骚兼2卷，公景汉传，离骚解1卷，谢济世传，离骚辩1卷，朱记传，离骚解1卷，张德纯传，离骚中正2卷，林仲义传，离骚补注1卷，朱俊生传，天问补注1卷，毛麒麟传，天问校正1卷，屈复传，九歌注1卷，
李光的传，九歌解一卷，顾承天传，屈原附注6卷，通释2卷，音译3卷。戴震传，屈子申卒年月考1卷。陈阳传，楚辞人名考1卷。于越传 ，PG 1232。离骚草木书辨证4卷。祝德林传，楚辞辨韵1卷。陈昌齐传，楚辞韵读1卷，宋赋韵读1卷。江右诰传，离骚释韵1卷。讲曰玉传，屈子正音3卷。方机传，别集类。清圣祖文初集40卷，2集50卷，3集50卷，4集3。16卷，避暑山庄诗2卷，世宗文集30卷，乐兴集2卷，高宗文初集30卷，2集44卷，3集16卷，诗初集48卷，2集100卷，3集112卷，4集112卷，5集100卷，余集20卷，乐善堂定本30卷，全史诗2册，全韵诗2册，拟白居易乐府4册，元明元诗不分卷，仁宗文初集10卷，2集14卷，余集2卷，诗初集48卷，2集64卷，3集64卷，余集6卷，位于书屋全集定本40卷，附随笔2卷，全史诗64卷，宣宗文集10卷，余集6卷，诗集24卷，余集12卷，养正书屋全集定本40卷，文宗文集2卷，诗集8卷，穆宗文集10卷，诗集6卷。诸王宗室诗文集已见本传不载。魏曹植子建集全凭10卷。丁彦传，晋阮籍咏怀诗注4卷。蒋师岳传，晋孙楚逢一集发为4卷。余宗麟传，晋陶诗会注4卷。吴瞻泰传，陶诗兼5卷。邱家岁传，陶诗集注4卷。詹魁西传，陶敬节集注10卷。陶树传，陶诗赋考1卷。方东树传，周禹信开府集兼注10卷。吴兆一传，禹子山集注16卷。倪凡传，陈徐林孝墓集兼注6卷。吴兆一传，唐王伯子安集注25卷。蒋钦义传，骆宾王林海集注10卷。陈熙敬传，李太白诗集注36卷。王琦传，杜甫公布集注20卷。钱谦益传，杜 PG 1233。诗集注23卷。朱鹤龄传，杜诗详注25卷，附编2卷。仇兆鳌传，杜诗尽全20卷。杨伦传，杜诗注解20卷。张传，杜诗注释24卷。许宝善传，杜公布诗书解2卷。顾诗真传，知本堂读度24卷。汪浩传，杜诗提要14卷。吴瞻泰传，杜诗说12卷。黄生传，杜诗书8卷。季荣书传，杜诗
荟萃24卷。张远传。杜诗产33卷。卢元昌传。杜诗论。56卷。吴建思传。杜诗注解12卷。顾闳传。杜诗集说2。10卷。江浩然传。杜诗普释2卷。毛章建传。岁寒堂读度20卷。范撵云传。读度新解6卷。蒲启龙传。杜诗通解4卷。李文伟传。杜工部诗注5卷。陈之勋传。杜诗直解5卷。范廷谋传。王维右丞集注28卷，附录2卷。赵殿成传。白香山诗集40卷，附年谱1卷。顾嗣立编辑监事。韩愈昌黎诗监注10卷。顾嗣立传。昌黎诗增注正额11卷。黄岳传。编年昌黎诗注12卷。方士举传。韩集典刊4卷。陈景云传。昌黎集补注1卷。沈清韩传。读韩记遗10卷。王元启传。柳集典刊3卷。陈景云传。李鹤长集歌诗会解4卷，外集1卷。王琦传。协律勾原注4卷。陈本礼传。凡宗诗少数集注2卷，卢同玉川子诗集注5卷。孙之路传。杜牧樊川文集注20卷。冯集无传。李商隐一山诗注3卷，补注1卷。朱鹤龄传。重定李一山诗集监注3卷，外集监注1卷。陈梦欣传。李一山诗集注16卷。姚培谦传。李一山文集监注10卷。监徐树谷传注徐炯传。玉溪生诗详注3卷，樊南文集详注8卷。冯浩传。樊南文集监注补编12卷，附录1卷。监钱正伦传注钱正常传。温庭云飞卿集监注9卷。顾宇贤传子嗣立增补。孙乔文志遗1卷。汪诗涵传。罗叶比红儿诗注1卷。沈可培传。宋王安石经公文集注44卷。沈清涵传。苏轼诗注补注42卷。王注正额1卷。邵长衡、李必衡同传。苏诗补注1卷。冯景传。PG 1234。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查慎行传。苏诗查注补正4卷。沈清涵传。苏诗合注50卷，附录5卷。冯应流传。苏诗编注集成103卷，杂坠1卷。王文浩传。苏诗补注8卷。翁方刚传。范成大石湖诗集注3卷。沈清涵传。谢敖西台痛哭记注1卷。黄宗羲传。金元好问移山诗集注14卷。施国奇传。元无来渊。尹先生集注12卷。王朝彩、王神曾同传。
杨维真铁牙乐府注10卷，一边注8卷，永史注8卷。娄伯禅传，明高启清秋诗集注18卷，傅福早集5卷。金坛传，陈子龙中玉集注30卷。王昶等传，以上兼注自谓志名诗文集。亭林文集6卷，诗集5卷，余集1卷，一诗1卷。顾炎武传，南雷文定前集11卷，后集4卷，三集3卷，诗例4卷。黄宗羲传，江斋文集10卷，诗集18卷。王夫之传，夏风先生集14卷。孙其逢传，用6集12卷。碉包传，福亭诗抄8卷，文抄6卷。陆氏遗传，居易堂集20卷。徐方传，习西草堂诗集5卷，文集3卷。万寿奇传，圣元文集4卷，诗集4卷。梅花百咏1卷，九山有草1卷。李确传，愧讷集12卷。朱用纯传，杨元先生文集54卷。张吕祥传，双红刊文集4卷，诗集不分卷。富山传，白搭山人诗集10卷，文集2卷。严尔梅传，玄公集30卷，玄公文序抄7卷。归庄传，田间诗集28卷，文集30卷。虔诚之传，二曲集26卷。李渔传，武功山人集14卷。王于右传，朝明诗集8卷，文集6卷。茂香传，魏伯子文集10卷。魏继瑞传，魏叔子文集22卷，诗集8卷。魏喜传，魏继子文集16卷。魏礼传，邱邦氏文集17卷。邱韦平传，韩之初集10卷，二集4卷。李世雄传，卞雅堂文集5卷，诗集4卷。杜训传，葱山集14卷。申韩光传，事业安诗选1卷。张盖传，韦可堂诗集16卷。朱仪士传，蒿安集3卷。PG 1235。张尔齐传，冯氏小集7卷。冯班传，屈翁山诗集8卷，外集18卷。屈大均传，独陆堂稿6卷。陈公颖传，西崖文集25卷，云湖堂集6卷。易学识传，陈氏业全集16卷。陈洪绪传，枣林诗集1卷。谭谦传，水田居士文集5卷。贺宜孙传，雨台集40卷。孙志传，钱斋先生集10卷。应题为谦传，五经堂文集5卷。范浩鼎传，进修堂吊业1卷。察记左传，赖元文集10卷，诗后集3卷。严守生传，内省斋文集32卷。汤来鹤传，虎溪余叟集10卷。刘命卿传，落木安诗集2卷。
徐波传、困亨斋集2卷、王羲产传、子封集14卷、杜岳传、白毛堂集46卷、顾景新传、于安小集15卷、朱鹤龄传、稿唐文抄6卷、诗抄7卷、李业4传、初学集110卷、有学集50卷、钱谦益传、梅村集40卷、吴伟业传、吴诗集览20卷、谭叟1卷、晋荣藩编著、吴梅村诗监著20卷、吴义凤传、燕香斋文集4卷、诗集6卷、刘余佑传、金文通集20卷、金之俊传、灌言斋集4卷、李元鼎传、秀妍集31卷、胡适安传、但有宣集16卷、福衍集4卷、薛所运传、清溪遗稿28卷、陈正奎传、己亥存稿1卷、孙承泽传、浮云集11卷、陈之苓传、晋替唐诗集44卷、曹荣传、草衍文集9卷、且元敬集、且元敬诗4卷、王岱传、都史廷诗集16卷、文集22卷、彭而述传、山为堂集23卷、正宗归传、石云居士集15卷、17卷、陈明夏传、七云阁诗16卷、高恒传、清香堂文集13卷、诗集33卷、王崇简传、东村集10卷、李承祥传、东谷集34卷、归庸集4卷、桑榆集3卷、白允谦传、定山唐诗集43卷、龚鼎资传、雪堂先生集选11卷、熊文举传、赖古堂集24卷、周亮公传、指庭山定文集2卷、自山诗1卷、孙庭全传、监济堂文集20卷、魏义介传、韩松堂文集10卷、诗集3卷、魏相书传、西北文集4卷、毕正基传、蓝雪堂 PG 1236诗集3卷、谢宾王传、福元集9卷、梁清远传、新远堂诗集12卷、李卫传、且庭诗集不分卷、杨思胜传、四思堂文集8卷、傅维林传、王文静集24卷、王羲传、傅忠义集8卷、傅弘烈传、嘉山堂集10卷、冯溥传、林屋文稿16卷、诗稿14卷、宋真瑜传、盛斋玉集5卷、蒋永修传、安雅堂诗不分卷、文集4卷、魏课稿10卷、宋婉传、学余堂文集28卷、诗集50卷、外集2卷、诗论章传、启思堂文集8卷、诗集1卷、刘子壮传、熊学士诗文集3卷、熊伯龙传、志鹤堂文集13卷、诗
集15卷。唐孟赖传。中山文钞4卷，诗钞4卷。好玉传。汤文正遗稿5卷。汤兵传。连刊集16卷。李来泰传。松游集1卷。叶风传。万清阁全集8卷，林沃瑶集3卷。赵集士传。刊斋诗存8卷。顾大生传。学园唐文集18卷。郭分传。姚风文。抄50卷。顿翁类稿118卷。汪婉传。司勋5种集20卷。王氏录传。滦山集选1卷。王氏喜传。古波集选1卷。王氏友传。代金堂全集92卷。王氏真传。于阳山人金华录训纂10卷。会动传。金华录兼注12卷，补遗1卷。金融传。乐谱集7卷。严光敏传。鹤岭山人诗集16卷。王泽宏传。赤公唐文集20卷。王命月传。七宋唐集14卷。刘体仁传。武亭文编50卷。陈廷敬传。金义斋集18卷。熊次履传。庸书20卷。张真生传。苍县山人文集6卷，诗集5卷。秦松龄传。读书斋。偶存稿4卷。叶方矮传。松桂堂全集37卷。彭孙玉传。张文贞集12卷。张玉书传。钟真集10卷。范成模传。报读山房集6卷。姬永仁传。连阳诗抄10卷。吴文传。西碑类稿39卷。宋洛传。正义唐诗集20卷，文集不分卷。董义宁传。帖卢集3卷，外集2卷，附录1卷。潘天成传。盖唐前集9卷。续集6卷，后集6卷。孙知卫传。按修斋稿1卷。萧弃昭传。藕湾全集29卷。张仁熙传。知斋集抄8卷。李焕章传。写 PG 1237。陈山集18卷。谢文健传。燕峰文抄1卷。费密传。沈卢文集7卷，诗集7卷。彭师度传。沈宣文抄10卷。柴绍秉传。张琴亭诗集12卷。张丹传。孙书8卷，思古堂集4卷，东苑文抄2卷，诗抄1卷，小匡文抄4卷，蕊云集1卷，晚唱1卷。毛先书传。惠侯文抄20卷。毛季可传。学园集1卷，续编1卷。沈启传。黄山诗流16卷。法若真传。春树草堂集6卷。杜衡灿传。天严阁诗前集16卷，后集13卷。梅清传。托素斋集10卷。黎世宏传。雪红唐文集18卷。李藩传。
邱家集10卷，吴兆谦传，改廷文集16卷，诗6卷，冀东传，易夔楼文集12卷，吴山寇英8卷，凌云铭传，松安集5卷，冯苏传，士德，唐集4卷，王岳传，古于新言8卷，彭彭传，辽源全集15卷，孔真宣传，叶中节遗稿13卷，叶应流传，古口山房诗集10卷，李念慈传，忠言集6卷，宋振林传，激流山人集20卷，陈佐明传，漏宣诗4卷，吴家记传，定风乐府10卷，沙张白传，突新阁诗抄15卷，王传，关至山堂文集3卷，同能林传，丁业贺诗抄10卷，丁耀抗传，吴好遗稿1卷，张敬仪传，莱山堂集8卷，遗稿5卷，张金木传，怀阁堂文集15卷，梁奋传，江林阁诗集14卷，文集4卷，续集2卷，冷氏梅传，海日唐诗集5卷，文集2卷，陈可则传，汶山诗集10卷，文集8卷，丁伟传，己其诗集10卷，文集14卷，叶谢传，习斋记余10卷，颜元传，述古后集13卷，李公传，居业堂集20卷，王元传，林惠堂集26卷，吴起传，司启堂文集10卷，张藻公传，善卷堂集4卷，陆凡超传，赤武堂诗山6卷，颜我思传，读书堂集46卷，赵世林传，笃肃堂诗集7卷，文集16卷，存陈堂诗集25卷，应制诗5卷，张英传，戒演诗存1卷，少远平传，古欢堂集36卷，田文传，历经草堂诗集不分卷，田麦传，学文堂集43卷，陈玉琪传，石屋诗抄8卷，补抄 PG 1238 1卷，魏灵真传，荣村集40卷，李光的传，高轩文编1卷，李光坡传，三余堂文集12卷，外集6卷，附录2卷，陆陇奇传，但元集38卷，徐干学传，建松斋集24卷，续集10卷，方向英传，百尺梧桐阁集26卷，汪茂林传，赵公义胜稿8卷，赵生桥传，寓言诗集7卷，林林刀传，安敬子集13卷，安致远传，林野堂文集10卷，钮秀传，有怀唐诗文稿28卷，韩坦传，平村类稿30卷，徐卓传，凤池园集16卷，顾谦传，宝色唐诗稿4卷，和尚草2卷，
蓝桥归田稿1卷。张荣端传、张文端集7卷。张彭和传、因缘集13卷。赵直信传、宝君堂遗诗2卷。赵直端传、通志堂集18卷。那喇信德传、青门录稿16卷。青门履稿6卷。青门圣稿6卷。邵长衡传、清分堂存稿8卷。胡惠恩传、恒云山人集16卷。王弘绪传、于清端正书8卷。于成龙传、世恩堂集35卷。王虚龄传、受其唐诗集34卷。李英笃传、岁出唐诗集15卷。文集2、10卷，别集4卷。潘磊传、报经斋集20卷。徐家言传、从毕、山房集57卷。庞凯传、报书亭集80卷，附录1卷。朱彝、尊传、报书亭集外稿8卷。冯登甫集、报书亭诗注22卷。杨谦传、报书亭赋诗注23卷。孙银茶传、报书亭诗抄兼注12卷。汪浩然传、胡海楼诗集12卷，文集18卷。陈维松传、陈检讨46注12卷。陈师公传、西河集189卷。毛麒麟传、西唐全集66卷。游洞传、白云村集8卷。李成中传、秋景山房集22卷。李良年传、南州草堂集30卷。徐求传、申秀亭静草5卷。潘钟麟传、超然诗集8卷。张远传、香草居集7卷。李福传、秋水阁文抄1卷。陈惟乐传、野香亭集13卷。李福清传、冯舍人遗诗6卷。冯庭奎传、居业斋文集20卷，别集10卷。金德家传、阁庄分类诗抄14卷。刘廷基传、义介唐诗集16卷。魁序传、南唐集12卷。施世伦传、PG 1239。与梅堂集13卷。同世思传、炼庭诗抄8卷，文抄1卷。曹寅传、墨景诗抄2卷。吴立传、欧湘馆集12卷。运阁传、李狗集5卷。华品传、续斋集16卷。黄中间传、笠翁一家言16卷。李渔传、柯廷瑜习12卷。汪文博传、后甲集2卷。张大来传、正义堂集12卷，续集8卷。张伯行传、爱日唐诗27卷。陈元龙传、贺履斋集3卷。孙湘传、借老编年诗抄13卷。金章传、昆仑山房集3卷。张笃庆传、怀清堂集20卷。汤佑岑传、耀庭诗集2卷。梁佩兰传、
占元未定稿6卷，伪监诗集5卷，江澄英传，金晋文稿6卷，清银堂集9卷，归田集14卷，高士奇传，干寒亭诗集10卷，文集4卷，赵瑜传，堕左堂诗集6卷，孙志弥传，过江集4卷，史生义传，韩村集36卷，郑良传，尧山文集4卷，诗集1卷，田从典传，潘忠诚集4卷，潘宗洛传，东山草堂文集20卷，邱家岁传，陆唐文集20卷，陆魁勋传，实用集不分卷，陈许传，小故口者，数元起不分卷，郑元庆传，司复堂集10卷，邵廷彩传，高阳山人文集12卷，刘清黎传，南山文集16卷，戴名士传，吕用会文集6卷，续集4卷，吕留良传，杏跌草3卷，黄百家传，跳秋楼诗8卷，高曾传，赤嵌集4卷，孙元衡传，四香楼集4卷，范纂传，酿川集13卷，许尚之传，南园诗抄10卷，尤氏求传，在鹿草堂集6卷，楚兴传，道荣堂文集6卷，晋诗10卷，陈鹏年传，故哉叟诗抄8卷，高孝本传，闲斋文抄7卷，查序传，为和堂诗集6卷，高齐桌传，德应堂集16卷，阿克敦传，清端集8卷，陈彬传，孟月言诗集20卷，野古堂文集5卷，吕恒传，清要集12卷，吕千树户传，严太仆诗文集10卷，严于敦传，天监堂集8卷，沈静思传，朴学斋诗集10卷，林集传，魏累山人诗集4卷，徐昂发传，杨文定文集12卷，杨明诗传，陈怀元全集37卷，张廷玉传，咏花轩诗集6卷，张 PG 1240，廷禄传，秋江诗集6卷，黄任传，黑蝶斋诗抄4卷，沈岸登传，楼村集25卷，王士丹传，古建书屋文抄10卷，吴廷珍传，韦萧草堂诗6卷，宋志传，彭南云文稿12卷，诗稿10卷，编年诗17卷，彭定求传，补朴存稿6卷，韩琦传，燕西先生诗稿7卷，惠州替传，辟湖草堂文集6卷，晋集4卷，吴世杰传，二西堂文集12卷，蔡世远传，查普诗抄12卷，查四立传，敬业堂集50卷，查圣行传，望西集18卷，外集12卷，方包传，四支堂集36卷，
杨希福传，存燕楼文集16卷。楚大文传，记学唐文抄6卷，诗抄4卷。梅文鼎传，资兰唐诗集10卷。沈元仓传，淡出诗稿8卷。沈亦基传，诗风集5卷。徐基传，归美堂集26卷。徐用熙传，信引集8卷。王实宪传，居朝小稿4卷。王世琛传，改唐文抄2卷。唐少祖传，诗经堂集18卷。徐文居传，闾丘诗集60卷。顾嗣立传，今有唐诗集6卷。陈梦欣传，墨香阁诗文集13卷。彭维新传，何端简集12卷。何世奇传，赵求恶圣稿4卷。赵雄赵传，白田草堂存稿24卷。王茂宏传，晋道斋诗集4卷，文集6卷。陈婉策传，孟林唐文抄16卷。杨春传，见于文集10卷。尹惠仪传，一门先生集12卷。何超传，解冲文抄12卷，补遗2卷，诗抄2卷。冯景传，木堂类稿50卷，序稿50卷，别稿50卷。李福传，晋清唐诗集1卷。卓尔堪传，基山先生遗集10卷。汪维宪传，可依唐文集2卷。于长城传，于东先生文录8卷。顾正传，黄叶村庄诗集10卷。吴之正传，大古集6卷。方殿元传，大初唐初集12卷。王损传，云华阁诗略6卷。易宏传，潞州初集20卷。蓝鼎元传，龙溪草堂集10卷。王世瑞传，云溪文集5卷。楚长文传，韩香阁诗集4卷。邓中岳传，累陵诗集12卷。马维汉传，丘成文抄12卷，三州诗抄4卷。鲁岑玉传，文魏唐诗集8卷，西陵遗稿6卷。鄂尔泰传，楚蒙山房诗文集 PG 1241 20卷。晏思圣传，香树斋文集28卷，续集5卷，诗集18卷，续集36卷。钱承群传，邓潭山房古文存稿4卷，诗集17卷。陈香龙传，诗善唐诗集10卷。基层云传，小兰该集12卷。谢道成传，同村诗9卷。冯永传，崇德堂集8卷。王直传，强东杂者1卷。王汝香传，王己山文集10卷，别集4卷。王步清传，甘庄刻集16卷。甘汝来传，刻中唐诗抄不分卷。魏廷真传，云川阁诗集9卷。杜兆传，学古唐诗集6卷。沈记
有传，渠庭山人半部稿一卷，前周集一卷，或禹集一卷，于老集一卷。张真传，胡海集12卷。孔尚仁传，陈思业文集4卷，诗集4卷。陈祖范传，芙蓉集17卷。宋元鼎传，怀访集36卷。魏魏同传，狄于小稿10卷。朱昆田传，秋水集10卷。严神孙传，清分楼遗稿4卷。任启运传，松泉文集20卷，诗集26卷。汪尤敦传，浙伪诗集15卷，文集2卷。郑方坤传，树人唐诗7卷。率念祖传，含有唐诗文集4卷。尤绍安传，江生草唐诗集8卷。金志章传，王艮斋集14卷。王浚传，四焉斋文集8卷，诗集6卷。曹仪士传，经馆集1卷，花雨山房诗文小抄1卷。顾城大传，柳余诗抄12卷。张梅传，秋水斋诗集15卷。张应斗传，松桂读书堂集8卷。姚培谦传，韩斋诗集4卷。岳钟琪传，道于唐诗编30卷，诗序12卷。鲍真传，禅守斋遗稿4卷。姚氏玉传，在庭从稿20卷。李果传，后海书堂遗文2卷。王孝勇传，丰川全集28卷，后集34卷。王兴敬传，卢唐诗集1卷，楚宋庭诗2卷，护从清平遗调1卷。顾贞观传，职员诗集34卷。商盘传，律应庭集2卷。陈毅喜传，江湖间营8卷。王道传，汉村诗稿6卷。仲宝传，之庭文稿8卷，诗稿16卷。彭启丰传，引文端公诗集10卷。引季善传，柳南诗抄10卷，文抄6卷。王应奎传，上湖祭岁诗编4卷，续编1卷，分类文编1卷，补抄2卷。汪诗涵传，史音 PG 1242集10卷。梁师正传，云谷诗抄6卷，别集1卷。镇江传，陋乡书屋遗集10卷。张应成传，浙堂未定稿8卷，外集4卷。查为人传，吞松阁集20卷。郑虎文传，朱文端公集4卷。朱氏传，铜鼓书堂遗集32卷。查理传，科学集2卷，石安诗略2卷。曹真集传，裴远堂偶存稿48卷。陈洪谋传，双持文集10卷。汪福传，陶宛文先生集10卷。陶正敬传，金寺堂文抄2卷。雷洪传，秦兰诗存8卷。张若蔼传，寿藤斋集35卷。鲍义云传，
南华山人诗抄16卷，四诗根合集6卷。张彭冲传。问清。唐诗集10卷。朱伦汉传。蒋继航先生文集2卷。蒋坟公传。凤。石堂集2卷。达理传。寿仪堂集43卷。长安传。以上顺治、康熙、雍正朝。神安内外集24卷。刘伦传。东山草堂集6卷。潘安礼传。降夫阁诗稿11卷。朱景传。道古堂文集48卷，诗集26卷。杭氏俊传。紫竹山房文集11卷，诗集12卷。陈赵伦传。隐拙斋集50卷。沈廷芳传。宝伦堂文抄8卷，诗抄6卷。齐兆南传。14山房诗集11卷，补遗4卷，文集6卷。补遗1卷。胡天游传。鲑鱼诗文抄58卷。沈德潜传。小仓。山房文集30卷，诗集31卷，外集7卷。袁枚传。随园诗录10卷。编联宝传。白云诗集7卷。卢存兴传。白云山房文集6卷，诗集2卷。张相经传。云斗楼集2卷。杨度汪传。黄景。山集12卷。黄永年传。桂门诗存4卷。金德英传。强树斋文抄5卷。张根传。节朝集6卷，后集1卷。李凯传。大鼓山堂集6卷。孟林传。雷西草堂诗1卷。纳兰长海传。陈玉己诗集3卷。陈传传。无悔斋集15卷。周经传。樊谢山房集20卷。立鄂传。果堂集12卷。沈同传。四书唐诗选8卷。周长法传。明史杂咏4卷。延岁辰传。蔚山诗赋全集2卷。徐文静传。云在诗抄9卷。查祥传。六风阁诗稿1卷。朱道孙传。蜀古山房 PG 1243集10卷。吴陵传。桑涛府集84卷。桑调原传。唐集60 1卷。香榭集16卷。黄之俊传。集虚斋学古文12卷。方木如传。绿罗山房文集24卷，诗集33卷。胡俊传。海风文集10卷，诗集4卷。刘大奎传。节其庭文集38卷，外集50卷，诗集8卷，聚于土音4卷。全祖望传。爱日堂引稿时5卷。赵玉传。沙河一老小稿1卷。马约棍传。南斋集2卷。马约录传。陈月堂集14卷。国良传。微香集1卷，燕香集2卷，二集2卷。方官陈传。裘文达诗集12卷，文集6卷。
求约修传，春府小稿12卷，浮岑传，则时斋诗集49卷，前载传，空山堂文集12卷，诗集6卷，牛运正传，阮斋集10卷，老小鱼传，怀唐诗文稿20卷，汪沆传，秀燕斋引稿2卷，赵信传，蓝藻堂集12卷，书瞻传，西斋诗集遗3卷，博明传，故栽草亭集6卷，高宾传，陶仁兴语6卷，唐英传，基斋文集8卷，诗稿8卷，蔡兴传，板桥全集4卷，郑燮传，海门诗抄，初集10卷，外集4卷，鲍高传，四书堂文集6卷，诗集4卷，翁肇传，介石唐诗集10卷，古文10卷，郭启元传，宿余堂集3 14卷，余敏中传，晋思唐诗集6卷，文集6卷，梁国志传，知足斋文集6卷，诗集20卷，朱圭传，四合文集16卷，朱云传，切问斋集16卷，陆耀传，前言堂文集50卷，诗集10卷，续集10卷，前大兴传，可卢10种著述序例1卷，前大昭传，春荣堂集68卷，王昶传，西庄史存稿39卷，西止居士集24卷，王明胜传，出庭诗稿18卷，萨哈代传，蓝玉堂文集20卷，诗集10卷，张云锦传，燕川集14卷，范太恒传，元淳堂文集6卷，姚范传，苏元仲文集2卷，补遗1卷，诗集6卷，苏去集传，梅崖居士文集30卷，外集8卷，朱氏秀传，延经堂文集3卷，诗集13卷，集孟雄传，松崖文抄2卷，会洞传，复出斋文集35卷，诗集66卷，翁方刚传，听音 PG 1244，居文抄30卷，翁广平传，纪文达遗集16卷，纪云传，一瓢，斋诗存6卷，薛雪传，浙坡居士集12卷，万光泰传，陈璧斋，诗抄12卷，钱其传，净莲斋诗集24卷，金生传，刘文清，遗集17卷，刘墉传，东兴集4卷，金农传，产鹤亭诗集7卷，曹廷栋传，沈无斋集20卷，窦光鼐传，云兴书屋诗抄12卷，主廷章传，月满楼诗集41卷，别集6卷，顾宗泰传，宝纯，阁集26卷，王杰传，博欧山房存稿38卷，桃源早传，墨香阁文集15卷，彭维新传，小山诗抄11卷，邹仪贵传，
东元集10卷，代正传，南疆集超4卷，绍晋韩传，报金唐文集34卷，卢文超传，玉之唐文集6卷，诗集3卷，邵其涛传，隐济山房文集16卷，邵其雄传，学府斋文集20卷，诗集3、10卷，沈大成传，还度斋诗稿20卷，韩风传，西涧草堂集4卷，严巡官传，南富山人诗集7卷，高凤汉传，红驴书屋文稿7卷，诗稿4卷，孔季韩传，玉红楼遗稿1卷，孔季素传，陵盐山人文集40卷，诗集20卷，毕元传，清溪文集12卷，陈廷作传，存会斋集28卷，刘凤告传，恩于唐经进出稿12卷，续稿22卷，三稿11卷，彭元瑞传，邱氏先生遗集6卷，彭基传，二邻居士集24卷，彭绍生传，尊文居士集8卷，罗有高传，习报宣诗文集38卷，姚鼐传，山木集14卷，鲁氏纪传，中雅堂文集12卷，诗集29卷，蒋士权传，白华前稿60卷，后稿40卷，吴沈清传，听仪堂偶存稿21卷，吴沈兰传，乐清楼诗集30卷，祝德林传，三松堂诗集20卷，文集4卷，续集6卷，潘义俊传，免行堂文集6卷，诗集24卷，陈进芳传，小县山人文集6卷，诗集28卷，秦营传，前南园遗集5卷，前锋传，金运楼集12卷，段玉裁传，百依山房诗集12卷，孙氏义传，宝魁堂集12卷，陆西雄传，欧北集50卷，续3卷，欧北诗超20卷，赵翼传，PG 1245，海虞诗超12卷，朱孝纯传，梦楼诗集24卷，王文志传，红豆诗人集19卷，董朝传，清献堂集10卷，赵佑传，平罗眼集16卷，梁同书传，吴不疑斋稿4卷，狄浩传，陈干初文集18卷，诗集12卷，别集19卷，陈阙传，临江乡人诗4卷，吴隐芳传，清虚山房集11卷，王太岳传，陈侍郎遗集10卷，陈恩泽传，任演诗存6卷，汪启书传，享全集30卷，顾光绪传，眉眼文超6卷，诗超5卷，铁宝传，石驴诗稿30卷，陈景元传，竹叶安集33卷，张元传，右唐文存4卷，盛柏二传，
蓝运唐诗集8卷，预览集4卷。沈初传。孟庭居士文稿5卷，诗稿4卷。冯浩传。数学内外篇6卷，诗集6卷。汪中传。孝礼堂集36卷。林廷堪传。吴文集4卷。崔述传。首。唐文超8卷。武义传。宣所著书60卷。孔广森传。拜金堂。文集4卷。臧庸传。问字堂集5卷，代南阁集5卷，武松原文集1卷，方茂山人诗录9卷。孙兴衍传。卷诗格文甲集10卷。补遗1卷，以集10卷，续编1卷，诗集20卷，根深斋文甲集4卷，以集2卷，诗集8卷，续集10卷。洪亮集传。纯则斋骈文2卷，诗2卷。洪以孙传。家树山房诗文集20卷，外集2卷。张士元传。大云山房文稿4卷，二集4卷，言事2卷。运晋传。鸳雅堂编年诗稿20卷，替夫未定稿26卷，诗外集4卷，文外集4卷。王启孙传。集唐文稿12卷，诗稿8卷。清善传。一斋集40卷。黄岳传。平安居士文抄4卷，诗抄4卷。孟超然传。双佩斋文集4卷，骈体文1卷，诗集8卷。王有亮传。传山诗草20卷。张问陶传。衍庆堂诗稿11卷。颜简传。晚学集8卷。贵妇传。简松草堂诗集20卷，文集10卷。张云敖传。运山堂文集8卷，诗集16卷。管世明传。桃山诗录12卷。唐仲勉传。两当宣集22卷。黄景仁传。刘端陵遗书4卷。刘台拱传。驾门诗文草10卷。汪志一传。第6贤熙 PG 1246。文抄4卷。黄庭健传。双桂堂稿10卷，续编8卷。纪大奎传。亦有深斋诗集32卷，文集20卷，续集6卷。赵怀玉传。真义遗文抄7卷，诗抄2卷。庄树祖传。真律斋初稿10卷，符荣山馆诗稿16卷。杨方灿传。铜山文集20卷，补遗1卷。李调元传。烟霞万古楼文集6卷，众渠诗录1卷。王谭传。荣信堂集20卷。吴俊传。亦简斋诗抄4卷。何宁传。湘湖文存1卷，诗抄2卷。李尧文传。存素唐诗初集24卷，二集2卷。法士善传。素修唐诗集24卷，后集6卷。吴卫光传。双藤书屋诗集12卷。何道生传。平水斋诗集17卷。书卫传。清爱堂集23卷。魏承宪传。
刘春草堂诗抄7卷。一丙寿传。五燕斋文抄10卷，诗抄20卷。沈赤然传。但晋斋文抄6卷，诗抄6卷。公景汉传。桃园文集8卷，诗集24卷。张九月传。深雅堂文集4卷，诗集14卷。张九经坛传。有正位斋文集16卷，骈体文24卷，诗集16卷。吴锡麟传。述经堂文集4卷。谢启坤传。司不辱斋文集4卷，诗集4卷。万承风传。吴学士文集4卷。吴资传。东前文稿2卷。赵义清传。玉山义稿4卷。鲍廷伯传。秉烛斋遗文1卷。江帆传。宗廷古文抄10卷，骈体文抄8卷，诗抄18卷。金兆彦传。卖唐文略4卷。李祖陶传。南建文集2卷。李文藻传。南野唐诗集7卷。吴文溥传。论山诗选15卷。鲍之中传。毁生文集8卷。王卓传。知平居士集30卷。王元起传。延经释义集14卷，2集8卷，3集5卷，4集11卷，诗集12卷，续集9卷，再续集6卷。阮元传。民科文集5卷。张惠言传。崇柏药斋文集2 10卷，续集4卷，3集12卷。陆记录传。太乙州文集8卷。陈用光传。东明文集6卷，外集4卷。姚莹传。南村草堂文抄20卷。邓显赫传。壮学斋文集12卷。周树怀传。岳仓文集8卷。吕黄传。孟图文集10卷。刘开传。通义阁文集12卷。PG 1247。诗录8卷，核桃诗2卷。姚春传。修复居文集6卷。毛月生传。出月楼集18卷，诗抄4卷。吴德炫传。雕孤楼集24卷。焦循传。司事斋集18卷。顾广奇传。退稿4卷。梁玉神传。左海文集20卷，降福阁诗集6卷。陈寿祺传。建直水斋集2 10卷。许宗彦传。铁桥漫稿8卷。严可君传。上迥堂文集2卷。诗52卷。刘四婉传。小磨商管文集4卷，续2卷，诗集8卷，续2卷。彭兆孙传。张氏遗书11卷。张学成传。太云堂文集25卷。孙尔准传。赏羽茅屋诗集22卷，骈体文2卷。岑玉传。求是唐诗集22卷，文集6卷，骈体文2卷。胡承拱传。养素堂文集35卷。张树传。柯家山馆遗诗6卷。惠安学文8卷。
颜元照传，简装文钞6卷，续编2卷，诗钞1卷。陈瞻传，新斋诗稿1卷。任照林传，养义斋文集26卷。李兆洛传，单人文钞4卷。蒋同传，幼学堂诗集17卷，文集8卷。沈清涵传，江苏山馆诗集21卷，文集2卷。吴松良传，洛番楼文稿6卷，圣稿2卷。沈林传，孝经请文稿18卷。李复孙传，戒贤生诗3卷。汪远孙传，花艺馆诗钞16卷，序钞1卷，文略1卷。吴镇玉传，世陈堂集22卷。屠卓传，一道堂文钞13卷，诗选30卷，外集13卷，借后诗存16卷，补遗6卷。陈文树传，崇雅堂骈体文钞4卷，文钞2卷。诗钞10卷，山隅诗1卷。胡敬传，潘少白骨文8卷，诗5卷。潘资传，太鹤山人集13卷。端木国胡传，邱氏集10卷。杨凤包传，沈四山人诗录6卷。沈景学传，晚文居士遗集9卷。王宗言传，三常务斋诗略5卷，文略6卷。黄本纪传，云轩文钞8卷，诗钞4卷。洪宜轩传，鹤泉文钞2卷。七学标传，颜柳是文钞10卷，补遗1卷。胡培辉传，石经阁文集8卷，拜竹诗刊诗存4卷。冯登甫传，悔过斋文集7卷，续集7卷，补遗1卷。顾广玉传，白骨山房诗选4卷，骈体文钞2卷。徐雄飞传， PG 1248。临分馆诗集35卷。郭林传，游道堂集4卷。朱彬传，真有一斋文编10卷，诗于世诗24卷，习根草堂诗18卷。黄安涛传，贵兴堂诗集8卷。张廷纪传，以秦楼诗集12卷，续集4卷。黄谢清传，后甲集2卷。张大来传，陶文义公全集60 4卷。陶树传，养义斋诗文集25卷。潘德余传，世斋居士集4卷。舒敏传，余暇集2卷。特一顺传，寸心之堂存稿6卷。汤金昭传，秋水堂文集6卷，诗集6卷。庄亨阳传，群峰集5卷。沈清端传，岑华居士诗8卷，凤巢山桥诗11卷，文集4卷。吴慈鹤传，隶书堂文集12卷，外集2卷，别集1卷。好义行传，汪子文录10卷，诗录10卷。汪敬传，公府小集11卷，东京馆文集3卷。潘岑遗传，知止堂文集8卷，诗稿12卷。
朱寿传，岁雅堂文集10卷，姚文田传，运素阁文集8卷，诗集12卷，圣大士传，小万卷斋文稿24卷，诗稿32卷，朱见传，野云诗抄12卷，鲍文奎传，读学庐初集9卷，二集9卷，时运玉传，与基斋从稿18卷，吴义凤传，天真阁集54卷，外集6卷，孙元香传，刘礼部集12卷，刘逢禄传，桃山诗录28卷，唐仲勉传，真定先生遗集4卷，墨雨筹传，应雪轩文抄3卷，诗抄16卷，于鸿渐传，景居集10卷，黄氏3传，问其事诗集2卷，续集1卷，文集1卷，蒋约玉传，建兴卢集9卷，林家贵传，钓鱼蓬山馆集6卷，刘家传，以上乾隆、嘉庆朝，旧乡居文稿10卷，王宝仁传，仙桥诗抄12卷，刘文林传，鲍冲斋诗集36卷，冰凉传，求是山房遗集4卷，鄂恒传，博简山房文集16卷，续集1卷，诗集10卷，骈文2卷，梅岑亮传，小安乐窝文集4卷，诗存2卷，张海山传，一至堂集8卷，朱祁传，求自得之士文抄12卷，上迥庐诗存2卷，吴家兵传，龙壁山房文集10卷，诗抄12卷，王枕传，通府类稿4 PG 1249卷，续编2卷，诗存4卷，诗存之余2卷，鲁义同传，玉寺山房诗集4卷，文1卷，顾廷伦传，沧浪文集6卷，孙鼎臣传，应季宣文初集10卷，二集6卷，补遗1卷，管同传，一位宣文集12卷，遗诗5卷，方东树传，斋居士文集8卷，张牧传，传经士文集10卷，附1卷，林孝阁诗抄5卷，朱俊生传，魏经山馆文集4卷，续集2卷，戴君衡传，万善花市文集6卷，续集1卷，诗集5卷，方吕简传，孙养惠先生文集7卷，孙熙珠传，魏无畏斋诗抄7卷，文1卷，骈文2卷，董兆雄传，宜华管骈体文4卷，董基成传，董方立文甲集2卷，乙集2卷，董佑成传，柴碧亭诗集4卷，石经斋文集4卷，沈涛传，看石斋记事稿10卷，续稿10卷，课处集4卷，吕义小稿2卷，钱仪集传，甘泉乡人文稿24卷，钱太基传，安吴4种36卷，包氏成传，古为堂内集3卷，外集7卷，诗集6卷，魏元传，
借存斋诗6卷，文稿2卷。周记传，演于山房诗略10卷。许乔林传，红豆树馆诗集14卷。陶良传，定安文集3卷，续集4卷，文诗集补2卷，杂诗1卷，文集补编4卷。龚自珍传，附庄诗问34卷，骈体文阙8卷。姚燮传，清溪旧屋文集10卷。刘文琪传，齐物论斋文集6卷。董氏熙传，毁卢文超6卷。张重兰传，密梅花馆诗录2卷。焦廷虎传，李文公公文集16卷，诗集8卷。李兴元传，胡文忠公集88卷。胡林义传，倭文端公遗书12卷。倭人传，吴文节公遗集80卷。吴文荣传，岑文正公文集4卷，诗集3卷。岑国藩传，岑中乡公集32卷。岑国权传，唐阙圣公集10卷。唐建传，卓修集10卷。吴廷栋传，习苦斋诗文集12卷。戴熙传，沈文忠公集10卷。沈肇林传，顿逼于沈1卷。左宗棠传，罗中节公诗文集8卷。罗泽南传，彭刚直公诗集8卷。彭玉麟传，江中烈公遗集10卷。江中元传，王壮武公遗集25卷。王真传，张文节公遗诗1卷。PG 1250。张巡传，彭文敬集44卷。彭运章传，公尺斋文抄14卷，后编6卷，诗抄14卷，后编11卷。宗继承传，寿恒寿建斋集12卷。沈约父传，半言卢文集2卷，诗集2卷。邵义成传，训学斋文抄10卷，诗抄10卷。孙一言传，一登经舍甲部稿5卷。何秋涛传，显志唐文集12卷。冯贵芬传，思义堂古诗2卷。骈文2卷，诗集6卷。周寿昌传，左非集4卷。刘熙载传，孝义斋文存3卷，诗存1卷，外集1卷。邹汉勋传，蓬莱阁诗录4卷。陈克家传，养惠堂文集10卷，诗集2卷。刘荣传，水流云在馆诗抄6卷。宋敬传，玉景山馆文略5卷，文序2卷，诗15卷。许宗衡传，金德堂文集7卷，幻月山房诗集5卷。龙启瑞传，盘湖文录8卷。吴敏树传，听松庐诗略2卷。张维平传，海坨华馆文集1卷，诗集3卷。何若尧传，面城楼集10卷。岑昭传，乐至堂文集18卷，诗集12卷，续集3卷。谭寅传，修本堂稿1卷，乐亭诗抄1卷。林伯同传，
东蜀集6卷。陈风传。守柔斋诗集8卷。苏廷魁传。司卫信斋文编12卷。徐宗干传。虹桥老人遗稿9卷。秦香叶传。魏徽斋文集8卷。徐资传。翠岩氏文稿2卷，诗抄5卷。韩碧元传。丰南山馆遗集8卷。庄寿奇传。树六山房全集13卷。吴坤田传。吴敬明斋文抄4卷。彭毅传。越举草堂遗草4卷。王拓传。一韶山馆诗稿16卷。陆松传。茂花庵诗2卷。叶廷棍传。秀海楼文录6卷。黄汝成传。吕廷诗抄6卷，遗诗8卷，遗文8卷。莫有之传。兵蒙集6卷，外集4卷，春在堂杂文2卷，续编5卷，3编4卷，4编8卷，5编8卷，6编10卷，诗编23卷，古今经舍字刻文2卷。于越传。武陵山人杂者1卷。顾观光传。为上。斋遗文1卷。冯至仪传。东周草堂诗抄27卷。何绍基传。大小雅堂诗抄10卷。少堂传。西欧全集10卷。李兴传。简学斋。诗文抄12卷。陈沆传。小重山房初稿24卷。张祥和传。PG 1251。郝云楼集28卷。李连秀传。易化轩诗录2卷。王学浩传。依旧草堂遗稿1卷。费丹序传。海丘诗集26卷，后集2卷。汤鹏传。如州营馆诗抄1卷。瑞长传。大小雅堂集1卷。陈琳传。佩恒诗抄12卷。宝云传。齐雨亭集32卷。齐俊早传。陈怀书屋诗草4卷。穆张阿传。湘南居士集6卷。崇恩传。通一阁全集43卷。姚春传。梅录诗抄18卷，文抄8卷。齐晏怀传。朝金朝诗抄9卷。郑真传。基石诗存18卷。张吕传。木基书屋文抄30卷。黄金台传。靖远堂集3卷。陈寿雄传。建修堂诗集22卷。边玉礼传。陈怀堂诗集14卷。陈培之传。务23斋诗1卷。孔广穆传。秦隐元诗集36卷。汤仪焚传。竹石居文草4卷，诗草4卷。同华传。李文忠公全集163卷。李鸿章传。求捕捉斋文略2卷，诗略2卷。李培晋传。大前山房诗抄1卷。刘铭传传。周武壮公遗书9卷。周盛传传。曾惠敏公诗文集9卷。曾纪则传。节义卢遗文2卷。
朱学勤传、新白日斋集4卷、尹耕耘传、养云山庄文集4卷、诗集4卷、刘瑞芬传、胡唐林馆骈体文钞2卷、白华将夫格诗集10卷、李慈铭传、卓尊元文稿6卷、黎树昌传、有恒星斋集44卷、陈弘照传、哲林堂文集4卷、戴望传、傅唐文4卷、文序5卷、诗11卷、谭宪传、书议事杂着甲编2卷、乙编2卷、圣稿1卷、诗存7卷、张文虎传、养萧楼文集1卷、张欣荐传、通斋诗集5卷、外集1卷、文集2卷、垂金印律宣诗钞2卷、普光言诗钞4卷、蒋超博传、小英遗稿2卷、蒋继博传、堵冈山庄集7卷、谢章挺传、陶唐遗文1卷、至为录5卷、高新奎传、吴自七世文集10卷、王秉谢传、建宏居文集2卷、诗集2卷、秦焕传、天岳山馆文钞40卷、李元度传、归安文稿8卷、叶玉人传、毁于安诗稿13卷、文稿9卷、何氏传、协雪堂全集4卷、吴可都传、存素堂诗文13卷、钱宝琛传集 PG 1252、义斋咏史诗钞60卷、罗敦衍传、以秦楼诗集12卷、续集4卷、黄谢清传、小袍安诗存6卷、吴养贤传、听录文钞3卷、诗钞2卷、诗余1卷、杨传帝传、蒿安遗集12卷、庄玉传、小有余山房全集20卷、吴大庭传、百柱堂诗稿8卷、王伯兴传、亨府诗选8卷、张继亮传、惠安诗钞15卷、汪士铎传、烟雨楼文集40卷、诗集16卷、徐时栋传、博堂集71卷、方宗成传、秦鹤山房遗稿8卷、赵明传、先辛格诗钞8卷、彭魏高传、古红梅阁遗集8卷、刘吕芬传、涧西村人诗初集13卷、安班遗诗序钞10卷、水明楼诗1卷、鱼湖文录6卷、元昶传、则雅堂诗集6卷、文集8卷、施补华传、韩松阁诗集4卷、张明科传、汉资士文钞4卷、陶方奇传、曼雅堂骈体文8卷、王仪寿传、扁善堂文存2卷、诗存1卷、邓家基传、郑东复遗书6卷、郑稿传、连亭文集8卷、张玉昭传、遗故堂集20卷、陆兴元传、枕经堂文钞2卷、骈文2卷、方硕传、虚寿堂文集16卷、王先谦传、雍安全集15卷、
薛福成传，吴志甫文集4卷，诗集1卷。吴汝伦传，韩雅堂集24卷。王永妮传，宋分诗略3卷。黄秉后传，一元文略1卷，玉华阁遗诗3卷。盛玉传，灵石山房诗草2卷。桂成传，藤香馆诗词山存6卷。薛时宇传，退补斋诗存16卷，二编7卷，文存12卷，二编5卷。胡凤丹传，宝为斋类稿100卷。李环传，香禅记有草4卷。潘中瑞传，集演文存6卷，诗存8卷。杨相记传，小玉香馆一集12卷。李行传，罗摩亭遗诗4卷。乔松年传，养之书乌文集28卷，诗集15卷。郭松涛传，巨溪杂者2卷。陈立传，广经世文钞1卷。刘公冕传，学古斋文集2卷。薛寿传，新朝文录1卷。陈荣进传，怡情馆文过集12卷。宗元汉传，元同文钞6卷。黄以周传，爱经居杂者4卷。黄以公传，重兰唐诗存10卷。张玉传，玉见唐诗存1卷，历记诗存1卷。汪曰 PG 1253。真传，魏晋斋诗存8卷。徐家宾传，范伯子诗集19卷。范当世传，通雅唐诗抄10卷。诗山传，夫与唐诗录15卷，续录4卷。江石传，隋安卢文集6卷，诗集9卷。抗树资传，西普集10卷。潘尊奇传，佩贤斋文存3卷，诗存1卷。朱义兴传，姚政府文略10卷。姚余传，刘石山房遗稿10卷。吴存义传，孝古唐文集8卷。蒋敦复传，独有用书斋杂者2卷。韩应弼传，秋会营馆诗抄6卷，文抄1卷。金河传，东轩草堂诗抄2卷。陈豪传，训真书屋诗存2卷。黄国景传，先安遗稿1卷。黄绍基传，曼安遗稿1卷。黄绍帝传，骤增树林10卷。孙仪让传，人晋卢诗11卷。黄遵宪传，宴饮楼诗存1卷。李希慎传，贺仙生文集4卷。贺涛传，张文襄公全集240卷。张之洞传，熊白文集1卷。张宗英传，望云山房文集3卷，诗集1卷。安维俊传，瞿文圣公诗选一末4卷。瞿弘济传，题岑文正公词百咏1卷。朱孔章传，蒿安类稿32卷。冯旭传，以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
六义楼稿一卷，绿华草一卷，吴宗爱传，拙政元诗集2卷，陈之林氏徐粲传，徐都讲诗1卷，徐昭华传，云香朝圣稿1卷，查为人世金玉原传，易清宣诗稿1卷，华焕方传，玉窗遗稿1卷，格仪传，玉书楼稿1卷，陈固传，运真宣诗草2卷，高齐拙士蔡婉传，裴远唐诗4卷，毕元母张藻传，杜窗诗集14卷，张英女令遗传，柴车卷游集2卷，蒋氏全母中令家传，晚晴楼诗草2卷，陆西雄母曹溪书传，长离阁集1卷，孙兴演示王彩微传，写运宣小稿2卷，王启孙氏曹真秀传，武真阁引稿1卷，陆记陆氏前惠尊传，长真阁集7卷，孙元香氏袭佩兰传，古春宣诗文钞2卷，许宗彦氏良德神传，归中文存1卷，好义行事王兆元传，梯仙阁余刻1卷，曹仪氏氏陆凤池传，如庭诗草1卷，铁宝氏银川传，方孙书屋存稿4卷，吴英传，但仙诗抄4 PG 1254卷，文抄1卷，熊脸传，兰居引草1卷，陈玉英传，秀贤集1卷，蒲淡英传，问花楼遗稿3卷，许全传，传书楼诗稿1卷，金顺传，南楼引稿2卷，徐应玉传，银书阁遗稿1卷，元唐传，素文女子遗稿1卷，元基传，楼居小草1卷，元著传，焕清诗草1卷，前为臣女梦殿传，香芷阁遗稿1卷，左如分传，韵玉楼集4卷，屈炳云传，红香馆诗草2卷，林庆母韵珠传，秀瑜小草1卷，归茂一传，启云阁诗抄4卷，鲍之兰传，青鱼阁吟稿6卷，鲍之慧传，三秀斋诗抄2卷，鲍之分传，听秋轩诗集4卷，骆启兰传，布志吟3卷，潘素新传，古色楼偶存1卷，叶鱼鱼传，一砚斋诗稿4卷，孙惠义传，朱楼遗稿1卷，徐真传，兰如诗抄1卷，叶惠新传，兰韵诗草4卷，徐玉新传，梅花绣佛斋草1卷，毕坟传，秋红丈氏遗诗1卷，王谭氏经理营传，但居宣诗稿4卷，张密习英传，韦清遗稿1卷，张琼英传，凌云有月之居诗集4卷，参风馆文集3卷，张完英传，绿槐书巫诗稿5卷，张伦英传，自然好学斋诗抄10卷，陈培之士汪端
传，云香阁诗稿1卷，黄婉琼传，绿月轩集7卷，赵芬传，小维摩集1卷，江珠传，秀妾小集4卷，朱寿士高底传，天游阁集5卷，贝勒议会测试顾太清传，云香馆遗诗2卷，宗室圣谕，母纳逊兰宝传，清族居集1卷，邓禹传，以上规格，宝云堂集4卷，南前传，玩玉堂诗集10卷，元景传，东关诗抄6卷，通赋传，览斋别集14卷，通门传，双树轩诗抄1卷，战犯传，香玉内外集12卷，闽音传，敲空遗响12卷，如前传，变形堂续集16卷，金氏传，石堂集7卷，元玉传，枝芽诗集2卷，超凡传，留香一览1卷，明开传，画舵集6卷，传玉传，洞庭诗稿6卷，大邓传，立堂诗草1卷，符鸿传，义帐银5卷，古风传，南见银草1卷，十月传，银虚大师遗集3 ，PG 1255卷，明中传，法喜集3卷，拓余集3卷，禅仪传，水明山楼集4卷，宝义传，戒眼诗草12卷，清衡传，竹窗圣稿1卷，半侠传，口头吟1卷，龙池传，头吟1卷，启信传，茶梦山房，吟草2卷，达宣传，古树宣录1卷，孝颠传，小绿天眼吟草1卷，达寿传，以上方外，宋潘郎逍遥集1卷，赵襄南阳集6卷，夏宋文庄集36卷，宋祥宋元宪集40卷，宋齐宋景文集62卷，补遗2卷，附录1卷，胡素文公集50卷，补遗1卷，宋强至词部集36卷，王归华阳集60卷，附录10卷，金君清金氏文集2卷，刘敞公氏集54卷，刘班鹏程集40卷，陈顺于都官集14卷，郑谢云溪集30卷，吕陶敬德集30卷，刘志忠素集20卷，王安礼王卫公集8卷，李志济南集8卷，张顺明画漫集8卷，陆电桃山集14卷，华镇云溪居士集30卷，李富树水集16卷，刘气学义集8卷，毕仲游西台集20卷，吴泽里北乡集5卷，谢义西堂集10卷，李鹏日社园集10卷，吕南公灌园集20卷，慕容彦远痴文堂集15卷，附录1卷，许汉香林集12卷，毛滂东堂集10卷，周行己符指集8卷，赵鼎成竹影机事集20卷，洪鹏洪归赋集2卷，李兴跨鳌集30卷，李若水中闽集3卷，王安中出辽集8卷，许景恒恒堂集20卷，洪楚老普集2卷，
葛慎仲丹阳集24卷，张守毗陵集15卷，汪藻、伏羲集36卷，李光庄简集18卷，赵鼎中正德文集10卷，张括东窗集16卷，狄汝文中会集10卷，附录1卷，刘才少俊、西居士集12卷，吕夷号中牧集8卷，张聂子维集36卷，王阳东牧集14卷，王之道象山集30卷，黄彦平三余集4卷，李正明大隐集10卷，洪浩鄱阳集4卷，李刘谦旦斋集18卷，朱义前山集3卷，郭应云溪集12卷，齐崇礼北海集46卷。PG 1256，附录3卷，李处全松安集6卷，吴可藏海居士集2卷，曾己察山集8卷，张元干卢川归来集10卷，附录1卷，邓生伯集2卷，仲病福山集10卷，吴福湖山集10卷，汪应成文定集24卷，陈长方为士集4卷，附录1卷，王之望汉兵集16卷，曹协云庄集5卷，林继仲竹轩杂著6卷，王直雪山集16卷，李时方舟集24卷，玉梁能香山集16卷，崔敦礼公教集12卷，陈地蒙引集2卷，魏博定安类稿4卷，李吕旦宣集8卷，余筹尊白堂集6卷，袁说有东堂集20卷，许集之社斋集18卷，赵藩干道稿1卷，淳熙稿20卷，张全稿5卷，彭归年止堂集20卷，岑丰元都集20卷，袁谢协斋集24卷，蔡堪定斋集20卷，元兴宗九华集25卷，附录1卷，赵善扩印斋杂著6卷，李鸿云安类稿6卷，张资南湖集10卷，韩元集南建甲乙稿22卷，张辅自明集6卷，杨官清客亭类稿15卷，史尧连峰集10卷，孙应时竹湖集20卷，附编2卷，曹彦曰昌谷集22卷，廖行之省斋集10卷，周南山房集9卷，魏京后乐集20卷，杜正信善堂稿15卷，葛绍体东山诗选2卷，元辅蒙斋集18卷，吴永鹤林集40卷，许应龙东建集14卷，代许焕川集10卷，陈元敬余数类稿8卷，陈公许沧州陈否编14卷，苏银冷然斋集8卷，韩忽健全集20卷，陈其清云窗集10卷，王迈渠轩集16卷，包辉必肘稿略8卷，赵汝腾雍斋集6卷，赵孟坚遗斋文编4卷，张侃张氏卓轩集6卷，唐氏齿陵言集10卷，徐元节美也集12卷，高思的齿堂存稿8卷，杨方自西集11卷，附录1卷，世文前山集12卷，刘承翁虚西集10卷，胡仲公伟行漫游稿4卷，马廷鸾弼吴完方集24卷，书岳祥郎风集12卷，魏宗武秋生集6卷，董嗣稿庐山集5卷，殷熙集1卷，嘉炫翁则堂集6卷，连文凤百正集3卷，陈节字唐存稿4卷，蒲寿圣心全学诗稿6卷，金王纪卓轩集6卷，元 PG 1257，张养浩归田类稿24卷，爱信夫圣语2卷，陆文归强东类稿
20卷，赵文青山集8卷，胡之玉子山大全集26卷，杨洪道小亨集6卷，魏出清雅集5卷，刘江孙养无斋集32卷，耶律著双溪醉饮集8卷，滕安上东安集4卷，陈端礼卫斋集6卷，姚遂木安文集36卷，陈仪辅陈秋言诗集2卷，王旭兰宣集16卷，张之汉西言集20卷，刘敏中中安集20卷，王桀王文中集6卷，萧琴斋集8卷，童树举安集15卷，王仪一兵集24卷，陈端学基斋集5卷，朱熹言朴全引稿5卷，张仲生子渊诗集6卷，刘仁本雨亭集6卷，吴高无类稿3卷，周训性情集6卷，胡行简出引集6卷，明谢肃密安集8卷，钱载林安集6卷，兰人兰山集6卷，兰至兰见集6卷，郑前出安类稿2卷，功效鹅湖集9卷。以上乾隆10敕集。宋晏书元献仪文1卷。胡义堂集。宋游茂梁溪遗稿1卷。游动集。以上集义。总集类。古文渊鉴64卷。康熙24年，徐干学等奉敕编。唐宋文纯58卷。高宗预定。全唐文1000卷。嘉庆19年敕编。清文引124卷。乾隆12年，张廷玉等奉敕编。清序文引108卷。嘉庆15年敕编。全唐诗900卷。康熙46年，彭定求等奉敕编。唐诗32卷，附录1卷。康熙52年，圣祖御选。四朝诗312卷。康熙48年，张玉章等奉敕编。全经诗74卷。郭元瑜原本。康熙50年奉敕刊。配文。斋咏物诗选486卷。康熙45年，张玉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120卷。康熙46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唐宋诗纯47卷。高宗预定。西朝雅颂集首集26卷，正集。PG 1258。108卷。嘉庆9年，铁宝等奉敕编。千叟宴诗4卷。康熙11年敕编。千叟宴诗34卷。乾隆49年敕编。中举千叟宴诗34卷。乾隆55年敕编。南巡赵氏录3卷。乾隆谢雍等奉敕编。尚书房萧寒诗1卷。嘉庆时，董观国等奉敕编。三元诗1卷，附三元喜宴诗1卷。嘉庆25年，陆熙雄奉敕编。历代附会140卷，外集20卷，译句2卷，补一22卷。康熙45年，陈元龙等奉敕编。四书文41卷。乾隆元年，方苞奉敕编。文选举证2卷。陈景云传。文选理学全余8卷。汪诗涵传。
文选理学全余补1卷，文选理著补正4卷，文选考异4卷。孙志祖传，文选考异10卷。胡克家传，文选英译8卷。余萧客传，陈宾华补集，文选集释24卷。朱建传，选学教研20卷。张云鳌传，文选旁证46卷。梁章巨传，文选兼正32卷。胡绍英传，独选1001卷。陈景传，选学归理1卷，选学归和1卷。徐潘凤传，文选书解19卷。顾师真传，选诗定论18卷。吴湛传，古诗19首说1卷。徐坤传，古诗19首注1卷。清兵传，古诗19首解1卷。张根传，古诗19首详解2卷。饶学兵传，文选古字通书正6卷。薛传君传，文选考英1卷。赵敬传，文选编诸1卷。时运玉传，文选通假字汇4卷。杜宗玉传，文选刻虚4卷。杭世俊传，玉台新咏考异10卷。季荣书传，玉台新咏兼注10卷。吴兆仪传，才调集补注10卷。殷元勋，宋邦随同传，三体唐诗补注6卷。高士奇传，唐诗鼓吹兼注10卷。注前朝资王俊成传兼王清臣陆仪典传。诗纪匡谬1卷。冯书传，全上古3代秦汉三国6朝文746卷。严可君集，唐文萃补一26卷。郭林集，唐文11 80卷，续16卷。陆新元集，宋文选30卷。顾承编，宋4大文选8卷。陶挺编， PG 1259。南宋文范70卷。庄仲方编，南宋文录24卷。董兆雄编，辽文萃7卷。王仁俊集，今文雅10卷。庄仲方编，今文最120卷。张金吾集，南汉文字4卷。梁廷瞻编，西夏文缀2卷。王仁俊集，明文海482卷，明文授读62卷。黄宗羲编，明文在100卷。薛熙编，国朝古文会超初集176卷。二集100卷。朱建编，国朝文录82卷，续录66卷。李祖陶编，国朝文录100卷。姚春编，国朝文真40卷。吴义凤编，国朝古文正的7卷。杨仪真编，国朝6家文超8卷。刘植御编，3家文超32卷。宋洛编，胡海文传75卷。王昶编，切问斋文超30卷。陆耀编，黄巢经世文编120卷。
贺长龄编。黄巢经世文序编120卷。盛康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9卷。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录51卷。楚兴编。唐宋八大家文读本30卷。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分体初集8卷、2集8卷、3集8卷。汪奋编。金元明八大家文选53卷。李祖陶编。司文正统12卷。刁包编。古文雅正14卷。蔡世远编。古文今早2卷。李光的编。续古文雅正14卷。林有习编。文章正宗读本16卷。王汉熙编。文章炼要10卷。王元编。古文进道集2卷。王赞元编。古文约编10卷。倪承茂编。乾坤正气集574卷。潘熙恩编。古文词类纂48卷。姚鼐编。古文词略24卷。梅岑亮编。续古文词类纂34卷。王先谦编。续古文词类纂28卷。黎树昌编。经史百家。杂抄20卷。经史百家简编2卷。明元堂论文2卷。岑国藩编。续古文苑20卷。孙兴衍集。经史文钞8卷。赵少祖编。八旗。文经56卷，作者考1卷。盛玉编。砚台文选8卷，补遗1卷。田茂玉编。荣成三贤集10卷。张斐然编。金陵文钞16卷。陈作霖编。72风族真集101卷。吴定章编。松林文录2 14卷。林干编。南昌文考20卷。徐武编。临川文献8卷。PG 1260。胡义堂编。丰阳人文纪略10卷。聂方生编。金华文略20卷。王崇炳编。当湖文系出编28卷。朱仁麟编。晋云文真20卷，补编1卷。汤成烈编。湖南文真190卷。罗汝怀编。中州文真54卷。苏元生编。续垂集编3集10卷，4集9卷。范浩鼎编。滇南文略47卷。袁文奎、张登营编。杨氏5家。文钞12卷。杨常氏集从子以瑞、以衍从孙兆凤、赵年传。义门正氏义业集10卷。郑耳元编。申氏拾遗集2卷。申居云编。汪氏传家集130卷。汪婉编。三陶集22卷。杨遗孙编。沈氏三代家言15卷。沈中佑编。彭氏三先生集7卷。彭祖贤编。安吉诗事遗著7卷。戴义清、朱廷谢同编。钱氏四先生集15卷。不着编人。骈体文钞31卷。
李兆洛编，唐骈体文，超17卷，陈君编，宋四六选24卷，彭元瑞、曹振庸同编，骈体正宗12卷，岑昱编，骈文类卷14卷，姚燮编，8+4， 68卷，孙兴衍编，10+4 60卷，王先谦编，历朝赋格15卷，陆柔编，历朝赋楷9卷，王修玉编，赋会录要兼略10卷，吴光昭传，70+赋超5卷，张惠言编，藏轨集16卷，周在俊编，尺牍英名集12卷，王相编，颜氏家藏尺牍4卷，信士考1卷，潘世成编，明尺牍墨华3卷，黄本纪编，公维选3 15卷，周寿昌编，汉诗英注5卷，汉诗评5卷，李英笃传，汉诗统兼3卷，陈本礼传，唐诗选17卷，唐人万首绝句选7卷，唐贤三妹集3卷，王士祯编，唐贤三妹集兼注3卷，吴宣、胡唐传，全唐诗录100卷，徐超编，唐四家诗选8卷，汪立明编，说唐诗2 13卷，戴明说传，续三体唐诗8卷，唐诗燕藻8卷，高士奇传，唐诗寇旦集12卷，续集3卷，杜兆、杜廷珠同编，唐诗贯珠监释60卷，胡以梅编，唐诗别裁集30卷，沈德潜编，读雪山房唐诗选40卷，续历1卷，管世明编，全五代诗100 ，PG 1261卷，李调元编，宋诗超106卷，吴之正编，宋诗山25卷，顾贞观编，宋百家诗存28卷，曹廷栋编，宋诗选49卷，曹学全编，元诗选3集111卷，元诗选轨集10卷，顾嗣立编，列朝诗集6集81卷，钱谦益编，明诗宗100卷，朱彝尊编，明诗别裁集12卷，沈德潜编，明30家诗选2集16卷，归秀汪端编，古诗选32卷，王士祯编，诗源25卷，顾大生编，历朝诗约选92卷，刘大奎编，古诗录12卷，张其编，18家诗超20卷，岑国藩编，宋元诗会100卷，陈超编，宋金元诗咏20卷，补遗2卷，吴启编，宋金元诗选8卷，吴义凤编，宋元4家诗选4卷，戴希编，清诗选30卷，孙弘编，清诗初集12卷，蒋龙等编，圣朝诗选初集12卷，顾师真编，
本朝应制琳琅集10卷。邹仪贵编。本朝馆阁诗20卷。阮学弘编。国朝庚阳集注16卷。张日询、邱允德同编。国朝应制诗粹4卷。许大伦编。清诗鼓吹4卷。周佑宇编。国雅集2卷。傅王漏编。国朝诗别才集36卷。沈德潜编。国朝正雅集100卷。福宝森编。国朝诗10卷，外编1卷，补6卷。吴义凤编。国朝诗的63卷。陶轩等编。国朝诗成10卷。刘然编。国朝诗铎26卷。张应昌编。国朝诗引1卷。不着编。任世明。国朝诗粹初集10卷，二集4卷。潘英等编。国朝6家。诗超8卷。刘植玉编。国初10家诗超75卷。王相编。4家。诗超28卷。王弃进编。诗词10卷，广集89卷。魏宪编。陆承二先生诗超16卷。蒯德摩编。2家诗超20卷。邵长衡编。妻子诗选14卷。沈德潜编。8家诗选8卷。吴之正编。2逢诗集9卷。胡思进编。国朝4家诗集4卷。叶谢编。诗官12卷。邓汉仪编。明夷名诗16卷。卓尔堪编。感旧集16卷。王世贞编。同人集12卷。茂香编。旧怀集2卷。冯书编。窃眼集12卷。陈维松编。素回集10卷。魏义介编。净光集2。PG 1262。14卷。汪世宏编。群雅集12卷。李正玉编。高言集4卷。田茂玉、董于同编。余也集7卷。王元编。有声集7卷。赖坤生编。续同人集13卷。袁枚编。金兰续集1卷。徐坚编。8表庭云集30卷。严长明编。群雅集40卷，2集9卷。王宇编。清尊集16卷。汪远孙编。客竹集1卷。曹仁虎编。何簪集10卷。刘国集编。过日集16卷。岑灿编。幽光集1卷。方登贤编。沈朱集1卷。陈澄生编。金陵集12卷。张伦编。天籁集1卷。郑旭旦编。魏托集16卷。黄安涛编。养虚集8卷。续集6卷，又续集6卷。怀旧集12卷，续集6卷，又续集2卷。吴义凤编。同调集1卷。龙铎、舒卫同编。拜阳集8卷。马俊成编。
蓝延集20卷，谢坤编。蓝延集12卷，赵少巨编。笃旧集18卷，刘存仁编。师友集10卷，梁章巨编。协方集2卷，谢同刚编。共赏集1卷，二编1卷，钱承编。湖海诗传4 16卷，王昶编。福伦新集14卷，黄传巨编。同岑诗选12卷，黄孙粲编。同人题赠集4卷，何承彦编。退翁所见录10卷，叶廷棍编。白山诗界10卷，铁宝编。国朝基辅诗传60卷，陶梁编。沧州诗抄12卷，王国军编。荆门诗抄30卷，梅承栋编。燕齐4家诗集12卷，不着编人。词人诗10卷，杨方晃编。一台风雅4卷，苏弘祖编。一台风雅续集4卷，苏元善编。江苏诗真180卷，王玉编。国朝金陵诗真48卷，朱旭岑编。石承七子诗抄14卷，翁长僧编。金陵名胜诗抄4卷，秦淮诗抄2卷，李敖编。南邦离县集16卷，鄂尔泰编。吴峰2卷，江左15子诗选15卷，宋洛编。江左3大家诗抄9卷，顾有效编。江左10子诗抄10卷，王明胜编。吴会英才集24卷，毕元编。吴门3家诗3卷，朱麟编。姑苏杨柳枝词1卷，汪婉编。木渎诗存14卷，汪正编。国朝松林诗真20卷，费周人编。西湖诗18卷，徐达元编。松风余韵51卷，姚宏。PG 1263续编。国朝炼音集12卷，王辅明编。青浦诗传32卷，王昶编。海曲诗抄16卷，冯金伯编。太仓10子诗选10卷，吴伟叶编。毗陵6义诗抄23卷，庄士芬、徐梅同编。梁溪诗抄58卷，顾光绪编。金江奇旧集13卷，张学仁编。焦山诗集1卷，卢建曾编。淮海英灵集22卷，阮元编。刊上题经集1卷，续集1卷，岑玉编。辟湖联营集7卷，李光国传。高尤其旧诗存2卷，王敬之编。东高诗存48卷，王之恒编。崇川诗抄会存51卷，王藻编。崇川诗集12卷，孙祥编。续婉雅8卷，蔡真编。合肥3家诗录2卷，谭宪编。江西诗真94卷，岑玉编。
岳阳诗传4卷。李协、李荣同编。江浙诗存6卷。阮渊、秦莹同编。两浙游宣录40卷，补遗10卷。阮渊编。续两浙游宣录54卷，补遗6卷。潘衍同编。浙人诗存8卷。柴节编。国朝行郡诗集32卷。吴浩编。孙振玉仲编。国朝行郡诗集续编46卷。吴振玉编。国朝行郡诗3集100卷。丁秉编。西陵3太守诗抄3卷，西陵6君子诗抄6卷。聂先编。西陵5部一遗著25卷。丁秉编。钱塘怀古诗1卷。王德龄编。胡树诗抄8卷。孙以荣编。西陵十子诗选10卷。补者编人。西湖柳枝词5卷。王昶编。海昌丽则8卷。吴谦编。醉里诗系42卷。沈继友编。续醉里诗系40卷。胡昌基传。嘉禾百咏偶抄1卷。不着编人。梅里诗集28卷。许粲编。梅里续诗集12卷，补遗1卷。沈爱莲编。梅会诗集13卷。李维钧编。梅会诗选12卷。李道成编。魏唐诗成8卷。钱家编。峡川诗抄20卷。曹宗载编。峡川诗序抄16卷。许仁穆、蒋学坚同编。鸳鸯湖棹歌4卷。不着编人。柳州诗集10卷。陈岑兴编。国朝湖州诗序录16卷。郑吉编。吴兴诗存4集48卷。陆兴元编。浙西6家诗抄6卷。吴应鹤编。咏上奇旧诗30卷。胡文学编。四民四友诗6卷。郑信编。月老诗搜12 PG 1264卷。倪立编。月凤30卷。商盘编。姚江一诗15卷。黄宗羲编。续姚江一诗12卷。倪继宗编。岳七12家诗集8卷。补者编人。岳三子集7卷。潘祖应编。诸记诗存16卷。厉资德编。诸记诗存续编4卷。郭兆编。圣诗抄4卷。吕岳孙编。上虞诗选4卷。徐干编。上虞4家诗抄18卷。不着编人。金华诗录60卷。朱衍编。永康时孝廉诗抄22卷。胡凤丹编。东阳历代诗9卷。董兆勋编。国朝延川诗录8卷。宗元汉编。黄岩集32卷。王永妮编。三台诗录32卷。七学标编。仙居集24卷。王寿仪编。两浙教官诗录18卷。许正寿编。
国朝全闽诗录初集32卷，续集11卷。郑节编。蒲风青睐。集60卷。郑王成编。黄冈二家诗抄34卷。陈师敬编。资。江其旧集64卷，原乡其旧集200卷。邓显赫编。国朝山左。诗抄60卷。卢建曾编。山左诗序抄32卷，补抄4卷。张彭展编。曲赋诗抄8卷。孔宪仪编。瞿峰集略7卷。马长书编。山右诗存24卷，附录8卷。李希林编。近4人诗6卷。代廷士编。蒲溪营舍3家诗抄4卷。顾宜录编。陆安诗抄前编4卷。陈之韶编。陆安诗抄后编12卷。常玉编。陇西2家诗抄3卷。李俊编。蜀雅20卷。李调元编。蜀诗15卷。费金鱼编。粤东诗海100卷，补遗6卷。温汝能编。粤风集4卷。李调元编。广东诗粹12卷。梁善长编。岭南群雅集6卷。刘彬华编。岭海诗抄24卷。林阳早编。楚廷其旧诗前集21卷，后集32卷。武重耀编。端人集4卷。彭泰来编。乐诗搜译4卷。黄子高编。乐13家诗抄183卷。武元威编。倪晨风雅2卷。劳亚编。前诗纪略23卷。黎兆勋编。滇诗4音集20卷，补遗1卷。黄从编。滇诗重光集18卷。许应方编。滇诗11 6卷。陈荣昌编。武孟堂诗抄4卷。叶谢编。曲赋孔氏诗抄14卷。孔宪仪编。长陵4世公也集5卷。林奇 PG 1265。茂编。述本唐诗集21卷。同陈方士编。二方诗抄6卷。方关成编。笃序唐诗集5卷。侯官许氏编。帝华书屋进客4卷。朱襄、朱绛、朱刚传。沈氏诗录12卷。沈祖禹编。同贺诗抄29卷。丹明编。胡陵江氏集5卷。江巴窦编。春兴唐诗集10卷，续集1卷。汪甫编。汪氏传家集1卷。汪宗玉编。邵氏连珠集4卷。邵其烈、邵其涛、邵其雄、邵其然传。陈氏连珠集15卷。王兆奎编。狄氏诗抄1卷，附录1卷。狄汉编。朱世家集10卷。朱家乐编。后村周氏渊源录13卷。周元编。萧山任氏遗方集3卷。任渠编。
虞山黄氏5家集5卷。黄太编。秀水王氏家藏集50卷。王炯之编。西山秦氏诗抄15卷。秦兵编。钱氏传方集1卷。钱永编。寄生堂集4卷。张彬、张琦。张浩、张春年传。鄂薛连营集2卷。马国伟、马用俊传。桐城。马氏诗抄70卷。马树华编。尹氏历代诗抄70卷。尹伦编。许氏金乡集4卷。许兆雄编。秦川黄氏3集3卷。黄鹤、黄书。粲、黄庭鉴传。瑞竹亭合稿4卷。王月阔、王月荣传。涂世坤。记诗抄2卷。涂秉钧等传。戴氏3郡集3卷。戴芬、戴福谦。戴纯传。胡氏群从集3卷。胡挺、胡坤、胡从传。方士乔。子集1卷。方志集子宗成传。毗陵杨氏诗存6卷，复编3卷。杨宝仪编。新安仙集20卷。朱之真编。海丰吴氏诗存4卷。吴仲熙编。石氏乔子集2卷。潘中瑞编。二熊君诗圣2卷。熊其英、熊其光传。二许集2卷。许乃济等传。同怀忠孝集2卷。严承编。高氏一家稿1卷。高云林编。汪氏全集12卷。汪曾为编。胡树钱氏家集18卷。钱锡兵等传。季阳家集1卷。丁丙编。陈北畅随集1卷。徐业君集七五晚一传。畅贺初集1卷。随草2卷。随草续编1卷。李元鼎集七株中梅传。明和集1卷。地长80亿营集1卷。马吕太极续所成，子庆孙、遗孙传。庭林同志赠言1卷。沈代瞻编。双节堂赠言30卷。汪辉巨编。PG 1266。汤将军怀中录8卷。汤臣列编。查氏一门列女编1卷。查理编。子阳书院课余选2卷。涂拙编。进修堂师复课抄15卷。胡景编。八专营管课逐集2卷。阮元编。问梅诗社诗抄1卷。尤兴诗编。林屋营谢诗抄12卷，附录3卷。任兆麟编。谢秦诗抄8卷。吴景朝编。载书徒题咏1卷。王世贞编。填词徒题咏1卷。陈维松编。封江渔父图咏1卷。徐求编。松吹堂读书图题咏1卷。杭世俊编。梦境图唱贺诗1卷。黄丕烈编。张义娘簪。花图题咏1卷。不着编人。乐府英华10卷。顾有效编。乐府广序30卷。朱家珍编。
古谣燕100卷，杜文兰编。古今谣燕补注2卷，古今风谣拾遗4卷，古今燕拾遗6卷。史梦兰编。古燕监10卷，林伯同传。唐公为诗3卷，费密编。妇人集1卷，陈维松编。国朝闺秀正史集20卷，附录1卷，补遗1卷。闺秀运珠编。红树楼名园诗选12卷，陆矮编。国朝闺阁诗抄9 19卷，蔡殿琪编。女士诗抄不分卷，吴义凤编。袁家三妹合稿3卷，袁枚编。鲍氏3女子诗抄3卷，闺秀鲍之兰等传。隋元女弟子诗选6卷，袁枚编。毕承仙馆女弟子诗1卷，陈文树编。金江三上人诗选3卷，洪亮集编。宋承启江湖小集95卷，江湖后集24卷，元方回文。选言报谢诗评4卷，汪泽民、张师与婉玲群英集12卷。以上。乾隆10敕集。诗文评类。旧文阁论2卷。顾炎武传。系唐永日序论1卷。王夫之传。论学三说1卷。黄宇坚传。博子论文1卷。魏继瑞传。日录论。PG 1267。文1卷。魏喜传。枣林义馈1卷。谭谦传。铁力文起22卷。王之基传。新斋论文1卷。王元起传。古文序论1卷。吴德炫传。树眼论文别录1卷。王昶传。明元堂论文2卷。岑国藩传。义概6卷。刘熙载传。论文章本元3卷。方宗成传。四六经真1卷。陈维松传。四六从化33卷。孙梅传。宋四六化12卷。彭元瑞传。独父之言1卷。王启孙传。建兴卢赋化10卷。林连贵传。赋化10卷。李调元传。春秋诗化5卷。劳小鱼传。选诗从化1卷。孙梅传。读雪山房唐诗繁例1卷。管氏名言训。李杜诗化3卷。潘德余传。五代诗化12卷。王世贞传。五代诗化10卷。郑方昆传。西昆发为3卷。吴乔传。江西诗社宗派。图录1卷。张太来传。辽诗化2卷。周春传。名人诗品2卷。杜应堂传。历代诗化80卷。吴景绪传。历代诗化考所1卷。何文焕传。全闽诗化12卷。郑方昆传。荣成诗化3卷。杭氏郡传。南浦诗化8卷。雁荡诗化2卷。梁章句传。全浙诗化14卷。桃源早传。全浙诗化刊物1卷。
张道传，广陵诗事10卷，阮元传，杜律诗话2卷，陈廷敬传，杜诗双生叠韵谱括略8卷，周春传，玉溪生诗说2卷，纪云传，苏海石余4卷，王文诰传，苏亭诗话6卷，张道传，诗律蒙诰1卷，顾炎武传，诗铎1卷，王夫之传，梅村诗话1卷，吴伟业传，代金堂诗话30卷，王士贞传，张宗瞻集，诗有诗传录1卷，郎廷集传，序录1卷，刘大清传，然登记文1卷，何氏奇传，霍斋诗话2卷，诗论章传，谭龙录1卷，赵直信传，漫堂说诗1卷，宋洛传，晋志居诗话24卷，朱彝尊传，西河诗话8卷，毛麒麟传，诗变第4卷，毛先书传，出白安诗评3卷，查慎行传，韩诗话1卷，顾嗣立传，谭诗录1卷，诗学纂文1卷，汪诗涵传，野鸿诗的1卷，黄子云传，诗意故说2卷，庞凯传，围炉诗话8卷，吴乔传，元诗1卷，叶谢传，说诗罪语4卷，沈德 PG 1268，钱传，廉颇诗话3卷，查为人传，随园诗话16卷，补遗10卷，袁枚传，石州诗话8卷，翁方刚传，北疆诗话6卷，洪亮基传，明乡诗论1卷，宋大尊传，欧北诗话2卷，赵翼传，雨村诗话2卷，李调元传，拜金楼诗话4卷，吴谦传，岳山诗话1卷，宗室恒人传，柳亭诗话30卷，宋俊传，怀唐诗话1卷，汪沆传，福亭诗话2卷，桃源藻传，临分馆诗话18卷，郭林传，雅歌堂诗话2卷，陈经传，平水斋诗话1卷，书卫传，山静居诗话1卷，方勋传，袍庐诗话3卷，姚春传，养义斋诗话10卷，潘德余传，云石山房诗话6卷，杨佩传，小袍演诗话10卷，吴养贤传，摄阴楼诗话24卷，林昌仪传，寿松堂诗话4卷，陈来泰传，登窗所话4卷，余元传，春雪亭诗话1卷，徐雄飞传，春草堂诗话8卷，谢坤传，元安诗话3卷，李唐传，奈冷谭16卷，宋贤熙传，小沧浪诗话4卷，张谢成传，养自然斋诗话10卷，钟俊生传，
积雅堂诗话2卷。潘衍同传。然之吉利1卷。王氏录传。师法粹编15卷。许应方传。闺秀诗话4卷。梁章句传。闺秀诗话续编4卷。丁云传。全唐文纪事120。2卷。陈弘池传。宋诗纪事100卷。立二传。宋诗纪事补遗1卷。罗以志传。宋诗纪事补遗100卷。附小传补正4卷。陆兴。元传。本史诗12卷。徐求传。词坛纪事3卷。李良年传。国朝诗人小传4卷。郑方昆传。国朝诗人征略60卷。二编60。4卷。张维平传。志异从化24卷。梁章句传。释律新化4卷。倪弘传。声调谱1卷。序谱1卷。赵直信传。声调谱11 1卷。狄浩传。声调八并说1卷。吴正传。声调谱说1卷。吴少灿传。声调三谱4卷。王祖元传。声调4谱12卷。董文焕传。宋吴可藏海诗话1卷。不着传人名士桓熙诗话1卷。王震德余诗录4卷。李其清文章经义2卷。周密浩然斋雅谈3卷。PG 1269。元成义文说1卷。以上乾隆10敕集。词曲类。古诏初集1卷。二集1卷。潇湘苑词1卷。王夫之传。西草堂词1卷。万寿七传。梅村词2卷。吴伟业传。定山唐诗余4卷。龚鼎资传。唐村词3卷。梁清标传。玉琴斋词4卷。余怀传。吹文词2卷。王氏录传。演播词2卷。王氏真传。义湘词抄4卷。吴起传。苍梧词12卷。董元凯传。二湘亭词2卷。宋婉传。鲍书亭词7卷。江湖载9集3卷。番景集2卷。朱彝尊传。鲍书亭词注7卷。李复孙传。嘉陵词30卷。陈维松传。科学词2卷。曹真集传。纳兰词5卷。那喇承德传。但至词3卷。顾贞观传。紫云词1卷。丁伟传。惟云词1卷。秦松林传。邱家词1卷。吴兆谦传。盖唐诗余2卷。孙之卫传。明斋诗余2卷。彭孙仪传。颜漏词3卷。彭孙玉传。秋景山房词1卷。李良年传。封湘词1卷。宋洛传。西河田词6卷。毛麒麟传。百墨词6卷。游洞传。荣度词1卷。董义宁传。玉山
词一卷，六次云传，余波词2卷，茶圣行传，书香词一卷，竹窗词一卷，独旦词一卷，高士奇传，炼亭词抄一卷，曹寅传，明科词一卷，陈梦欣传，归于诗余一卷，沈德潜传，红偶庄词3卷，龚祥林传，14山房诗余一卷，胡天游传，樊谢山房词2卷，续集一卷，立二传，压连词一卷，查为人传，东兴先生，自度区一卷，金农传，青山词一卷，郑方坤传，板桥词抄一卷，郑燮传，同贤词2卷，蒋士全传，冰天雪教词一卷，深灯影词一卷，洪亮集传，竹眠词2卷，黄景仁传，明科词一卷，张惠言传，念晚斋词抄一卷，左辅传，监堂词一卷，运镜传，晒书 PG 1270，唐诗余一卷，好义行传，蠢翁词2卷，李调元传，谢谷词一卷，马约棍传，南斋词2卷，马约禄传，岳满楼词2卷，顾宗泰传，有正位斋词8卷，吴锡奇传，洪威翠竹词一卷，焦循传，求是唐词一卷，胡承拱传，扁舟载酒词2卷，江帆传，宗庭词抄7卷，金兆彦传，亦有生斋词5卷，赵怀玉传，芙蓉山馆词抄2卷，真律斋词2卷，杨方灿传，梅边吹笛词2卷，林廷堪传，金牛湖渔唱1卷，张云鳌传，齐物论斋词1卷，董世熙传，香草词2卷，洞箫词1卷，碧云庵词2卷，宋祥凤传，骊山词1卷，张琦传，响肘词4卷，秦恩复传，遥响词1卷，王启孙传，介贤生词1卷，汪远孙传，梅边吹笛谱2卷，彭窗剪竹集2卷，李唐传，百元雨夜1卷，朱昂传，真传词1卷，刘四婉传，引藤花馆词4卷，戴言介传，秦祝山房乐府2卷，盛大士传，小摩商馆诗余1卷，彭兆孙传，恒梦词2卷，福梅楼词2卷，产余起语2卷，窜余词1卷，郭林传，百二红词2卷，吴资传，香苏山馆词1卷，吴松良传，漏禅吟词抄1卷，唐仲勉传，条一词1卷，李兆洛传，思贤阁词1卷，丁履衡传，万善花式词1卷，方履简传，蓝石词1卷，董佑成传，存审斋词3卷，周纪传，堕雅1卷，
蒋曰玉传，耶溪余隐词2卷，图拙传，红豆，树管词8卷，陶梁传，林孝阁诗余4卷，朱俊生传，知止唐词，录3卷，朱寿传，同月修萧谱1卷，王家录传，翠微雅词1卷，歌载传，阴柳阁词2卷，焦庭虎传，卓以元词2卷，黄宪清传，柯家山馆词3卷，颜元照传，玉壶词选2卷，改其传，种云仙，馆词4卷，吊传笛谱1卷，冯登甫传，六花词1卷，徐雄飞传，以秦楼诗余4卷，黄谢清传，桐花阁词抄1卷，吴兰修传，渊央义府管吹乐词2卷，陈元鼎传，清梦安2白词5卷，沈传贵传，金梁梦乐词2卷，怀梦词1卷，周之奇传，冰蚕词1卷，陈琳传，空清词3卷，边玉礼传，清灵词1卷，陆记录传，竹 PG 1271，灵词1卷，金氏玉传，养义斋词3卷，潘德余传，吴者词1卷，怀仁馆词1卷，隐士词1卷，小奢摩词1卷，庚子雅词1卷，龚自珍传，双燕斋词2卷，邓廷珍传，玉景山馆诗余1卷，许宗恒传，沧浪馆词1卷，孙鼎臣传，新安词1卷，何兆莹传，诗林词序1卷，张祥和传，茂林秋雨词4卷，王枕传，春在堂，词录3卷，余岳传，玉泉词1卷，潘曾伟传，梅绿楼词8卷，顾文彬传，分陀利氏词1卷，潘祖印传，思义堂词1卷，周寿昌传，东周草堂诗余1卷，何绍基传，拜石山房词4卷，顾汉传，孝义斋诗余1卷，邹汉勋传，秦隐元词4卷，汤宜汾传，听卢诗余1卷，杨传弟传，藤香馆词1卷，薛时宇传，惠翁诗余5卷，汪士铎传，易云词5卷，向弘作传，水云楼词2卷，蒋春林传，欧梦词1卷，刘吕芬传，傅唐词3卷，谭宪传，辛恒词6卷，张景祺传，声乐词5卷，花影词1卷，王仪寿传，疏影楼词5卷，姚燮传，陈比部词抄1卷，诗余别集1卷，陈寿祺传，环丘词1卷，陈廷禄传，所孝词2卷，张文虎传，太素斋词抄2卷，乐方乙传，采香词4卷，杜文兰传，黄燕山人，词4卷，庄敬度传，空一切安词1卷，邓家纯传，
秦花暖玉词2卷，邓家枕传，立强词1卷，汪约真传，韩松阁词2卷，张明科传，香禅经舍词4卷，潘中瑞传，秀墨集1卷，重秋词1卷，魏离集1卷，雾翁集1卷，调之集1卷，孝梦刊集1卷，庚子秋词1卷，春折吟1卷，王鹏运传，兰当词2卷，陶方奇传，玉华阁词1卷，宗室圣玉传，笃岐山庄词8卷，谢章挺传，蒲斋词1卷，朱可宝传，树泉词1卷，陈兆麟传，霞川花影词2卷，李慈铭传，云启轩词抄1卷，文廷式传，林园词1卷，刘恩福传，山中和白云1卷，拈花词1卷，蒋敦复传，千红词1卷，陈如生传，乔峰乐府9卷，郑文超传，红椒词1卷，江标传 PG 1272，宋格慎重丹阳词1卷，乾隆石赤集，以上词曲类词集之属。历代诗余120卷。康熙46年，沈承元等奉敕传，绝妙好词兼7卷。查为人，历2同集，词宗34卷。朱彝尊传，词宗补8卷，明词宗12卷。王昶传，词宗补遗20卷。陶良传，选生集3卷。吴起传，东日堂词选初集15卷。同事，南编，历朝名人词选13卷。夏秉衡传，词选2卷。张惠言传，五代词选3卷。陈兆麟传，宋七家词选7卷。歌载传，词变2卷，宋四家词选1卷。周记传，序词选2卷。董翳传，临夏词选14卷。周明传，16家词39卷。孙默传，京词卷3卷。陈维松等编，京词选2卷。那喇承德、顾贞观编，招待词选3 18卷。蒋崇光传，国朝词宗48卷。王昶传，国朝词宗补58卷。丁绍仪传，国朝词宗续编24卷。黄谢清传，国朝词雅24卷。姚阶编，绝妙净词6卷。孙麟指编，绝妙净词序抄2卷。余吉、徐茂同编，诗余偶抄6卷。王先谦编，燕世联营集4卷，讨春合唱1卷。袁通编，金陵词抄8卷。秦记，唐编，江东词社选1卷。秦耀曾编，广陵唱和词1卷。孙经历编，高邮其旧诗余1卷。王敬之编，乐风序9 4卷。吴其编，闽词抄4卷，本史词2卷。天籁轩词选6卷。
叶生乡编，明湖，四家词4卷，赵国华编，四明晋体乐府15卷，元君编，峡川，词抄1卷，曹宗载编，同声集9卷，王固编，侯钦词5卷，编，宝书编，切中词6卷，序4卷，谭宪编，词学全书14卷，查季其编，词学丛书23卷，秦恩复编，花草蒙识1卷，王士贞传，词话2卷，毛麒麟传，词苑从，谭12卷，徐求传，古今词话6卷，沈雄传，词藻4卷，词统，源流1卷，金粟词话1卷，彭孙玉传，词家辩证1卷，李良年传，七宋唐词义1卷，刘体仁传，词宗偶评1卷，许昂萧传，PG 1273，填词明解4卷，毛先书传，远志斋词中1卷，邹之谟传，词灵，记事22卷，张宗萧编，雨村词话1卷，李调元传，香严居，词主5卷，方成培传，莲子居词话4卷，吴恒照传，听秋生馆，词话20卷，丁绍仪传，堵冈山庄词话12卷，谢张挺传，分陀利氏词话3卷，蒋敦复传，词谱40卷，康熙54年预定，词律20卷，万数传，词律11卷，徐本利传，词律校刊记20卷，杜文兰传，填词图谱6卷，续集2卷，赖以宾传，白香词谱1卷，舒梦兰传，白香词谱兼4卷，谢朝真传，天籁轩，词谱6卷，叶生乡传，词韵选集1卷，应题为千传，荣源词韵1卷，吴宁传，学宋斋词韵1卷，吴朗传，词韵2卷，仲衡传，词临正韵3卷，歌载传，词韵考略1卷，许昂萧传，岁经词韵4卷，谢元维传，新生谱1卷，朱和熙传。以上词曲类词话、词谱、词韵之属。曲谱14卷。康熙54年奉敕传。九宫大臣曲谱81卷，润集1卷。庄亲王传。招待萧韶20卷。王廷章等集。志。屈之言1卷。黄州新传。南区入深答问1卷。毛先书传。乐府。传声2卷。徐大春传。宜立安北词广正谱部分卷。李元玉传。南词定律13卷。杨旭等传。太古传宗2卷。邹金生等传。屈。目表1卷。知风遗传。屈海总目1卷。黄文阳传。雨村区画2。
卷。李调元传。曲化5卷。梁廷瞻传。以上此曲类南北区之属。PG 1274。卷第149至124。交通1。有清之事，欧洲诸国以制器相近至强富，陆船邮电，阴历成全。道光朝5口通商，各国种计制，中外地通，外州侵入我。江海至邮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及我海上，轻轻有反客为主之势焉。李鸿章、郭松涛诸臣以国权、商务、容积所关甚巨，抗书论列，其始也阻。于仲修，其计也促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其局。于时鸿章总督直隶，领北洋通商大臣，忍购负重，促官绝臣。长江招商轮船局始于同治13年。代光绪3年，有唐山虚各庄铁路支柱。4年，设邮政局。5年，设电线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西达天津。自时绝后，遂展越拓，分途并进。轮船则有官轮、商轮之别，铁路则有官办、商办之别，电线则有部办、省办之别，邮政则有总局、分局之别。宣统初，邮传部记录之通车者逾万里，县之通电者9万余里，局之通邮者4000余处。岁之所入，路约银2000万，电约1000万，邮600余万。而岁之外所营无几，吾乃分其利者众余。习者车行日不过100里。州则是风势水流为持急，停骑军书，一人借马4，近日系行步，过600-700里矣耳。今则京汉之车、京沪之舟，计程各2-3千里，而遥不出3日，由之复舟车以达者如之。若以电线达者，数。PG 1275。万里外瞬息立志。民情律使难，官臣易，故船、电、路皆有商办民。故严厉之臣须御龙为国有，以家诸电商者家之川汉自办之路，操之过激，商贾抗议者折罪之，迎刑而惩，以犯众怒。党人臣之，国本遂摇。孔子论治，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为极甚。亲之天下，可谓同文同轨矣，惟行书焉，而理乱顿矣。则知伏羲是所谓通天下之治者，有行下之器，犹贵有行上之道，以为系之，未可重器而移道也。传交通志。铁路。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种而行之。同治纪年，海防一起。直都李鸿章数为执政者乘铁路之力，不果行。光绪初，因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协江都省保真、习盛宣怀等与因人议，促以银28万两购回费，至不用，使者袭之。3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虚各庄铁路8犬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6年，刘铭传入境，书言自古敌国外患，
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的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犹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进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迟闷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10年，或且不测。日本一旦亡国耳，失西人之长计。是有铁路，亦欲是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故以次第举行。然其机阔，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物、政务、商务、矿物、离捐、行旅者不可单数，而于用兵犹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PG 1276，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划江而守，则防不胜防；持竹往来，则鞭长莫及。唯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是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及。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18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将比界，各据一心，欲有兵端，自顾不暇，真想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才兵结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招发细致，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18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10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江城所牵制矣。方今国际处于边防，民生困于里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富日结，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里卡可以着财。欲国便民，无余于此。今欲成实力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2，南路亦由清江经山东，亦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今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是下直都李鸿章、江都刘坤一义父。鸿章言：铁路之设，关于国际、军政、经济、民生、转运、邮政、矿物、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普。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坤亦以防而民生，离税为言。学士张家乡言新修铁路有3大弊，复下其书于鸿章。鸿章力主民传言，会台关河书力争，是讲张凯言久不利，欲使洪良品言无害，语犹机切，以廷臣见止者多，赵罢其意。四世无复有言之者矣。11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持，诏各城攻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其后，借洋债类2000万，10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
铁路新商镇，矿藏故为美富，铁路时有远利，但招商极谷。PG 1277，南据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清袭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乃群情所害差，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以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制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见以前祖。挠故甚，易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备胜，有利无害，故有民争。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有谱。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疏，以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以便于征调，而俄兵即可多财。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贾事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待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犹为日后必然之事。书下王大臣意，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洪章复言，陶城、临清间200余里，运到於店，请示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曹都松、郡等言，革不行。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己败。是平执政者，使之铁路关西军事制要。13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奕等言，铁路之意，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今前岁战事，使西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奕总理事务，见闻较切。臣曾记则初始8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之意。献公痛着河，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据天津司道营原等丙，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请将开平至盐。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80余里，先行街造，再由大沽至天津100余里，逐渐兴修。京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以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胜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斥数万人之用。此向海防要攻，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其速成。如蒙于允，即派原都律开平公司经理从之。明年路程，总理衙门奏言，新造京沽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PG 1278，芦台以至盐庄，长175里，其自盐庄至滦州之唐山，长80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断无利器假人之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征兵运械，晚速飞除，多皆可治，商民冒迁。无远弗届，征莽之地，可变通衢，寻为今日自强之急务。会粤商臣陈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
略言，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皆造此路，即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督李鸿章以闻，以如所请意，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汇丰御史于连元。洪良品、图人手交张建祖。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亦有言疑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既宁以通河运者，命据下海军衙门。寻议上略言，原奏所虑各节，宜在资敌。不知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宜在扰民。建设铁路，守在绕避民。兼庐设丘木，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欲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宜在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亦广，更先失业。之余，精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乃义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进道听途说，或进凭空结传，连章论列，上读天听。方今环球诸国，各制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革；其来也，非牛系所能退。全是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校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力于用兵。不仅修精通之路，而治其应援全局。臣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骈之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对五可撤可并，浮滥饷干或财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必易时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变工艺、速邮递，力之所兴，难以枚举。而士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书所见，遂如所请，命各详议以闻。PG 1279。台湾巡抚刘铭传亦由金姑造路至京师，护苏府黄鹏年义先办边防、漕路，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而试行于精通。月都张之洞请缓办精通，改建副省干路，疏沿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进口外货，遂于出口土货2000万两。若听其好漏，以后万不可知，唯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至珠江。岸海软，流行于九州4营之外矣。而沿江沿海，辽东3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若无铁路应援复敌，以静呆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俱饷而守之？宜先则四达之渠，守建干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至精通铁路，则关系甚巨，不便尤多。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捣固者，亦将直为口实，是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及古之官商必果足，以举之于民弊。有此，
则铁路之功中无有成，而铁路之效中无有见矣。翁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徐汇丰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以便运。曹军拟缓办经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避全局，效益难见，且非商贾浮凑之所，铁路费磨所出，不足以自存。得计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巨，臣以为一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欲扼居天下之富，中原晚，故须出其途。铁路取道，宜自保定、镇定、磁州、利章、魏、淮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迎泽口以上，则黄河上游。滩窄岸间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折下于井陉。关陇之参交于洛口，西北深袭克其可通。自河以南，则邮镇、许、信阳义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襄、蜀，与其便利，约有数市。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3千余里，原野广袤，边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邑。余堪避，利耳。干路茂远，场胜战多，经路深里既繁，纬路之流必旺。执边之徒，列四之甲，身计甚宽，舍救谋兴，绝无失。PG 1280。所利3。以一路控8、9省之冲，人祸浮凑，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冀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备。岂为有养路之资费，实可遇无穷之享源。利4。进击有事。3。楚旧部，两淮精兵，电袭一船，不重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兵征讨，寻日力可当平。征兵之道，莫此为变。利5。中国矿力，为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值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碾机器以开采，用锡法以兼容，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之。利6。海上用兵，守律耿曹。东南漕米100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3日而抵汉口，又2日而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金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非宛之坦道，而又省挑荷包运之浮靡。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半里转有把握。利7。若虑费巨难成，则分北京至镇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2、3段，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5、6千斤，每段不过400万内外，合计4段之功，需8年造成，款役8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200万之款，四上不至。无策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着则各省口岸较甚严苛较旺之地，由番运两司、官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运自进省，
至卢练也，以供取用，数施工有序，而葬父在民。奏上，人下海军衙门。巡抚议上，各国兴办铁路，以干路为经，以支路为尾，有事则以路征兵，无事则以商养路。9. 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9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防，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城衙门？所奏准之精通。精通，即东南一镇干也。水路受沿海7省之委。书陆路通关东3省之命脉。豫鄂则击西南一镇干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到2、7、8省之冲。初亦徐邑中原，而先以金孤变。PG 1281。海防，既以经通扩商力，区区200里，其关西与豫鄂之千里略同。今张之洞亦设为经通5夷省之说，其中所虑各节，前奏故，以剖析无疑。为士官创始，则善而从。经通铁路应急暂从缓办。而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手段，层地而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头事办，宗计须银3000万两，以商贾、官堂、洋寨3者，为给款之法。议上，诏旨允之。初，洪章倡经通铁路之意，举朝以为不可，洪章持之甚利。支洞特创卢汉干路之说，调停其间，而纯亲王意亦复赞之于内。其事始定。然其实廷臣上多不以卢汉造路为然，但无敢昌言者。故通正黄体方谓铁路不可借洋寨以自类，而台城亦有沿黄河桥。攻南城者，以执政者坚持举办，久之服役使袭。洪章与之动书，为局外议论分歧，宜速开办，免生之节，之动深然之。未己。之动总督胡广。之动既一恶，亦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精化。曰储财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贾难事，请遂拨躺金200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请。16年，以东3省边事籍，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都李弘。张言，命宜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拟由灵溪造干路，出山海。官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之路以至牛庄、营口，计2323里，年拨银200万两为关东造路专款，命李鸿章为都办大臣，豫路为会办大臣，而卢汉路供应之延缓。盖自光绪初年，内外成功往往调成铁路，当国者亦欲试行以开风气，而将立为南因循，顾虑轻易，莫敢为天下先。卢汉铁路已定义矣。巡抚中辍。至是年，国内铁路仅有唐山至盐庄85里，盐庄至灵溪镇235里，又基隆至淡水60里而已。21年，命张之洞领保人才，及筹议清江至今路事。之洞沿铁路以卢汉为要，江宁、苏、杭次之，清江筑路非宜。上伪其言。时之洞方都两江，特命一鄂宗其事，以卢汉路长款据。
PG 1282。欲有招股千万者，许设公司自办。越人许应羌、方培等闲言，集资如额，遵旨承办。直都王文韶与之动言承办各商举不足事，请以京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允之，命以四品京唐都路事。宣怀调上四事，亦请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贾，借洋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上如所请。是年设总公司于上海，而卢汉之始机已立。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一级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俄所接造西伯利亚干路、横贯黑及两省，修之路已达。旅顺、大连湾，因则请修五路，一苏杭甬，自苏州经杭州已达。宁波、一广九，自广州已达九龙；一金镇，自天津已达镇江；一浦信，自浦口已达信阳；一自山西、河南已达长江。法自粤南筑路已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已达镇南关。德据胶州湾筑路已达济南。葡据澳门筑路已达广州。日本善于新民筑路，达奉天，更或有奉天至安东铁道之权。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先是俄人因劫朝鲜窥奉天，谏言者请即建关内外路以相前。至，乃命顺天府尹胡玉芬督办京渝路事，后以续造吉林一路款。处中辍。24年，俄事急，玉芬请袭借因款为之。书言关外一路出拟进达吉林，已无款又落后者。待归并京卢，俄急，起而争执。竟允其由俄边直接大连湾、奉及两省东北之力境为所占。既唯有由大林河改造至新民铁路，以备联络沈阳之路，并可监护蒙古、热河矿物。一面由营口至广宁，属中国海。关不至为俄侵占，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力。现东三省全局已在俄人掌握，幸留此一线之路，堪以设法抵御。若作失机宜，后会何及？从之。初，因人途越路甚急。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和书言：粤汉南干路，原拟稍缓续筹，无如时局日急，刻不及待。群 PG 1283。雄环寺则以交涉系固，兵轮互相驰骋，海洋通塞，米有定期。今海军既无力能兴，设有外变，隔若异域，必内地造有铁路，方可联络贯通。广东财富之区，南界山河，未可辖弃，此粤汉南路当与北路并举者也。又书言，德国无理赵信，占据交莫要害，并或承办山东铁路。俄以造路于黑龙江、吉林为通。奉天、旅顺之谋。法以造路于广西，以为割滇之计。独因人亏，似醉酒，尚无所得。今年春，因商旅来揽办粤路，坚持未允。其所拟急行者，在赶营中国中部或广东建筑轨道。盖因所欲
者，一借款，一修路，一拟所香港对岸之深水埠，其为寄于铁路无疑。现在得以聚焦，俄以流旅，法以亏穷，应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是中国各海口几近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若约翰一现在假手殷人，将来俄路南引，因轨北驱，为有卢汉一路局集其中，何能展布？甚或为因，俄之路所并，为有敢将约翰一路暂定自办，尚足补救万一。加纳之初，约翰路亦由鄂入赣达越，四并其迂远，改道乡之称。永、恒、长致仕，定义三省绅商自办，总公司宗其纲领。改各省干路，以关东照其端，卢汉、粤汉次之。此外则见天津制，卢沟桥之金卢路，正定至太原之正太路，郑州东至开封、西历荥阳，泗水达洛阳之汴洛路，广州至九龙之广九路，上海至江宁之沪宁路，萍乡至舟山之平昭路，道口至清化镇之道清路，京师至张家口之金张路，天津至浦口之金浦路，吉林、长春之吉长路，齐齐哈尔不回城至昂西之齐昂路，此属于官办者也。若潮汕、兴宁、川汉、同蒲、洛同、西同、广厦、龟包、龟新、贵泉、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苏、皖、赣、滇属诸省，咸请自修赣之等路，悉如所请。致仕建造铁路之说，风行全国。自朝廷以代世数，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区乡既定，筹款与办法最关紧要。筹款有官帑，有洋债。PG 1284。有民股。修路有官办，有商办，有官督商办。自流民船唱借债。筑路之意，为众论所拟，借款修路，遂为当时所讳言。故卢汉建议之初，犹以布倘为请，未敢昌言借洋债也。借洋债自金卢，关内外铁路使。代盛宣怀督办路事，首以三路分三国借款之策。仅约卢汉借笔款，沪宁借英款，粤汉借美款，上于其请。由史正泰则借俄款，汴洛则借笔款，广九、苏杭永则借英款，金浦则借英、德款。代之者，大律资金10与其9，习金20而取。其一，以路为值，或并及附路之产物。复习、还本、赎路、闲。有定程，而还本、赎路未及其时，且勿许。购料、刊录、新工，多假外人为之，故外人多以款为饵，既获承办之利。卢汉路径3000里，费逾4000万，黄河桥工米款邮具、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使拟美，以所望奢，改与彼异。因、德、法诸国接踵而至，促借笔款112兆50万佛郎。彼小国，饶钢铁、咸工事，于中国无大志。31年，续借125万佛郎。余年，路程北端直抵京师，
因艺名金汉。金汉知之，录曰正太，曰辩洛。正太借款，始23年。俄仆科第与进官，申议定而终止。28年，盛宣怀与议借款4000万佛郎，曰成。而俄人癌是巴尼乎所太原至于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时庄至东光，为水，横建4岔道，及同蒲诸路，均隔不易，而岔道促如所请。33年秋，攻郡。自荣弘畅办经政，盛宣怀恐夺卢汉之力，因议办辩洛，开既以相前置。辩洛借款始于25年，至28年而约成，借彼款2500万佛郎。彼人卢法尔主公事，四续借1600万佛郎。34年，陆成。金姑用款130万，官帑、商贾兼备，以阳债补其不足。金卢甲阴金40万镑，关内外路借阴金230万镑。本由商办，待胡玉分为督办，使官为之。权匪乱起，关外路为俄据，关内路为英据。命袁世凯等与英使立约收回。PG 1285。英人遂决有100里内不准他人承修之权。31年，全路告郡，是为今凤路。道清路为英商服公司所造，长90里，立为废具。初，英商所择乡、怀浦俱不获，遂以借款收回道清为沿，内外城公咸持不可，中借英金614600镑赎回。金浦路因经政之意不果行，改易北起天津，南弃浦口，借英得款500万镑。尚书吕海还主其事。宣统3年，攻郡。其促成各省铁路自办与拒绝外债之机者，则沪宁、苏杭甬、粤汉借款所致也。沪宁筑路，畅于盛宣怀，南北洋大臣俱已入告，得请。方从事淞沪工作，而因申请承办，宣怀与定草约。29年，正约成，借英金325万镑，50年为期。商不以借款几倍于原估之数结之，而公未及办，款已告罄，复议续借100万镑。苏人群起责难，并书文于上，命唐绍仪督办沪宁。金汉罢铁路总公司。绍仪继任事，训因工程司之请，复议授小票65万镑。书言盛宣怀移交合同文卷及购地工程账册，之款腐烂，当今驳回。沪宁合同吃亏，比金汉干路为甚。其最棘手者，在设立总管理处。华元2人，杨元3人，每会议时，比重我寡，以战低者。议者有天举监督之说，岂知权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定明，虽有监督，实不济事。其有棘手者，财政之权操于洋人掌握，用款虽由华元签字，而私账者为洋元也。分段私账，其之发权人在工程司也。购料事宜，向有疑合。洋行经手、行车总管、
材料总管，皆杨元专司也。本必重我寡之因，以陈氏是掣肘之果。挽回补救之术，唯有改定总管理处。章程加派华原司账，并分任各总管，现已分别办理。制录款：部夫上拟续售小票65万镑以资接济。下所思一行。方少以拟续借应款也。侍郎吴玉升上书力争，略言沪宁铁路由英国营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与之订立合同，以长不逾600里之路工，借款至350万镑之巨，估价多，必致腐烂。自 PG 1286合同宣布后，远近骇然。上年奉延只改派唐绍仪妥筹办理。竟闻沪宁工程司来京，又以公款不敷，有意续售小票70万镑之说。此项路工及就业金界定之350万镑尽数开支，每里合银3万两以上，是他路服于2倍，公家受亏已多。今若再借巨债，是唐绍仪接办以来，于盛宣怀失算之处，并无补救之方。请敕按照合同沿何用款，一面自行筹款接济，不可再令银公司出售小票，致以9折虚数，受人盘剥。书上下所思知之。而沪宁铁路中以本席过巨，收赎无其也。苏杭甬铁路自24年许因商承办。是年，盛宣怀语定草曰：大要西本3沪宁。曰成而因人治之。31年，这路自办之局定，御史朱熹恩请废前约，上命宣怀协trợ辅主其事。因人事有前约，兼欲承办，往复便难要挟，久之不决。侍郎汪大、谢羽义分修路，借款为2事。这人以路谷及有陈述，一意具款，闻之大华，抵大谢胜利。大谢宣使因以梁敦彦记之。这推孙廷翰、苏推王痛岳等议于京，终以陈约难废，犹不借应款。待之2审而释席。岳翰借用美款，畅于盛宣怀。驻美使武廷芳与核心公司议，借美金4000万，其以5年攻郡。美以必来斯司路事。7月之3，水筑路15里，米款逾200万。必来斯末，公事益绰，而美故多受之鄙人。鄂都张之洞以彼以陈修卢汉，岳汉在甲之比。两路相合，非国之利，力倡废美约之意，乡人助之。上用御史黄昌年言，命之洞妥筹办理。之洞主废约义立。宣怀不原，因挠其事，诏宣怀不得干预。之洞附属驻美使梁臣与核心公司议。年于始定，借应金110万镑赎回焉。方之洞亦借应款也，因人臣兼请改定广九路约。广九为因人请办5路之一，25年签订草约，悬而未定者也。30年，户宁约成，因人所议未果。待苏杭甬事起，相持方急，不许因。PG 1287。
人先议广久，以缓其事，而正约已成。至是议越汉借款，因人复所合办广久全录，越都持不可。宣所以越言及录直借款，越人亦不知许。中甲因金150万镑而约成。知动计借因款属美。曰：一时议者以为以因亦美，其害相列，相与诟病。昌年复言：禄权至重，属款难担，即宜兴修，严度干涉。诏以借款修录，流弊资多，应由3省及古兴修，以保利权。自明诏严禁借债修录，而商部复有限制借款之条。各省人士亦以外人谋我之急，咸谋铁路自办，以度外患，见外债受亏之据，真欲召集股款，自保禄权。此由官办改为商办之所由来也。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盐庄，更自天津、大沽以达灵溪镇，皆开平公司为之。4是5举李福明请修经至西沽路，越人许应。羌等请办卢汉路，拒不获，自此无复有言商办者。29年，越人张玉南请设公司承办潮汕铁路，既得请，而川汉继之。川都西凉以因美商人进咸川路，而美商班士复所冠县复顺之路，奏准由川人筹款自办。明年，赣人以李有分总理江西铁路，以南巡为赣路第一段。31年，编修陈荣昌等以法人以修滇越路，滇省内地应自行推广，以度口实，请办滇属铁路，滇都丁郑夺据以入告，报可。前府林少年言前路不通，滇亦少利，因并及前。荣昌寺请展修腾越，以编修吴坤总理其事。晚以礼经，方为总理，经始于芜湖，以其北接卢汉，南通赣浙，命以城堡，称为总理，驻路厦门。这以汤寿前为总理，赣路一自杭达苏，一力复扬达江西，之路则南到江山以通闽，西到湖常以通皖。兴宁、广厦铁路，越人陈以喜、张振勋经办。西同路，近连便洛，远达甘兴，为西北纬赣之枢纽，陕府曹洪勋奏准。32年，苏人以王清木为总理，规划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达浙江，北自海州入徐以达豫。桂以于世梅为总理，拟自桂。临驻路至泉州以达乡，经梧州以达越。越汉自美约废后，3省。PG 1288。公设路局于2，筹款筑路，各自为之，不相参阅，先干后之。以为要约。相以袁术勋为总理，越人内阁侍读梁庆贵、道元离。国联与越都曾春宣征越路商办，被合夺官。上命往查，旋起2人员官，路由官都商办，旬日及股数达4000万元，以正官印为总理。当其时，以铁路为旧时要图，凡有奏请，立予于允。请办赣之各路，经纬相属，几遍全国。其筹款于召集民谷外，大律不外开办米谷、盐、茶、房屋、
彩券、土药等捐及同源。余力随梁任古数者，而成功之素是权之一，首推兴宁。臣以喜者，即兴宁，贤铁路学，众相推戴，始终其事，故2年而陆郡。次则朝善，虽堪陆昭谷，事变屡起，而促抵于臣。总理张玉南、蒋卓3品京堂。此外，以越汉陆越人及谷为最多，清札役最具。总理吕毅、陆公廷制。川省以租谷为大宗，数达千余万元。浙、闽、皖、赣亦均次第兴功，其余各省大都及谷，无多有名先实。西同一路以商贾南陈，奏归官办，其见端也。34年，上用苏府丞启太严，以大学士张之洞督办越汉，既以统一事权，一模所记。是年，诏以铁路为交通大政，申商及谷各设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命所司陵园分往查勘。寻奏上勘录查款办法。时川汉以派员往查，其余以洛同、西同、同蒲、江苏、浙江最要为一起，越汉、潮汕、兴宁、会潮、广西、福建次要为一起，滇属、安徽、江西再次为一起。你先查洛同、西同、同蒲3路，报闻。宣统2年，川路司出纳者，亏道路谷190余万，川人换金者甘大章等闻于上，查明。赤追，徒托空言而已。3年，给事中时常信言，我国新造各省铁路，事前并未谋定后动。今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使天下贤知国家铁路政。PG 1289。策之所在，此后有所遵循，不再如从前之群异庞杂，茫无主宰。当此时势日急，边防最要。国家若不敢将东西南北诸大干路训速次第兴筑，则强邻四逼，摩所措手。人民不足则其如大局。和此中利害，兼不容法。唯有养肯干纲独断，不再犹疑。在德、奥、法、日本、墨西哥诸国，其铁路均归国有，而我分之路与民，以为优异。况干之相辅，上下相为，于理上顺，于事稍异。此路政之大纲，即宜明定办法者亦也。又东南干路，以越汉议办为最早。光绪26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奏准借每款新造。当时订定合同后，业已筑成越省之佛山3水铁路100余里，广州至英德干路亦已购地开工。乃30年春间，张之洞呼信王先谦等之言，不惜巨资，今向美公司费约，坚持固执，促至停罢。废约后，原豫及鄂、湘、粤3省之力已成此路。据忧乎数年，粤则有款而声势争权，半路甚少，湘、鄂则及款无者，荼蘼局废。张之洞幡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铸造，乃向英、德、法3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
签押后正狱。入告因美国原案插入，暂缓呈奏。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既自废约以来，已越7载。倘若无此翻覆，越汉早已告成，亦如今汉已届10年还本之期矣。至川汉籍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却有1000余万。绅士数党，各怀意见，上年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500里工程，尚不及2/10。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师典张善将川路租谷之所入，到账尽至数百万之多。此又川粤汉干路之溃败延误，及宜查办者有异也。近来云贵都城里京西亦造滇桂边路，与国防有关系。然不有粤汉干路自湖南之永兴与广西之泉州相接，则滇桂路何能自守？今我粤汉直贯桂滇，川汉远控西藏，实为国家应有两大干路，万一有事，缓急可恃。故无论贸延数千里之干路，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成，即使迟以10年或20年造成。PG 1290之后，而各分整域，倘于有事之际，命令不行，仍必如东西洋之意归国家收买。此干路之必归国有者又异也。国家惩法待民宽厚，虽当财富及困难之时，不肯加赋。四川、湖南县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谷名目，每亩代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生资怨，偶遇荒年，追呼犹觉难堪。但路局以路王的王之说，今吃于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力较疏，尚能勉强担负。乡民本非饶族，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巨万之重资，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力一日无者，生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资。贫弱是以干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保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之路，其功亦成，其资亦极，其利亦收，使其土获得以畅行，民间见资饶富，此之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书上下所思亦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贸延数万里，程途动须数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折劳削干，欲资控御，唯有塑造铁路之一策。况县政之资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须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在祀，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分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折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越则收谷。即办造路无多，川则道障甚巨，参追无者，乡恶则开局多年，图资作号，结万民之高，或以虚弥，或以轻石，恐旷时。越久，民累越深，上下交受其害，一物何堪设想。
用特名白晓。欲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3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及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新注。除之路人准商明亮丽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个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者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PG 1291。度支部奏粤、川、湘、鄂4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2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6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力，按股分给。倘原抽本，5年后亦可分15年抽本。其不原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50%。现每股从优发给60%，其亏耗之40%，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货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10年摊给。乡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绢、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二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正跳捐款，准照湖南米绢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400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700余万两，原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变。从之。赵廷川、湘2省租股。其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3国借款，亦即签订。方干路收归国有之赵济班、湘、粤人士群起华造，力谋抗拒，故未久即定。护川都王仁文代承川资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伦等言，不诚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文，人言斥之。未几，以诏耳封属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即责集众为公都署，在公审员。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急，命前粤都曾春轩赴川办理剿抚。春轩既受命，请以现今长川省路股、贵府省丙昆邑以为盐部，亦借因金300万镑，不能决也。春轩至鄂，会成都为解，称疾不往。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米具变。书言窃为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为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敬，不可下。此中消息至为。此次以铁路干线归国有，政策本即相宜。PG 1292。笔者屡诏捐除各项杂捐，所以续名者，故以人质意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害，扰扰不尽，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时有未善也。
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立。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地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审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图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10余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定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巨，债权之重，诱者失败，与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处心后祸，疑其奔走害告，急若不终日也。察给事中时常信之，请定干路之路办法，在4月初7日由传部之复奏，宣布国有政策，在11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22日。4政策之改定10元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不至，初以促拒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类之指挥眉不张，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移归工程每月公向人邮川款开支，时与5月21日上谕，川路仍存700余万，原否入股，或办10业，并听其变，等与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拥遏之，不使下逮。现朝廷已不信，视天下已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300年来生人厚泽，伦家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甚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彼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甚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余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是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何时于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书，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公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是怀璧死之至，愁惨萧条，如今大捷，至可怜念。夫今日惶惶失所之穷民，皆国家元敏在救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即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PG 1293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山，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溃，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乡恶真路，余波尚未大袭，而雨水为灾，几近10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丰贺之景，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诱其止于路不能收而已。请者我皇上欲派鄂、粤、川、湘等省督府，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甚宣怀刚愎自用，不洽于情，以可盖见，应如何惩处，以警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巨变。应责成都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习众会。时宣怀入为由，传大臣
干路收归国有，及袭借外债注录，处分4省路股10。主其事，故善同集之，与治切直，输入不审。而川省温江等10余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事极猖獗。大军即退之，旋据重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琼州军队哗变，汶川县属被毁，命乡。陕诸军复原。会鄂事起，川乱越急，以曾春宣为川都，而川省宣为明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军集于南，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盖论半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役，郡公诉，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恐多，亦远过于商路。为今张铁路以金凤余力举办，詹天佑公亲其意，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犹为不先。统计官办之路，今汉长2630里，资本金1000562万8千余元，金凤长2246里，资本金5088万4千余元，金浦长1863里，资本金8049万余元，金章长546里，资本金1032万余元，沪宁长725里，资本金3653万余元，镇泰长623里，资本金2310 ，PG 1294 26000余元。汴洛长402里，资本金2050万元。道清长330里，资本金954万9千余元。广九长303里，资本金1166万2千余元。吉长140里，资本金120万3704元。平株长205里，资本金461万6千余元。祁昂长56里，资本金48万8千余元。商办之路，浙江长342里，资本金1278万8千余元。新宁长260里，资本金408万9千余元。南浔长77里，资本金350万6千余元。福建长28里，资本金242万8千余元。潮汕长83里，资本金354万6千余元。其借外债所著各路为今汉借其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云。PG 1295，卷第150至125。交通2，轮船。自西人轮船之至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的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的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同治11年，
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防河船生计。鸿章为当咸丰间河船3000余艘，今仅存400艘，及今不图，将力全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13年，鸿章又书言，同治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都府任牒据道员许道生，同知荣鸿创意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既请总理衙门核准，敕由江海关到小玉各口商人事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7年，仅借用甲板船运米一次，炫又终止。本年夏间，曾于验收海运之辖，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着拟轮船章程，似以现在关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因商或自制轮船行驶各部，或协资。本依附西商之急。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建归官局，四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事办招商，为官商。PG 1296。加洽地步。4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10. 本届将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越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前借给苏。这典章准商等借领20万民，以作设局商本，仍欲缴息钱注。正所有盈亏，全归商任，与官无涉。当令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间捷轮船3艘。今承资商浙江都府城敕拨明年漕米20万石，由招商轮船运金、其水缴耗米等。向西照沙宁船定章，置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借口。若从此轮船畅行，数使我内江外海之力不至为洋人占尽，其关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先。输入报可。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敬言米款过巨，亦请罢之。是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护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力，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致让洋人独善其利与险，而尽致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固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定制。制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藩前敕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4、5艘。闽厂4亦可兼造商船，以资华商故领。现与曾国藩筹议，中国因商每不远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令数一致，洋人势必携重资以侵夺，则需华商自
立公司，自建航站，自筹保险，本具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天造与租赁稍多，乃有利益。文华商员领者，必准其间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致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敕各省筹办。书上下所思一行。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到元盛宣怀。PG 1297。左之，其昂以道元胡光庸、李振玉等招来商贾，入资者极为用。月，宣怀议员越人唐廷书，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吏部。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粗具。光绪元年，弘章奏奖其昂等。有差。3年，增购其昌船舰，使甲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190万两有其。初拟购其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利，须银200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援之说，历陈于江都省保真。保真为所动，拨银100万矣。既论者咸为是举为师计，至以其昌气垂璧之求，的直令制。新一，其余事体为豫。事后募集商贾，应者寥寥，仅得银4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汉言，招商局每月亏至5、6万两。至亏之由，因制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巨，必须一船的一船之用，方可无余者好。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或少，客下既未能拒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之一量为变质，使所出之数不至服于所入也。6年，祭酒王先谦请政，顿招商局务，与设宣怀。书下江都刘坤遗言宣怀于购其昌轮船时，申言有商款100余万，实无所有，有意欺瞒，既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盖作官股，以其盈余作海防经费。书入军部报。招商局所甲官堂，至光绪6年，应分其拔骸，乃偿以余半。复甲洋债。弘章言兼筹并故，招商局立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堂，隔余不议。4以帝年清还，而商贾上达400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3艘，4城领命，户2厂，购之英国，增至12艘。待购入其昌轮船18艘，遂与英商太古宜合并，称3公司。资本过巨，收入转为。是年，以言官合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际，请敕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都吴元炳彻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以于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任。PG 1298。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人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为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
是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着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3年，东曾将商局事宜筹划整顿复奏，并敕江海、金海两官道于每年结账，就近吩咐户阳各局清查账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因伤太古、宜和洋行极力清己，而局势上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金仓草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征兵调饷，借送官务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于国事毫无实际。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则成素习商业之道。元唐廷书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账后，分析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观察，必以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职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不清查，不特市面图资徭货，生意难以招来，且洋商及计方生，更必乘机轻己，既遂其把持专利之谋，疏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客最重，而各官各纳税客，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缴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者，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任，与官无涉。应似每年结账时，照案邮户、经两官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输入报文。11月，学士每起诏言，招商局自归并其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力渐减，然之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尽令其赴东西洋各国，请斥南北洋大臣、都令局员，擢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行之有效，见及于西洋，则冒千有无之力，中外分之。明年，即九王先迁议以为言。君下所思何意？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加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尽力，寻即停罢。四遣合众船往夏威人国之檀香山，每支旧金山两部，华人群集，行业颇振。PG 1299，因复遣每副船往，而各国商业因为巨擘。7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于伦敦，传政大臣黎兆堂时畅司议。鸿章书言，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为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二者各国商船征付中国，即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2万两以外，洋商所逐10亿之利，以布下数千万两，以10年计之，则数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待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唯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数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
而中国力权亦可逐渐收回。前此招商局轮船常时往新加坡、小吕宋、越南等布揽载。近年合众、美富等船分使夏威人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在运客货，究指小事其端，尚未后及其理。英国伦敦为通商地，亦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照堂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意。近新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其余必成报文。10年，法人来扰，海疆不尽，谷商凶惧，局船率为劫夺。以银525万两暂授之其昌行主。世平收回，复增至江兴、新昌、新康、新民各县，而沉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29艘云。12年，鄂都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宣统3年，设商船学校于吴淞。凡此皆为扩充行业之章本，而局船行使外洋之力，终不能与各国争衡也。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以失航力。开办之始，即之为洋商所急，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四更推之赣、江、安。而滇之铜金，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须由局船经营其事。光绪11年，到元业庭卷附条，上扶持商局运茶、盐，增加运漕水缴诸册。是下直督李鸿章。先是局船运漕，10银5钱有其。4英，每人揽运，故连其。批至1300。直商局运费因之减少，是亦不知。鸿章请稍增一之，革不议，不果行。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轻实与局外之轻己所有资力颇于亏耗，商贾不足，待及官款，即以扬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必易实先，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合。治事不成疏严，3代之治法，贵本而易末，重农而见商，从古商务未尝异于朝廷。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尽言商政，窃谓商者逐10亿之力，以后居基，犬子母为事者也。后居基，必悦，既之有余，犬子母必求被入之席。若既存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者。甚且称代起甲以补不足，犹豪于众曰：此无致富之术也，有是理乎？常见富商大甲，必责忠信之人以主会计，其入有金，其出有节，守于1于3之法，何时厚积，乃能久远？若主计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不炫种而中具，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前者李鸿章、沈葆真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故为收江海之力，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10余年来，
布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脏哉？积之暗毒，正之人言，之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原身。如唐廷书朱祁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宏禄之败露于后，皆其名正。主祭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准节，又安得以举本亏折，委之于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缴，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查。请敕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沦若干止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贤明及运缴之销，分别造报。此后总犯如非其人，元宝大臣应及议处报可。然管理招商局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不成无从过问。代33年，商局与英商议和，太古订立义军饷之约，使免互相侵己，而其利见者。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PG 1301。招商轮船航行各部，悉自护使。使行长江者曰江轮，使行海洋者曰海轮。停泊口岸，大小不一，为商务应田之所，设货站焉。已故上海设总站，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口、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头、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凤之营口、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航站。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站焉。江轮、海轮，时统名之为大轮。其与大轮并行于内江外海，或使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则有小轮。光绪初，商制小轮之行驶，仅限于通商口岸。10年，民生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官商雇用，须将海关给诏乃可。然知限于苏杭之间，其输运客货，驶入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16年，詹事至瑞书请各省试行小轮，总署王大臣亦以为不可。互相府省境详言，乡民沿河居住，操舟为业者十繁。有图。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余货物多由轮船载送，乡省民船之能行抵江汉而止，堕供水，守失业者多。今再加以小轮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致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江都刘坤一意沿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防国客，并地方，请严禁之。据如所请。初，外轮行驶长江，由沪至汉口而止。21年，马关曰：臣许日轮宜自汉口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宜自上海入运。何以抵苏杭？于时朝只时许华商小轮于苏杭间行驶，而江都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24年，长江通商约成，
而通州卢津港、太兴天兴桥、湖北经河口西定为洋轮上下搭客处，而贵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花江，亦先后许外轮行驶。待中英马凯约成，更急于越之北江、东江。与因日定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西决的行驶之权，于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使一律。PG 1302持境焉。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特以洋商创始于前，华商称呼其后，而跌价轻己，时有所闻，欲求盈利，盖其难矣。30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言，执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上未通者，可及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乡，若九南，若镇阳、镇浦、苏杭、苏沪、长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斤，是轨路之动须千百万者，难亦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寻为今日切要之举。请斥各省有航路处所，于华商轮船公司给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报可自是小轮公司渐推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强如之，随处可通。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驿马道、威海卫、海参崴之小轮；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轮；皖则有往来芜湖、泸州、安庆、宁国、潮县之小轮；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轮；湘鄂则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洲、常德、咸宁、越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之小轮；贵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轮；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川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嘉门、普陀山、余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轮；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轮，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使与江海大轮有相辅而行之力。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轮及专用小轮，是又于商轮之外特设者也。31年，修撰章简巨银50万，设大达轮部公司于上海。宣统3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行业公司，自沪粤日本长崎达图岷江，以沪商珠江募资为之。此皆于招商局外别墅一致者也。PG 1303卷第151至126。交通3。电报。电报之法，自因吉利人出设于其国都，推及于印度，再及于上海。同治13年，日本犯台湾，
两江总督沈葆桢书言电报之例，诏旨敕办，不果行。光绪5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始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县达天津，试行之而立，明年应有安设南北洋电报之请。先是同治间，因使阿里国请设电线于中国境内，力拒之，乃以9年，其使陈威妥马复申前议，议路线为水线，自广州经闽，这已达上海，征之数月，促如所请。4是香港海线循广州达天津，路线达九龙，而单国路线亦由吴淞至沪上，轻轻有拦入内地之势。天津道盛宣怀言于鸿章，以仿轮船招商之利，聚集商贾，速设京沪路线，以通南北两洋之邮，扼外县前清之患，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才，备任使。鸿章委之。明年，书言用兵之道，神速为贵。太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陆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军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读中国文书上是异地，虽日行600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察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汉线可达恰克图。清史曾记则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需1日，而 PG 1304由上海至京城，轮船复寄，尚需6、7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犹亦必以10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2000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10倍。倘欲用兵之计，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晋停。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1000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夺，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须。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溃饷，在据关紧要，即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陆巡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以达上海，安置汉线，及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10余万两，以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之线，横亘3000余里，沿路分设局站，常年用费，先于军饷内电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则公证商董，招股集资，比另分年缴还本。引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并设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全自我操，历久不弊。输入报可于年公俊以宣怀懂其事，为己英法德每个使拟设万国电报公司于上海，增沪至香港各口海线。因使格维纳并原案请增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海线。鸿章言，宜令华商速设沿海路线，以争先者，使彼无利可图，庶几终止。且从此海疆各省与京
外脉络贯注，使与洋务海防有弊，及商民转输贸易消息灵通，为利更大，从之。而苏州至浙、闽、粤路线因之告成。其实，香港因商方欲设水线至广州，粤都曾国权急造路线以遏之。于是港线不得侵入粤境，因线不获造至福州。而上海单线、九龙因线先后毁去，或资购之。沿海电线，其权悉操于中国之手，此因外线之侵入而次第创设者也。当沿海路线未设之先，海疆万里，消息阻绝，缓急无以为。北御史陈启泰上访海六策，其一言，洋面计派兵轮分驻 PG 1305。即不可不设电线以通消息，译者必以不及之物须弥巨款为宜。不知非常之源，断非审色所能及事。即以目前而论，越南情形，每集各国新闻只以为耳目。今年朝鲜之变，非由日本发来电信，中国尚不得知。军情紧急，日系万状，游船迂缓，既恐有误机。宜借助外人，事体更多挚爱，自不如招顾洋将自行安设之为。月中国电报四宜推广各省海口，凡兵船既定之处，一律开办。广东琼州之线径达越南，奉天旅顺之线径达朝鲜，总其脉络连贯，呼应灵通，遇有警报，瞬息可至。下所思一行。10年，法越事起，海防急，设县北塘以弃山海关，地集于营口。旅顺江都左宗棠则设长江线以通武汉，粤都张树声则设广西线以达龙州。21年，中日战事急，律直东一线有阻，皆设老河口至西安县。是亦江苏增上海至狮子林、金山卫、乍浦；清江至青口、板浦；扬州至通州、泰州；镇江至垂山关、天都；庙、崇明至吴淞等县，而奉天至仁川电线先成于11年。台湾以滨海要区14年一水路线并设焉。此因海防紧要而次第安设者也。滇、桂密尔越南、缅甸边备为急。滇省电线其始仅通鄂通属与南宁接线之意，光绪11年得请而未果行。13年，滇都曾欲因复言，由免入滇，以腾越为入境门户，由蒙自知。于越南也。今英国有开办通商之请，自当先是筹为。拟就粤西工匠到滇之变，即将省城至腾越一路安设电线，以通英免升息。时粤都张之洞一言，广西南界接壤滇边，桂、滇接西邻越南，滇则西接缅甸。若仅是由鄂入滇一线传达电音，设有雷雨折断、电干，阻滞堪虞。且遇有军务之时，由滇、川、沪、鄂辗转至粤，恐有交汇拥滞之患。以商之滇都，自包爱至蒙自，由粤接造，并增腾越之线。输入报文。盖包蒙设线，所以被越南腾越设线，
所以被缅甸也。PG 1306。吉林、黑龙江复处额江，边防邮要。15年，自吉林省城。涉县至松花江南岸，立茂新站、齐齐哈尔、布特哈、莫尔根。新安岭，黑龙江已达黑河镇，从练兵大臣木图善之言也。18年，陕甘总督杨昌训言，新疆西北临俄，西南与英属部接壤。文报如至，一物必多。宜由宿州设县至新疆省城，即于伊犁。喀什噶尔。宣统元年，贵府张明奇书陈设柳雍甸县2300余里，据得请。此因边备而增设者也。初，奏设南北阳路线，北端仅至天津。法事将起，出使大臣曾记责请皆营进机电线，为可壮声威以保和局，临呼应一例。战事，是下所思，与弘章议斩拓之法。弘章言，神经为中外。所归乡，发号施令，须用被切。前于创办电报之初，颇虑事大。夫见闻未熟，或资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其余军国要务，必一时多。今总理衙门与曾记则皆以进击展现为善。策拟暂设至通州，逐渐皆展至今。运行余年，经县岁余。通州达京师。自时绝后，各省衔之电报之力，或本无而创设，或亦有而引申。其邮要之区，则路线、水线兼营、镇线、支线，并设纵横全国，经纬相违。直、苏、粤、桂、滇、鲁、鄂诸省设局多至20余所，于省亦10余局或数局有差，其互相衔。接着，京师知县所达，约库伦、济南、太原；天津知县所达，约奉天；奉天知县所达，约天津、旅顺、吉林；吉林知县所达，约海参崴、齐齐哈尔、奉天；黑龙江知县所达，约吉林、海兰、炮；江苏知县所达，约京师、芜湖；安徽知县所达，约江宁、九江；山西知县所达，约京师、西安；山东知县所达，约京师、开封、清江浦；河南知县所达，约京师、济南、西安；陕西知县所达，约开封、太原、兰州、汉口；甘肃知县所达，约迪化、西安；新疆知县所达，约兰州；浙江知县所达，约上海、福州；江西知县所达，约广州、芜湖、河口；湖北知县所达，约九江。PG 1307。成都、长沙、郑州；湖南知县所达，约汉口、桂林；四川知县所达，约汉口；福建知县所达，约杭州、广州；广东知县所达，约福州、梧州、九江；广西知县所达，约长沙、广州；云南知县所达，约汉口、重庆、巴莫、南宁；贵州知县所达，约重庆；外蒙则达京师、张家口、燕；
滨海之区则设海县，直隶自大沽以通知府。江苏自上海东通长崎，北通知府、大沽，南通厦门。香港。广东自香港通海防、新加坡、厦门、上海、马尼拉。山。东自知府通大沽、旅顺、威海卫、青岛、上海。福建自川石山通台湾淡水，自厦门通上海、香港。盖总计路线之设，不下4万里有其，而水线不与焉。电报设局，亦如轮船招商之例，商力举办而官董其成，谓官督商办也。今3户1县，其始倡以官帑，为己及归商局，举资至200余万。而各省电线不尽由商办者，良以商人重利，入资则全子母，既盈亏，其余海防边备情势缓急，国内交通利便与否，不以错异。往往一县，官办商办，参互错综，大虑以官办补商办之不足。2粤电线，广州至龙州则属之官，至梧州则属之商。青、连、雷、琼及镇南关、虎门，则官商协力。而滇县一字鄂入，一字蜀入，一字贵入。西安戚家豫关、甘、兴、凤、吉、黑等省，通州至承德，路县据官为之。此类是也。然由3户达粤知县，本为防止外县而设，须费40余万两，咸由商力错备。其实香港因人并欲引线达广州，亦赖华和公司预设县至九龙，其谋始极。方华和公司设县九龙也，华民抗拒，因商恼阻，其势汹汹。公司商人和县池等排众难而为之，不为所趋，促抵于城。中日战事急，引襄阳县1000余里直达西安，比今护军报不至梗阻。而张家口至恰克图一线，以俄使元约相促，亦由商局及金60余万两，接线2700余里，经营至23年之久，工具非凡，为全国最。此外造成之县，不能理数，其所 PG 1308，必待非浅先矣。25年，大学士徐同言电报局获利不资，并无裨益公奖之时，廷臣亦有以招商、电报各局假公济私为言者，据下协办。大学士刚毅查复。刚毅时以事贤命复苏，寻书城，电局自洽。县城后，所亏至巨，似有盈余，遂输南北洋学款12万4千两。报可。明年，廷臣复盐电局力权太重，以陵园接办。赵赤轩。淮按年册报收之款目，官电应免收费。宣怀上书略言，电局本系集华商合众之力，以与洋商争衡，旁观美经为大力所从。其实悉分千百股商，人皆寸寸珠珠之为利。近年电线开拓日广，则局用及修线养线之费亦日增。上年因中俄条约，皆造恰克图支线用费60余万两，未请官款，悉系电商集资办成。沙漠荒僻之区，绝少报废，
而常年用数邮具。至本年应办之功，应办里铁路卢沟桥至保定县已造成，又需造保定至汉口干线。因办理海防，乃需造宁波至温州支线。总理衙门因洋人之请，则需造山东泰安、宜州支线。此外各路嘉县要工，络绎不绝，官款并无可筹，皆借股商之力，以付公家之急。总局收支各账，均系按年刊布。各局详细作簿，亦任股商随时查阅。一出一入，众见众闻，非如关中所办报销，出于一二人之手者可比。原奏所宜各节，四属不知此中原委。至官报之费，前定章程，拟一半报效，一半给资，其余官商兼顾，持久不废，仍宜照旧办理，以为大局。报文宣怀十宗司轮，殿两局，叠被指摘。28年，延于直都。袁世凯电报移归官有。轮船纯系商业，可议督办，不可归官。世凯谋诛执政者，以为然，闻于上。寻命世凯督办殿局。后补侍郎吴和喜复之，明诏发还商贾，不具与行。众商凶惧，真欲持劝授之外人。宣怀力遏之，乃以寻诏原有商贾一人其就，盖其实仅亦一商贾官办之局而已。PG 1309。34年，邮传社部以2年，将以全国电局为实行部辖之。即邮传部尚书陈必书言，电报为交通全国机关，各国电报之权皆操诸国家。中国电报创始原归商办，而光绪初年，商贾为薄，仍赖官吏以为补助，非完全商办也。历年获利约计500-600万。果使全国交通推行无阻，则富商即可富国，亦何必别一根章？乃官商县所至之处，皆属市镇都会，而边远省分，如云贵、广西、甘肃、新疆，商人已无利可图，均推归官办。虽商历时有未逮，而故私利望远略，实被朝廷吏部之初心。恒以中国境状，自非改为官办，无以定区划之方，即莫由收扩充之效。东西各国电线如织，策应灵通，故服莽方生，炫就扑灭。中国电报无论要荒及腹地烧辟者，亦多缺而未举。一旦有事，道途修阻，声息不通，实于军务有碍。况当百度为新，外交内政关系非轻，稍至交通，则行汉革。近来科不多，川、藏、蒙古、闽、浙、江西、苏、松纷纷请设电线。本年4月，奉旨训设贵阳至一新电线。右路军部以秋间江、鄂各军在安徽会操请设安庆至太湖电线。外务部请设川、藏通印度电线，以为收赎英人江资线路章本。湖北关电局以赔累不堪，请改归部办。分来踏制，均为不可稍缓之途。合计各省请设各县。
不下万有余里，工程当在100余万以上。且此万余里，半皆荒，村僻壤，暴物不多，增一县即赔一县之本，修一里即亏一里之费。前此天设云，贵1、2边省电线，各股商上率亏损。今统筹荒瘠之区，更难着手。致利则归己，损则归公，恐亦无此情理。此展现之宜归官办者也。各省县路，待修者众，朽败难知，而陕、豫、闽3省尤甚。设豫军心仓促，何堪设想？现在临源调查，通盘筹划，尚有应宜进铁路者，有关西交涉急需先战者，有文报日多应行天线者。次第修举，工费浩繁，须银约5、60万两。此项巨费，即尽扩商贾于利息项，亦难之底。此大修之 ，PG 1310，宜归官办者也。中国报废昂贵，甲于全球，远胜1、2字之费，即与各国20字相等。近据宁夏副都统治瑞，请核减报废以利交通。又据副仆部元州万鹏称，仆国工会亦以中国报废太昂为此，自当酌减，使价目与各国略同，为入万国电政会之预备。为核减电费，以岁入300余万元计算，若减1、2成，即在5、6、10万以上。若递减至4、5成，或减至与东西洋相等，为数尤多。此事一行，则商贾年息恐不可保，余利更不待言。此减费之宜，归官办者也。凡此3事，实为电政今日最要之途，即为商贾今日最损之策。与其苟且因循，日积月累，致官商之两病，何若？平价收赎，其上下之交易。实见夫今日电报有必须扩充之事，即有不免折月之时。在商人之克盈余，在国家必求利便。事实不同，断难强合。臣等拟克遵光绪28年谕旨，改为官办，筹还商贾，即由部备价收赎，于每股股本外特予加价，以示国家恤商之意。奏入，允行。8月，电谷收赎完竣。臣必书言，臣不收赎商店，着何？是直赎之，每100元电谷，即与170元。炫复从众商之请，加价10元，作为优待费，计共22万元。自颁发收赎章程后，旬月之间，共收回商贾21400余股，其未到之500余股。委系外部及内地辟处，地计为监，拟请宽予限期，照章给价，提存现款，以便续领，仍给优待费，以示体恤。此后即全归国。有与商无涉。收赎之款396万，臣不暂由路款借拨，仍须另行设法归还，以清款目。又言，电政为交通枢机，图扩充方其发达。经济改归国有，应将减费、展现、修宪诸事，次第整顿。而减价为中外众目所睹，非实行筹办，犹不足以验。人望而广招来。
拟自光绪35年正月始酌减电费2成，以所收商报约300万元之额计之，即少收约60万元，不敷在20万元以上。减费之后，报费必增，可供挹注，而一时天线。PG 1311修线并扩充电话，再需款，所增之数必须抵拨，逐渐推广工程之用。预算短额，拟暂由程部各路余力项下，每年分拨20万元，以3年为限，自第4年起至6年止，每年云还20万元，一律还清。一转移间，路款均归有者，电政亦可见新。不凡续借他款，实收财政统筹之意。报可自时决后，事权统一，呼应灵通，每岁展拓电线3-4千里以为常，而取直之廉，迥异筹席，此则非商办之所及也。中国幅员辽阔，文报机严，至于变起仓促，往往因消息迟滞，作物积疑，酿成巨患。历朝变乱之起，大虑以此。自有电报举向来因性隔绝之弊，一扫而空。若朝阳教匪之倡乱，云南蒙喇有匪为民高之滋事，均因电报之告警，与军事不治之讯速，得以立即剿平。而外则朝鲜之2次内讧，越南事变之先事，防御亦为电报事赖，此其名效大验也。而然当创办之初，相辟诱于见闻，外人多所恼阻，艰难曲折，乃克成功。设县之处，若系边疆瘴疠、塞外荒凉之地，措手之间，实薄内地。已故在世人员的邀讲序，而进审不得原力以请者此也。至于意外之损坏，其事有火。贵州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干，乡省李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即重毁弃。陕之长武、黔州、礼泉、滨州、永寿、甘之荆州、平凉等处，人民为汉亦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据由地方官出资修复，首犯有论重辟者。26年全匪之变，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金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训至晋、豫、直隶、山东4省境内，当然无一线之疑。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而外兵盘踞京、津，出设行军电线，似拟设大沽至上海水线，以大东、大北两公司主其事。宣怀密行作驾，购其机器料物，属于中国商局，其谋进不得逞。宣怀寻请修复已毁。各县其经战事损坏者，商局人之。晋、豫未有战事，地方官。PG 1312保护不力，甚且指使拆坏者，原毕节、霍山之力，分别赔修。报可30年，东3省现在毁于日俄之战。待34年，总督徐世昌修复之。此亦毁复修各县之大略情形也。电报之利于交通，与铁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然铁路须费过巨，每有新筑，拟假外资即事，非如电报公审费轻，商利以足举办，其借外债而成者，仅沪、燕、孤镇附水县而已。光绪26年，外兵方据京、谋设大沽至沪水县，宣怀以其侵我主权，密向承办之大东、大北公司购归商局办理。方是时，两公司因利成变，故昂其职。中国官商交困，复处于利，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30年偿还。待迫于事之不得已也。前外仍在中国设县，由商贾购回者，如丹国所设之淞沪汉县，德国所设之京姑干县，铁路至天津之县是也。电报非仅达于国内矣，也必行驰域外，而其用亦宏。于是与外国通县，若法、若英、若俄，既定通县费之约，并分定联合其价摊分之约，以相约束。焉电局既日渐扩充，尤以培养人才为要。电报学堂创于光绪6年，4分设案报、测量、高等诸塾，以弘造就。25年，并设电话学科以复议之。电话初名曰德律风。25年，宣怀书言，德律风创。自欧美入手而能用者耳而得生，作一事而可对百朋格，颜色而可亲请看，此亘古未有之便宜。故创行未30年，便于各国，其始只达数十里，现已可通数千里。心机既辟，不可尽。日本电报德律风统归地信省，学生教于一堂，机器出于一场。中国之有德律风也，自因人设于上海租界始。近年各处通商口岸，洋人纷纷谋设。吴淞、汉口则请借竿挂线矣，厦门则请自行设线矣。电报公司竭力兼具，但恐各国使臣将副总理衙门要求，又资口舌，一经应允，为患甚巨。况西人单竹 PG 1313竹欲攘我电报之权力而未得其间。沿江沿海通商各部，若令皆设有德律风，他日由短线而达长路，由船深而兼船字，势必一纵而不可收拾。布特中国电报权力必为所夺，而彼之消息更速于我，防备不早，补救何从？现在官款恐难筹措。臣与电报各商董在四熟筹，唯有劝集华商资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各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集于省会各郡县，数可欲度彼足计于之谋，保全电报以成之局。报可自是京师、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广州、江宁、汉口、长沙、太原皆设之，此则连累而及者也。PG 1314卷第152至127。交通4。邮政海国大通以来，意欲侨民，恒自设信局。咸丰11年定曰：
驻京公使邮件，出与总理衙门交易代记。同治5年，改由总税务司会各驻京公使文件，递天津寄上海。光绪5年，增设丰和，后由天津至牛庄、烟台、镇江3路邮差。契11年，邮务越繁，总税务司乃于天津、镇江、上海各税务司处专员理之。此总税务监理邮递之权于也。初，光绪2年，总税务司因任赫德建议创办邮政。4年，始设送信官局于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以赫德主其事。9江、镇江亦计设局，是为中国事办邮政之始。16年，命通商口岸推广举办。1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异议。各国增设各地信局，防推广之路，请速筹善策。总署副赫德议。21年12月，属南洋大臣张之洞书请举办邮政。略言：泰西各国是邮政重铜铁路，特设邮政大臣宗理，取资甚为，获利甚巨。即以英国而论，1岁所收之费，当中银3、4千万两。各国通行，莫不视为巨堂，且权操于上，有所统一，利商利民，而即以立国。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PG 1315。邮局，其余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10倍万国通利。光绪11年间，前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举委员李逵调陈，请中国自行设局，以挽利权，并经税务司革险。李前往香港、日本，向彼国商议，收回上海所设英、日两国邮局，已有端倪。南洋大臣岑国权曾拒资总理衙门，斥总税务司。赫德亦复办法。赫德亦为此举为御国便民大政，臣有要端七事，并称须有奏准敕办之明文，使各国皆知系中国国家所设，即可。商令各国将在中国所设之邮局撤回，并可商入万国信会之举。察各官事办邮递有年，未能推行极远。外国所设信局，并未裁撤。粮邮税官所办邮递，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美多挚爱。现赋与革险里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官税务司熟。按办法者当不乏人。请敕总理衙门，转敕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互相联络。如果认真举行，各国在华所设信局必肯裁撤。此各国通行之办法，有利无弊，成理财之大端，便民之要正也。总理衙门书言，光绪2年间，赫德因议颠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4年，拟开设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5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4因各国分在上海即各口设立邮局，
屡占华民生计。9年，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11年，曾国权资称州统理归调成邮政利益，并据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声称，香港应监督有缘将上海，应局改归华关自办之意。16年3月，札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无损民局，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4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此各税关事办邮递之始也。18年冬，赫德以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邮政局，恐将令生之节。19年5月，李鸿章、刘坤义称将海关道聂基归丙称，上海因美工不局限。PG 1316。亦增设各口信局，翌日中国在役推广，必更为艰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国使役代明经理，统一大臣，为其亲耳。各国以为上下交通，争相仿效。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连约者60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信重5钱者，取银4分，道远酌加。其取资计为，又有定期。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进达。如有事实，并可查禁。敌国思函。诚如张之洞所称，权有统一，为利商利民及以利国之要正也。素自18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纸，所收银元至64兆20万9490元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3、4千万两，上系约略之词。立谋铁路，成为不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来法国设立公司轮船10艘，通名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能开订，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部下数百万人，往往有一纸家书10年不达者。原邮会有扣阻无约国文函之利也。中国邮政若行，即以货资至，备轮船出洋，及递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邮局、城等拨访州资，之为当务之急。源于19年札敕赫德详加讨论。上年6月至12月，赋予总税务司面商屡次，先后据其地道4项章程，计44款。臣等详加批阅，大致离然，自应及时开办。应请旨敕下呈衙门，转敕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由呈衙门总其程，即照赫德所拟章程，定期开办。印制单纸，亦由赫德一手经理。遇有应行酌改增添之处，随时呈由呈衙门核定，务其有利无弊。至赫德城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系在瑞士国。应被召会，即由出使大臣转交其国执政大臣，为入会之据。自可原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所设信局一律撤回。以上所议，如蒙于允，
即由城衙门亲遵分别资照札敕办理。4办有头绪，即推行内地水陆各路克其兴办，并咨行沿江沿海及内地各职。PG 1317省将军督抚之诏，借其即将简要办法，敕地方州县小域商民，贤之利便。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并准付官局。报名领单，照章邦同递送，其与各店局相为表里。其江海轮船及将来铁路所通处所，应如何交际文信，由总税务司与各局员会商办理。关邮政局岁入计开支款目，由总税务司按节申报。城衙门会合奏报，奉旨如所议行。此开办邮政之始末也。自是变通全国，上下交受其利。其邮政区域，北部东起朝鲜、渤海，西起新疆、青海，北起西比利亚、蒙古，南起江苏、湖北、四川，而甚京、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扩焉。中部东起浙江、福建，西起西藏、云南，北起安徽、陕西、河南、甘肃，南起广东、广西、云南，而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扩焉。东部及长江下游，东起黄海，西起湖北、江西，北起山东、河南，南起福建，而江苏、安徽、浙江扩焉。南部东起台湾，西起缅甸，北起江西、贵州、湖南、四川，南起越南，而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扩焉。其邮局，则总局、副总局、分局、支局、代办处，总计6200又一。其邮路里数，则邮差邮路、民船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总计381000里，每面积100里，通邮线路7里。又49。其邮件，则通常、特种，总计36221， 16239。其包裹，则通常、特种，总计件数302， 22872，重量10060433起罗。其会队，则汉会局、火会局，总计758，汇入银数309， 136000两，兑出银数3984200两，总计银数7920200两。岁入京偿2528500余两，临时6835800余两。岁出京偿2827800余两，临时6466500余两。出入两地，实银。PG 1318， 69900余两。此据宣统3年统计也。其各国邮局设于中国各口岸者，英国则上海、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宁波9处；德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南京、济南、青岛、宜昌、镇江14处；法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
厦门、广州、宁波、重庆、琼州、北海、龙州、蒙自14处。日本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重庆、南京、牛庄、塘沽、沙市、苏州、杭州16处。美国则上海1处。俄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5处。此其大略也。PG 1319。卷第153至128。邦交1。中国古重邦交，有清盛时，诸国朝聘，皆予以礼。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使葡萄牙、荷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联袂携来，零萃与及，其意亦仅求通事而已。既乎道光己亥，禁烟兴起，仓促受蒙，于是必应以香港开5口通商。嗣后法兰西、美利坚、瑞典、纳威相继立约，而得益制。荷兰、日斯巴尼亚、意大利、奥斯马加、葡萄牙、比利时均原因法之力，订约通商，海疆自此多事矣。俄罗斯订约在康熙28年，较诸国最先；日本订约在同治9年，较诸国最后。中国逼处强邻，受祸尤烈。其他若秘鲁、巴西、刚果、墨西哥诸小邦，不过尾随大国之后，无他志也。咸丰更生之意，联军入都，臣于出售，其实因法护其要求，当时诸臣不敢议其一字。蒋臣增曰：其患日深。至光绪甲午马关之约，丧失割地，忍辱形成，而列强俱利益均沾之力，乘机攘所，险要尽失。其尤甚者，则定有某地不得让与他国之条，只以中国土疆视为己有，辱没大焉。庚子一役2，公拨迁8国联师，是亦不知其不亡者幸耳。夫中国幅员之广，远异前古，幽灵、交趾之众，流沙、盘木之属，莫不款官奉制，同我版图。乃康干以来所力争而今。隐者任人蚕食，置之不顾，西则浩罕，巴达克山诸不施之余。PG 1320。南则越南、缅甸失之英法，东则琉球、朝鲜失之日本。而朔边分界，丧得几近万里，守以守境之为何？此则尤令人痛心而棘手者也。原至各国邦交始末，以备后人之考尽焉。俄罗斯的跨亚细亚、欧罗巴2洲北境，清初俄东部有罗沙者，由东洋海岸收萃矿之贡，抵黑龙江北岸，据雅克萨尼布楚2地，树木成居之，侵扰诸部。4又越新安岭南向，侵略布拉特乌梁海4左领。崇德4年，大兵在定黑龙江，毁其城，兵退而罗沙复城之。顺治中，屡遣兵驱逐，以降不济而返。12年及17年，俄察罕汉两副贸易人至今奏书，然不言边界事。康熙15年，
帝召见其商人尼果赖，遗书察罕汉，令管束罗沙，无扰边陲。继而罗沙复肆扰，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雅克萨城，会荷兰，共使至，乃赐书赴荷兰转达其汉。25年9月，其新察罕汉。复书至，言中国前屡赐书，本国无能通解者，今已知边人，构信之罪，自当严治，即遣使臣一边定界，请先是雅克萨之为。许之，遂召萨布素退师。28年冬12月，与俄定黑龙江界，立约7条。先是俄使臣费越多罗俄里克谢等由陆路至喀尔喀土谢图汉境，闻以往复。致仕使与领事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会议于黑龙江，宜寻乌伦木河相近格尔毕其河上游之时，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西河尽属中国，山北西河尽属俄。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尽属俄，乃归中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历时于黑龙。PG 1321。将两岸堪勒会议条款用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字，是为尼布楚条约。自后贸易之始，每岁间岁一致，未尝稍为节制。33年，遣使入贡，时有2犯逃入俄，俄遣人送回，礼藩院行文讲之，遂复遣使入贡。帝阅其章奏，谕大学士曰：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信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39年，遣使机表志。雍正5年秋9月，与俄定恰克图互市界约11条。俄察罕汉卒后，其妃带临朝，为寇肯汉，遣使臣萨瓦济俄官伊利里，与理藩院尚书图里善、喀尔喀亲王策临在恰克图议定。喀尔喀北界，自楚库河以西，沿布林固特山至伯夷沙岭为两国边境，而互市于恰克图。议定，陈兵鸣炮，谢天立誓。是月，定俄人来京就学俄术。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萨克者崇回教，其东境近蒙古者崇佛教。康熙间，常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就会同馆，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致仕，定俄人来学喇嘛者，俄数6人，学生俄数4人，10年更代为例。乾隆23年春正月，俄人宪判人阿穆尔撒纳师初，鲁特辉特部阿穆尔撒纳被准噶尔来复，帝封为亲王，命复定北将军班帝征准噶尔，降其部众，以复叛归，逃入俄，所知以渡河溺死闻。继而患斗死，遂移师至恰克图来献。未几，鲁特台吉舍棱羌中国都统唐喀禄
叛逃入俄，所知又不与，绝其恰克图贸易。30年秋8月，俄绰尔济喇嘛丹巴达尔扎等请赴，又恐俄人追索，中国秦宋遣人来探。胡图林阿以闻，帝命纳之。33年秋8月，赴俄恰克图护士理藩院设库伦办事大臣长之。44年，在庭护士，4年复之。54年，又以纳 PG 1322。叛人避世，严禁代黄，茶叶出口，俄人复以为请。57年，乃与定恰克图誓约5条。嘉庆7年秋7月，喀尔喀亲王运端多尔济请巡查恰克图2国边界，帝命于10年与库伦办事大臣轮次往查。10年冬12月，俄商船来越请护士，不许。道光25年，俄进呈书籍300余种。28年，俄商船来上海求护士，不许。出家道监，俄由黑海沿里海南清游牧，各回部。因吉利寄据东南两印度、犍拓及温都斯坦而备。于是，葱岭西自布哈尔、浩罕诸部皆并于俄，加恒河城郭回国办属于因俄边界仅隔印度哥市一大山，连年征战。俄斯结元中国遣使约中国以兵2万由缅甸、西藏加攻印度，是未行。因宣助土耳其与俄战，使讲和而罢。逮江宁府议定法，每未与议者，亦照应例，并在五口通商。而俄人自嘉庆11年商船来越驳回后，致是有一船亦来上海求事，经江城奏驳，后遂有4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咸丰元年，俄人请增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护士。经理藩院亦允伊、塔尔据喀什噶尔。文宗即位，命伊犁将军义山等与之订约，成通商章程17条。3年，俄人请在上海通商，不许。又请立格尔毕齐和界牌，许之。至5年，俄帝尼哥拉斯一世使命穆喇福岳福等来划界。先是穆喇福岳福至莫斯科一新任的诸事，以为欲开西伯利亚复原，必利用黑龙江航路，豫的黑龙江航路，则江口及附近海岸必使为俄领，而以海军协力助之。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泊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穆喇福岳福携乘船入黑龙江，由松花江下使，即请在松花江会议。8月开议，以3款要求，寄指地图与我。为格尔毕齐河起，至新安岭阳面各河止，据属俄界，而请江黑。PG 1323。龙江、松花江左岸及海口分给俄，又以防备因法为辞，且登岸射炮，逼迁屯户。迭由一山，仅存与之争议，气不能决。6年4月，俄人复律舰队入黑龙江。7年，穆喇福岳福归伊尔库斯克。时英法联军与中国开信，
俄人承英国请求，遣步田庭为公使，来议国境及通商事宜。中国拒之。步田庭遂下黑龙江，由海盗进广东，与英、法、美公使和致书大学士玉成，请中国派全大臣至上海议事，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由广东总督办理，俄国交涉事由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步田庭乃与三国公使进上海。木喇孚乐府乘机扩得于黑龙江左岸，并广筑营舍。遣使节则答以与俄公使在上海协商。寻遣使告黑龙江将军义山，在爱辉议界。义山遂迎木喇孚乐府至爱辉会议。木喇孚乐府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境，提出条件。明年4月，遂定爱辉条约，先划分中俄东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界，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为中国界，由乌苏里河至海之地，有接连两国界者，两国共管之。于是绘图作记，以满、汉、俄三体字刊立界碑。时英法联军以现大沽炮台，俄与美借口调停，因钦差大臣桂良与英、法缔约，遂原力增通商七海口。初、中、俄交涉，向有礼藩院行文，致使往来交接用与国礼，前限制条款悉除焉。是年，义节5年塔尔巴哈台粉俄获圈案，俄旅所长，致使以查，相贴补之。9年5月，俄遣伊格纳提耶夫为驻北京公使。10年秋，中国与英、法在开战，联军陷北京，帝受热河，命攻亲王。议和，伊格纳提耶夫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定北京合约。伊格纳提耶夫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欲让与俄以为报。10月，与定北京续约，其重要者以两国沿乌苏里河、松阿察河、新凯湖、白灵河、胡布图河、珲春河。PG 1324。图们将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2. 西将未勘定之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及中国常驻卡伦等处，立标为界。自雍正5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闹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木尔图闹尔，南至浩罕边境为界。3. 俄商由恰克图到北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准临新贸易，库伦设领事官议员。4. 中国许喀什噶尔试行贸易。11年夏5月，仓场侍郎陈其与俄人勘分黑龙江东界。秋7月，俄设领事于汉阳。8月，俄人禁枪炮。是年，俄人请进京贸易，不许，后元英、法令改至天津。同治元年春2月，与俄订陆路通商章程。俄人出意欲纳税。从清，商蒙古不加限制，张家口立航站，经关隘免稽查。总署以俄人向在恰克图等处以货易华查出口，经许其进口贸易，以
诏阳关重税，免爱华商生计。右库伦为蒙古错居之地，其为库伦大臣所属者，像指车城汉、图什叶图汉等地，此外各游牧处所得矿足繁，不尽为库伦大臣所辖。若许而随地贸易，稽查南州。又张家口距今伊尔，沿巨而商设立航站。久之，始定章程。21款于天津，续增税则一册。3月，俄人以喀什噶尔不进，请暂移阿克苏通商，不许。时俄人在伊犁属马呢图一带私设卡伦，祖中国富勒不惜之。陆复于沙拉托罗海境率兵拦阻察边人，声称哈萨克、布鲁特为其属国，又于各卡伦外累立恶伯、乌里雅苏台将军名义等节，则之，不听。8月，名义等与俄人会议地界。俄使以续约第2条载有：西江尚在未定之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极限。在中国常驻卡伦之语，直为定论，并出设色地图，欲将卡外的尽属俄国。名义等以为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排末处起至浩罕边为界，冒延万里，其中仅有3处地名，未详逐段立界之处。况条约内载，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并无为界之语。PG 1325自不当直以为辞。屡与辩论，不审。忽遣兵队数百人，执持器、械炮车于伊犁卡伦附近伐木滋扰。是月，俄人请派兵船至沪，驻剿越贼，许之。10月，俄人复进枪炮。是年，俄人越界到根黑龙江右岸地亩，截之。2年4月，俄官部色伊由海兰炮遣人到齐齐哈尔省城借用一马，并求通商，请假到前往吉林自松花江回国。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以非条约所在，不许。是月，俄人复遣兵队数百人至塔尔巴哈台巴克图卡伦驻牧。中国欲令撤回，不听。又遣队往伊犁、科布多，又派兵数千分赴斋桑闹尔等的耕种建屋，遣兵4出前立石垒，为将来易界地步。名义等亦筹防，并与交涉，不审。5月，俄人以哈萨克兵犯伊犁博罗湖及尔卡伦，及之使退。6月，复来犯延边卡伦，复及之。7月，俄使进一单，人直条约第2款为辞。又以条约所载，西直自为，西南自务必。欲照一单所指地名分界，不许更易。乃许照一单换约。于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名义上言，照一单换约，时与乌梁海蒙古籍内福之哈萨克、布鲁特并伊犁距近边卡居住之所伦四艾曼人等身。既有房，请筹安插各项人众及所有生计。廷谕令与俄人议，须使俄人让的安插，及中国人照旧游牧。俄人仍不许。3年秋8月，俄人复遣兵进逼伊犁卡伦。9月，俄使杂哈劳至塔尔巴哈台与民议会，仍执一单为辞。
时新疆回分甚炽，朝廷重开边信，遂诏一单换约。宗纪界约分数段，亦为乌里雅苏台所属地，及乌城界约所立为八界牌者，自沙宾达巴哈起，往西南顺萨燕山岭至唐努俄拉达巴哈西岸末处，转往西南至塞留格木山岭至博郭苏克山为止，岭右归俄，岭左归中国。二为科布多所属地，及科城界约所立牌泊20处者，自博郭苏克山起，向西南顺塞留格木山岭至奎屯厄拉，即往西行，沿大阿勒台山至海流图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察其勒末。PG 1326。斯厄拉转往东南，沿斋桑闹尔边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马呢图嘎图勒干卡伦。三为塔尔巴哈台所属地，即自马呢图嘎图勒干卡伦起，先往东南，后向西南，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巴尔苏，转往西南，顺塔近西南各卡伦以弃于阿勒坦特布西山岭。西北为俄的，东南为中国地。四为伊犁所属地，即顺阿勒坦特布西等山岭以北偏西偏属俄，在顺伊犁以西诸卡伦至特木尔图闹尔，由喀什噶尔边境以里达天山之顶而至葱岭，以号罕处为界，其明年刊界立牌。会回乱及中俄道祖界牌千言未立。4年，伊犁将军明绪因回乱，请赞甲俄兵驻脚，许之。然俄人言不发兵，仅允饷需甲俄边撰解及所需粮食枪炮火药允资解。5年春正月，伊犁大臣失守，俄允借兵，仍迟延不至。3月，与俄议改陆路通商章程。俄人欲在张家口任意通商，即删去小本营省、天津免纳子税2事。中国以张家口境皆京畿，非边疆可避，不可无限制。小本营省字样若删去，则俄商货色人数无从稽考，为天津免纳子税，与他国贩土货出口仅纳一镇税相合，遂亦免天津子税。而张家口任意通商，即删去小本营省是，并从缓商。5月，俄人请往黑龙江内地通商，不许。是月，俄人占科布多所属部克图尔满河北境。6年6月，俄使倭梁咖里以西江部境有妨通商，移书总署责问。是月，俄人占科布多所属或呢麦拉户卡伦及乌里雅苏台所属或呢因达巴罕之乌克果勒地，截之，不审。7年2月，俄人越界如库伦所属乌雅拉嘎哈当苏河等处采经，组织不听，反以为俄国游牧的，不任雍正5年所定界址，及嘉庆23年两国所绘地图界址。中国屡遇争议，不决。10. 新疆毗连俄境卫立界牌2伯，乌里雅苏台将军林兴等请派大员会定界址，许之。然持久未刊。俄人又私伐数株，标记所侵库伦所属地。又于朝鲜庆兴府隔江瑶对之处建筑房屋，朝鲜国王
PG 1327。一句，兹中国查询。7月，俄人又如呼伦贝尔所属地道伐木直组织，不听。8年春3月，与俄国续订陆路通商条约。5月，荣权等与俄历届大臣巴布阔夫等会历届排俄国至乌里雅苏台所属塞留格木。俄官界口原约第6条为非水源所在，便议3日，使遵弘。现条约于博果苏克坝、塔斯齐勒山各建排泊，其由朱卢闹尔至沙宾达巴哈分界处，原图所在，险阻难行。俄官则欲绕道由朱卢闹尔以北数10里唐努山之察布雅奇坝上建立俄泊，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朝旨不许，乃改由朱卢闹尔东南约10数里哈尔嘎小山立第3排泊，又顺朱卢闹尔北唐努山南约200里察布雅奇坝上立第4排泊，照原图所绘红线以外朱卢闹尔圈出为俄国的哈尔嘎小山以东，察布雅奇坝以北为中国地。又顺朱卢闹尔北唐努山南直向西行，至朱卢闹尔末处转折而北而东，均系红线以外科属阿勒坦闹尔乌梁海地，已分给俄至库瑟尔坝上以接唐努乌梁海向西偏北极边地，于此坝上立第5排泊。由此向西无路可通，乃下坝向东北入唐努乌梁海，复转折而西而北，至唐努厄拉达巴哈末处，以西有水溪流，名楚拉察河，亦系红线以外分给俄者，于此立第6排泊。其东南为唐努乌梁海边境，其西北为俄地。又由楚拉察河顺萨勒塔斯台嘎山至苏尔坝上，立第7排泊。由此坝前进，直至沙宾达巴哈。山脉一线相连，此处就有2国排泊。与此坝相接，因不再立。荣权人欲复增排泊，俄官允出具应节，听中国自立，荣权乃遣人立焉。8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又与俄官议立俄属排泊，俄官人欲以山行水势为凭。奎昌等抗辩，非按原图县道建立不可。遂于科布多东北边莫布果素克岭至马呢图嘎图勒干各立排泊，至塔尔巴哈台所属布伦托海分界。中国因塔城未经克复，盗图。PG 1328。梗塞，未辖办理。俄使据欲于塔城所属马呢图嘎图勒干至哈巴尔苏从北起先建俄泊，并称无中国大臣会办，亦可自行建立。中国以分界关2国地址，绝无独勘之理，允祀明年春荣，派员会勘。是年，俄人轮船由松花江上驶抵呼兰河口，要求在黑龙江内地通商。黑龙江将军得因以闻，朝旨以非条约所载，不许。9年正月，俄人来沿哈巴尔苏排泊以于去秋自行建立。中国以不服会办原意节之，并命科布多大臣奎昌按图查勘。2月，俄人复请派员赴齐齐哈尔、吉林与将军一边事，命尽组织。秋8月，
魁昌至塔城所属马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与俄历届大臣目鲁木策附会刊俄自立排帛，中国亦于俄国自立排帛内建立排帛。复往塔尔巴哈台山岭等处勘察，直至哈巴尔苏，共立排帛时，致仕分界使郡。10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以乌里雅苏台师县乌梁海与俄界毗连，请防侵占。10年夏5月，俄人袭取伊犁，复欲乘胜收乌鲁木齐。帝命将军、参赞大臣等止其进兵，不审。既又出兵2000，欲剿马纳斯贼，以有防彼国贸易为辞。中国命荣全、魁昌、刘铭传等督兵屠赴乌鲁木齐，归收伊犁。俄人既得伊犁，即令图尔根所住所伦人移居萨马尔屯。又于金顶寺造屋，令汉、回分驻绥定城、清水河等处。复遣人赴喀喇沙尔、金河，劝图尔扈特降。又说马纳斯贼投降。是文，命防阻。12月，俄人请援各国力通商。琼州、许之。是年，俄人带兵入科布多境，欲令退兵，久之使去。11年4月，伊犁将军荣全与俄官伯呼策勒父思其会于俄国瑟尔赫厄普勒，亦交还伊犁事。俄官至伊犁不问，仅议新疆各处如何平定，并以驻兵为严，要求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哈密、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处通商，设领事及培补塔城商馆及匡苏勒关庞林等被害各节，并请让科布多所属。PG 1329。喀喇额尔济斯河及俄鲁特游牧额尔米斯河归俄荣全等据之。伯呼策勒父思其遂至伊犁事不议，以呼如北京总署，请人与荣全会议。伯呼策勒父思其又呼辞归国，致仕接收伊犁，又迟延矣。8月，俄人再获入乌鲁木齐所属三塘湖，请赴巴里坤、哈密等处贸易，阻之，不听。既闻回匪有由哈密东山西窜察罕川古之信，乃折回。以复有俄官来闻，为伊犁所属图尔扈特游牧西湖、金河，待延子居民军归顺俄国，中国军队不得往西湖各村。中国以当初分界在伊犁以西，并无西湖之名，西湖系乌鲁木齐所属军队，原由总署与俄使亦有大略，何可阻止？据之。时荣全将带兵由塔附伊安设台站，俄人以越俄国兵所占地，不许。又阻荣全接济西伯银两。10月，俄商赴马纳斯贸易，中途被杀伤50余人。12年夏4月，俄人忽带兵及哈萨克、汉、回等众入金河图尔扈特游牧，所哈萨克所失马，并植被子集。固山达宝来绰罗木等，又修治伊犁以东果子沟大路，更换西伯各关，图东犯，又于塔尔巴哈台所属察罕鄂博山口驻兵，盘结往来行旅。13年8月，俄人自库伦贸易入乌里雅苏台建房。
皆以非条约所载，不审。宣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元年夏5月，由历官索斯诺等来兰州，沿奉国主之命，欲与中国永敦和好，似中国克复乌鲁木齐、马纳斯，即便交还。左宗棠以闻。继而左宗棠以新疆与晋毗连交涉事烦，请指定夺。帝命左宗棠主办。3年，亦修陆路通商章程。使部策欲于伊犁未交之先，通各路贸易。中国不允，仅允西路通商，而仍以交收伊犁与商。办各事并行为严，人又以荣权章事积伊犁人民不遵而令乌里雅苏台官吏擅责人，将海关道扣留船，因连擅杀哈萨克车龙及征收税，只为违约，为非先议各事不可。会新疆南路大捷，各城收复。回匪白燕虎等窜入中国原约第8款 PG 1330，请其直送。屡与理论未决。4年5月，命吏部左侍郎崇厚使亦还伊犁即交白燕虎。诸事。12月底5年2月，与外部尚书格尔斯开议。格尔斯提议3端，一通商，一分界，一偿款。而通商、分界又各区分为3。通商之条，宜由嘉峪关达汉口，称为中国西半省。分听其贸易：1. 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称为天山南北各路，妥议贸易章程。1.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称为蒙古地方，及上所举西半省分，均设立领事。分界之条，斩伊犁界，以便控制回部。1. 更定塔尔巴哈台界，以便哈萨克东下游牧。1. 新定天山以南界，以便属浩罕的清界限。崇厚皆允之，为偿款数目未定。崇厚以闻，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伦接收伊犁及分界各事，计议偿款卢布500万元，亦遣高富闷等为交还伊犁专使。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敕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西伦等将各条分别着合密陈。于是李鸿章等即一时严氏之臣交章弹劾，而系马章之动抗争有理。略谓新约18条，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亏，不可许者一。东3省国家根本，博都讷吉林、金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于东3省任其游行无益，是于随分。河之西无故自促地2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亦许人，效有种制。不可许者二。朝廷不征税客，当恤商民。若准，回2部，蒙古各盟，一任人贸易，盖免纳税。华商日困，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航站，以后逐渐推广，设起荣兴、万里之内，首尾衔接。
不可许者三。中国平藩，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现夷狄。如蒙古全战攻其一使，但有事，因信一通，必撤藩平，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 PG 1331所载，俄人准舰卡36，盐贸广大，无事而伤亡，则击不胜；击有事而兵来，则遇不胜遇。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许待军器之利。今无故生民人带一枪，其意何居？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西济均沾，洋关税克必至岁处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3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真敲击气。高于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塔尔巴哈台、科不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境由出入，且各国通例为严。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等，乃我边境，今日俄人作勇，设各国元力，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民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哥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尔海岛以北，金顶寺又为俄人市产，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地利尽失。不可许者十。又言改易之道，宜在治崇后以为训。越权之罪，宜在请谕止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义不原之故，不告中外，行文各国，使平曲直，宜在据理力争，使之使臣化压。为奉御批示父，不足为惧，宜在设新疆、吉林、天津之防，以作战备。输入命与修撰王仁刊等集数及是圣谕所奏，并交大学士等议，并治崇后罪。6年正月，命大理寺少卿曾纪则为使俄大臣，续议各款。时廷臣多主废约，曾纪则以为废约须权轻重，因上书曰：一离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长款。三端之中，长款故其小焉者也。即通商一端，亦较分界为稍轻。察西洋定曰：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亦可随时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计。其甚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久办乃分利弊，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年。PG 1332。现修改，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俄约经崇后议定，中国成为受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而不别与意图以为转还之路。四亦难将心以相从也。臣以为分界既属永定，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为当及其太甚者，
着加更易，愚者宜从权应允。时俄人以中国治崇后罪，增兵设防，唯有意寻衅，欲拒计，则不与议事。因法二使各奉本国命，亦以应定约致使臣罪为。不然，待请宽免。中国不得已，允减崇后罪，召人监禁。亦有与俄使凯阳德先议结边界各案。6年7月，继则抵俄，侍郎郭松涛书请准万国公法，宽免崇后罪名。继则亦请示崇后，许之。初继则至俄，俄即尔思。部策诸人嫌以非头等权大臣，欲不与议，遣部策如北京议曰：已成行，而朝旨以在俄定议为要，命继则向俄再请，使追回部策。继则与议主废曰：俄人挟崇约臣谏，屡与伍，继则不得已，乃遵总署电，未可缓所依离，全废旧约。寻皆俄谍，允还贴客。思川余不容易。部策又遇俄商在通州租房存货，及天津运货，用小轮船拖带。继则以非条约所有，拒之，而改约是人相持不决。11月，俄谍中国，允改各条，其要有7： 1. 交还伊犁； 2. 喀什噶尔借物； 3. 塔尔巴哈台借物； 4. 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由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5. 松花江行船至亳、都讷。 6. 增设领事。 7. 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曾继则的牒，以俄既许让，则缓所之说，自可不议。于是按约辩论，于伊犁的征回南境，喀什噶尔的照两国县管之地，派员在堪塔尔巴哈台的于崇后，名义所定两界之间，着中勘定，嘉峪关通商的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自军山去。松花江行船，因爱辉条约物质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PG 1333。据至俄人历年借口，久之使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辉旧约如何办法，在行商定，增设领事。俄人请设乌鲁木齐一处，总署命在商改，使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于4商务兴盛时，在亦增设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将原约军部纳税，自改为暂部纳税。4商务兴盛在定税章。此外，偿款崇后原约偿500万卢布，俄人以伊犁南境既已让还，预备原数，久之使允减定为卢布900万。继则又以此次改约并未用兵，兵费之名绝不能任。于是将历年边疆腹地与俄人未结之案，有应赔应续者100、9案，并入其中，作为全节。又于崇后原定俄章字句有所增减，如条约第3条删去伊犁以入俄籍之名，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名利益一段。第4条俄名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名不得原立，且声明俄名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民人一体完纳税饷，并于第7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
声明系安置应入额及而弃田地之名。第6条写明所有前此个案。第10条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即第13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航站，均声明他处不得原以为例。第15条修约期限改5年为10年。章程第2条货色包件下天眼主牲畜字样，其无职照商名照例承办，改为从严罚办。第8条车缴运夫绕月节禁，以避关卡查验，或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原以为例，视为收回依离条约。又同时与俄定陆通商章程。7年正月，与俄外部尚书及尔司及前驻京使臣部册在俄都画押前印，宣批准换约。7月，贺俄军即位，帝国书所逆犯白彦虎等，俄以白彦虎等犯系属公罪，不在条约所载之列，不允交还，允严禁。寻命伊犁将军金顺、参赞大臣申泰接收伊犁。8年2月，接收讫。金顺进驻绥定城。申泰会同俄官勘分地界，并以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会办西北界务。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灵扎部会 PG 1334办西南界务。4月，俄人带兵潜入科布多所属哈巴河、清安等。以文因沿途内奎洞山、黑伊尔特什河、萨乌尔岭等处行事，与基年新旧图说不符。朝指命就原图印刊之处，立与直变，着定新界。11月，分界大臣长顺等与俄官佛里德勘分伊犁中段边界。先是距那林东北100余里之隔登山有高宗平准噶尔明勋碑，同治3年以划归俄，致仕征回，历届约3条。9年，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景堂以新疆南界乌什之贡古鲁克的为南北要经，请按约所还。先是就约所在伊犁南界，系指贡古鲁克山顶而言。上年沙克都灵扎布与俄使勘分南界，由贡古鲁克等处卡轮绕贡古鲁克山路至别迭里达板设立界牌，清战至毕底尔河源，故景堂以为言。朝指命长顺等据理辩论，即而沙克都灵扎布又与俄官咩登斯格堪伊犁南界，俄人必欲以萨瓦巴奇为界。沙克都灵扎布以为萨瓦巴奇在天山之阳，距天山中梁尚远，不许，乃以天山中梁为界。又立牌泊于别迭里达板，是为喀什噶尔界约。7月，分界大臣申泰等与俄官巴布阔夫等勘分科塔界务。巴布阔夫等欲照图中直线，以哈巴河为界。申泰等以哈巴河的居上游为科进之门户，塔城之藩篱，若划分归俄，不为原著。之哈萨克、蒙、明等吴的安插，及科属之乌梁海，塔属之土尔、扈特等处游牧之所，亦具受逼，戒止既尽，信端必多，据之。俄使乃允退离哈巴河以西约80余里之毕里克河划分。申泰等以毕里克系小河，原图并未会勘，
若以此划界，则哈巴河上游人为俄所占，复与力争。俄使乃允复退出50里，议定在于阿拉喀别克河为界，即距哈巴河至直线共130余里，即原图黄线之旁所开之小河也。于均照黄线所指方位划分，至两国所属之哈萨克，原归俄者归俄，原归中国者归中国。如有人归中。PG 1335。国而产业在俄，或人居俄而产业在中国，均照依离办法，以此。次议定新界换约日为始，限1年迁移。约定又与俄官匪里德堪塔城西南未分之界。俄使意欲多分，生态以此断界物。新约第7条内业经指明，系顺同治3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及原约。第2条内所指伊俄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尔鲁克等处卡伦之路办理，是原有图线条约可循，非若他处尚需勘着一分可比。不许。俄使乃以巴尔鲁克山界内注目之哈萨克久已投俄，一经定界，不免迁移，请界让安插，许之。人员旧约第10条所开塔，属援助小水地方居民之力，限10年外迁，随力排帛。9月，分界大臣额尔庆额等与俄官撇匪所负堪分科部多界。自阿拉克别克河口之喀拉素毕业格库马小山梁起，至塔木塔克萨斯止，共立排帛4，又立排帛于阿克哈巴河源。先是喀什噶尔西盘界物以经常顺与俄人划分，以伊尔克池他木为界，而邦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耀以为有误，请示复查。长顺以勘界系依红线，伊尔克池他木虽旧图不载，而新图正在红线界限，不容有误。巡总署以约内有限管为界一语，亦曾记责定约时，必因新图不无缩入，又知左宗棠资报克复喀城有战的安吉言疑的边界展宽之说，故约内添此一语。既以县管为界，即可不居红线，人命长顺与争。俄人以喀拉多拜、铁列克达湾、屯木伦3处虽现为中国所管，然均在县外百数十里，直不允。人一红线旅勘，自喀克善山起，至乌斯别山止，共立排帛22。指山为界者7，遂定义。是为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希伦与俄人会议俄商在塔贸易新圈地址。10年3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希伦与俄人会定哈萨克归附条约，凡在塔城境内混居之哈萨克提尔塞律克部、拜吉格特部、塞波拉特部、托勒图勒部、满毕特部、科勒伊部、图马台部各大小鄂拓克约5000余户，除原迁回俄境外，其自原归中。PG 1336。国者1800户，均由中国管辖，并定管辖条款。7月，法因越南与中国开信，法人请俄国保护在华之旅人教士及一切利益。俄使允保护，迭中国。11年3月，
总署以吉林东界牌帛中多喘错，年久未修，请见大元会刊，据约历届。先是俄人侵占珲春边界，将图们江东岸沿江100余里误为俄国辖地，并于黑顶子安设俄卡，招致朝先留民垦地。前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邓，请敕查令俄人交还。朝廷乃命吴大邓等为钦差大臣，与俄人定期会刊。大邓等以咸丰10年北京条约中俄东界顺黑龙江至乌苏里河及图们江口所立界牌，有俄国、阿、巴、瓦、嘎、达、耶、热、接、伊、意、喀、拉、玛、那、窝、帕、拉、萨、土、乌12字头，11年成期刊界图内上有伊、意、喀、拉、玛、那、窝、帕、拉、萨、土、乌12字头，和以官界记文内仅指耶、意、喀、拉、那、窝、帕、土8字头，图约不符。又界牌用木南京。9. 应请一时，即补立界牌。又以俄人所占黑顶子的，即在土自界牌以内，尤为重要。又以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500余里，处处与俄接壤，无一界牌。又陈其所立界牌8处，为土字一牌之外，尚有乌字一牌。以交界记文而论，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20里，立界牌一上写俄国，土字头是土字一牌已在交界近处，更无不立乌字界牌之地，二者必有一物。又补立界牌，无论乌字、土字，宗以图们江左边距海20里之地为断。12年夏，吴大邓等赴俄进言楚河，与俄勘界大员巴拉诺夫等商议界务。大邓等首议不立土字界牌，因咸丰11年所立土字界牌之地，未照条约记文，江口相距20里之说。大邓等与之辩论，俄原以为海滩20里，俄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20里，方是江口。大邓等以为江口。PG 1337即海口，中国20里及俄国10里，沙草丰原立土字界牌，既与条约记文不符，此时即应更正。巴拉诺夫人以旧图红线为词，久之，使允于沙草丰南越岭而下至平冈近处立土字牌。又于旧图内拉字、那字两排之间不立马字界牌。条约内帕字、土字两排之间不立拉、萨二字界牌，悉亦已实。又于界牌相去甚远之处，多立峰堆或绝壕为即至俄人所占黑顶子的，亦允交还。大邓等又以宁古塔境内倭字、那字二界牌与记文条约不符，请更正。原倭字界牌本在湖部图河口，因当时河口水涨，木牌易于冲失，全设小孤山顶，离河较远。大邓等以为若以立牌之地即为交界之所，则小孤山以东至湖部图河口一段又将割为俄地，乃与巴拉诺夫议定，将倭
自十界牌改至胡布图河口山坡高处。那自界牌原在衡山会处，距胡布图河口100余里，仅存朽烂木牌2尺余，因役已时，仍立衡山会处，以西及细小随分河源水向南流处，又于交界处增立铜柱，是为中俄徽春冬界约。是年，俄莫斯科瓦商人欲携货赴科布多、哈密、宿州、甘州、凉州、兰州等处贸易。中国以科布多、哈密、宿州皆细条约定明通商处所，自可前往。甘州、凉州、兰州系属内地，非条约所载，不许。14年，俄人在乌梁海所属掘金开的建房，组织不听。15年，俄人越界入黑龙江所属，以益草为名，搭棚占地。总署以巡北洋大臣李鸿章，鸿章请但许益草，不许搭棚，切与要约，以示限制，从之。16年，俄商请诏约由科布多运货回国，许之。初，俄商由陆路运货回国，就章之有洽客。图一录。光绪7年，改定新约，许由尼布楚、科布多两路往来运货。制式许由科布多行走，其收缴执照诸办法由科布多。参赞大臣派员查验。是年，出使大臣洪军以俄人在洽客途径穴的取经，请自设场掘金，不果。俄人又勾结藏藩私相馈赠。PG 1338。7年，俄遣兵至海参崴开办铁路。是年，俄太子来华游历，命李鸿章往烟台款接。初，俄遇中国减轻藩接待，未允，乃遣鸿章往，有加礼。18年，与俄人议接徽春、海兰炮陆路电线。先是中国路电线创自光绪6年，为单国大北公司海线，先于同治10年由香港、厦门以里至上海，一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名为南线；一通海参崴，由俄国亚洲汉线以达欧洲，名为北线。俄单早有连线之约。四单复与英合办水线，逮各省自设路线，并差去英、丹在沪、粤以成之路线。待中国吉林、黑龙江县城，与俄之东海滨境内进接。大北公司等深虑中俄县接，分夺其利，屡起争议。致仕命鸿章与俄使喀西呢议约，着拟户、福、沙港公司有水线处，不予征减。此外各口店价亦不允水线公司征减，遂定议，是为中俄边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是年，俄入帕米尔。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回疆边外，就为中国所属。自俄因纷争而以北、以西稍稍归属于俄，以南小部则附于英属之阿富汗，为东路、中路久服中国，迄今未变。俄欲取帕米尔以通印度，因人防之，以划清阿富汗边界为辞。欲使中国收辖帕境中间之地，堪明戒指，俄人亦欲会同中国堪界分疆，不使英语文。致仕，俄兵入帕，
因领事必立难以从前。因俄立约喀什噶尔、阿富汗之间并无俄的原初作证，有据所绘图，力辟俄图。俄人不顾，欲以狼库朗里湖为界，以军而南，将据色勒库尔。色勒库尔乃刹车境，亦逼近新疆南境。陕甘总督杨昌训请设防，许之。既因出使大臣红军所绘地图有误，李鸿章据薛福成所记图，为喀约既称乌斯别里南向系。中国地界自应认定南向二字方合，若无端插入，转东二字所谓谬以千里，况乌斯别里为葱岭之脉，如顺山梁为字。然界以便一直往南之说，布特两帕尽弃，喀什噶尔顿失遮罩。PG 1339。叶尔羌、西藏等全撤藩篱，且恐后此借口于交界本循山脊而行，与更宽混，由南分化，此故万难允也。如彼以喀约与太宽混为此，拟仿照北亚茉莉佳音，每用经纬度分界之法，以乌斯别里山口之经线为界，北自乌斯别里山口一直往南，至阿富汗界之萨雷库里湖为止，方与经线相合。如此，则大帕米尔可得大半，小帕米尔全境俱在县内，其简当精确，更胜于自然界，而与原意之约亦相符合。否则阿里楚尔山环三面，为东一面与喀净毗连，界亦自然。何必尽舍外之山梁，而专用内之山梁，以求多占地界耶？亦久不决。是年，俄察在戈壁被焚，所长允由揽运俄察之人分偿，俄使御公家代偿，不允。19年4月，亦收俄国界地。初，俄借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巴尔鲁克山，给所属哈萨克游牧，限10年迁回。至释宪满1，黎将军长庚请遣员商办，俄人请再斩10年，不许。久之，俄使允还的签名，遂立交山文曰：声明献闷不迁，即召人随地归之。曰：又续立收山卫进士遗文曰：以清理两属哈萨克欠债及道生处等事。20年，与俄复议帕界。俄出豫剧郎库里、阿克塔什，初使大臣许景成以此为中国的，力争不许。继而俄允于色勒库尔山岭之西，请中国只10河的相让，中国人以自乌兹别里至萨雷库里湖为沿，俄人不允。总署欲改循水为界，拟循阿克拜塔尔河，南于阿克苏河，东南循河至阿克塔什平地，转向西南循伊西提克河，直至萨雷库里湖，各将分界水明详叙，仍未决。是年俄四皇即位，遣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往贺。明年春，与日本讲成，割台湾及辽河以南的俄联法，得劝阻辽南割地，日本不允。俄呼调战舰赴烟台，日本允还辽，为御于2万外加常费。俄皇特命户部大臣威特荐出使大臣许景成，云欲为中国代借巨款，彼早日退兵。许景成以闻。总署
PG 1340，命与俄商办，遂定借法银4万佛郎，以海关作保，年息4厘，分年偿还，是为中俄4厘借款合同。9月，俄人分赴东3省勘路。初，俄新造西毕尔铁路，欲在满洲地方界的接修。总署亦自俄进入华境以后，由中国自造。10月，俄水师轮船请暂借山东骄傲过冬，许之。山东巡抚李炳恒上言，烟台之福岛并非不可泊船，胶州向非通商口岸，应请斥俄使进泊后，退出须定期限。报可。12月，赏俄使喀西呢吉法得2使头等第3宝星。22年4月，俄皇尼哥拉斯2世加冕，命李鸿章为专使，王之春为副使，赠俄皇头等第1宝星。9月，与俄定新约。10，李鸿章尚未回国，俄使喀西呢特密约求总署奏请批准，约成。俄使贵族乌多穆斯契以报谢加冕使来北京，亦立华俄银行，遂命许景成与俄结华俄道盛银行契约，中国出股本银500万两，与俄合办。别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又立条例9章，其第2章银行业务之第10项，规定对于中国之业务，以领收中国内之诸税。2、经营地方及国库有关系之事业。3、铸造中国政府允许之货币。4、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5、布设中国内之铁道电线，并订结东清铁道会社条约，以建造铁路与京李氏宜西伪银行。23年11月，俄以得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对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2港，且求铸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道权。12月，俄以兵入荆州城征收钱粮，组织部省乡民聚众抗拒，俄人遂于皮口枪毙华民数十。奉天将军一课堂阿以文，命出使大臣杨如训与俄人商办，亦久不决。俄皇谓许景成曰：俄船借帛，一为交事，2为渡东，3为驻华防，护他国占据。景成在与商，不应。24年2月，命许景成专论旅大俄船借帛及黄海铁路事，俄以得计占胶州，各国军。PG 1341，有所俄未便不租旅大右铁路，请中国许东省公司自押律。将至牛庄一带水口，则宜通接。现3月初6日定约，过期俄即自行办理，辞甚决。继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事。现中国官吏交荆州城，中国在与交涉，俄使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际附近水面租与俄，以化压遣员分勘。将军一课堂阿以附近，2字太宽泛，殿总署力争，为京西、京东各岛离岸1-20里、30-40里不等，谓之附近，尚可。至所山以南庙而七岛，近者30-40里，远者200余里，在山东。登来海面，
非辽东所属，不得为之。复进。征之再三，而请将庙群岛作为系地，免他国占据。总署告以中国但可允任不让与他国享用并通商等利益，不能允作系地，致损主权。俄人又请允许立自不设炮台，不驻兵。总署仍与力驳，不审。久之，使允照中国意，删去作为系地及不设炮台等语，附于专条庙群岛下增善，不归租界之内。自而今州东海海洋五莽二岛人租俄。7月，出使大臣许景成、杨儒与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初、中，俄会订条约，原许东省铁路公司由某站起至大连湾，或着粮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未行。致仕语意，许景成与俄外部商民之路莫处在大连湾海口，不在辽东半岛沿海别处，列入专条订合同。俄人似以造路首重运料，拟照原合同所许各陆转运之事，定暂驻通海口之路，即行船办法，并自行开采煤矿木质等事。许景成等以原合同第一款载明中国在铁路交界设关，照通商税则减1/3此。系指陆而言，经大连湾海口开作商埠，货物来往内地，进园减征税，恐牛庄、金海两关必至撤隘。至内地与租的交界，是中俄两国交界有别，设关处所亦须变通，拟改定专款。俄人上欲并开各矿产，据之，并亦限制转运开采各事。右商家全陆公 PG 1342。郡年限，比暂驻之路借其照差。凡7款，移之路名东省铁路。南满洲之路。2. 造路需用料件，许公司用轮船及别船数公司。其使行辽合并之河及营口并系地各海口，运卸料件。3. 公司为运载料件粮草便捷起见，许由南路暂驻之路至营口及系地。海口为造陆公郡，全路通行贸易后，应将之路拆去，不得于8年。4. 许公司采伐在官数株，每株由总监公与地方官酌定缴费，为盛京御用产物，即关西风水，不得损动，并许公司所过开采煤矿，亦由总监公与地方官酌定，即经纳税。5. 而可在租的内自酌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征收货物从租界运入内地，或由内地运往租的之税，照海关进出口税则无增减，并允而在大连湾设关，委公司代征，别遣文官驻扎为税关委员。6. 许公司自备行海商船，照各国通商例，如有亏折，与中国无涉，应照原合同12条价买及归还期限办理。7. 造路方向所过的方，应似总监公勘定，由公司或北京代办人与铁路总办公司商定。复定铁路经过奉天，应绕毗陵寝，而允绕距30里，遂画押。25年，盛京将军文兴等遣知府福培、同知涂景涛与俄元倭高阁伊林思齐等
堪分旅大租界。俄元拟先从租的北界西按亚当湾起勘。福培等以中国于图无亚当湾地名，应照总署电。亚当及普兰店之文为平，当从普兰店西海湾之马湖岛起。俄元以续约明沿西从亚当湾北起，无普兰店字，兼不允改。遂从北界西岸起，次第立碑，至大海滨，凡30有一碑，北刻汉文，南镌俄国字母，复立小碑8，以树木为号。界线由西至东，长98里与94公。界既定，与俄元会议分界专条，又将所会界图用华俄文注明，画押盖印，互换后分成俄史及总署批定完结。初由李鸿章、张应环与俄史巴布罗夫定此约于北京，致仕命王文韶、许景澄加押。PG 1343。时中国欲自造山海关至营口之路，因欲投资。俄使迭总署为借用外国资本，与续约相悖。俄人又以东省铁路将新宫，拟在北京设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招中国学生学习俄国语言文字，以备铁路调遣之用。许之。是年，俄以辽东租界的为关东省。26年，全匪乱，各国联军入北京，俄陈氏以兵占东3省，借口防马贼，保铁路。初，奉天土匪先攻俄铁道警卫兵，乱兵烧天主教堂，破毁铁岭铁道，掠洋库，炫攻辽阳铁道，俄铁道原先退去，同时黑龙江亦炮击俄船。俄闻警，遣军分道进攻，由爱浑、三信、宁古塔、珲春进据奉天，乃破将军曾其定。奉天交的曰：你在东3省驻兵，正副官兵军归俄管辖。时朝廷以庆亲王李鸿章为全权与各国议款，并命驻俄卿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办接收东3省事。杨儒与争论久，使允作废。而俄人别出约稿向耀、张之洞等联电力争，遂暂停议。27年7月，各国合议成，李鸿章乃首拟4事，移归的2撤兵3俄国在东3省除指定铁路公司地段不再增兵4交还铁路常以费用，与俄使开议于北京。蒋纬陈而鸿章卒，王文韶继之。28年3月，定约4条。4月，俄人强占科布多所属阿拉克别克河，参赞大臣瑞寻以文命外务部商办，不得要领。7月，铁路公司与华俄道盛银行订立正泰铁路借款及行车合同，又与俄续订接线展线合同。9月，交还关外铁路及撤退锦州辽河西南部之俄军，是为第一期撤兵。至1年3月第2期，荆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阿拉楚喀、哈尔滨驻扎之。俄兵仍不如其撤退，俄代理北京公使布拉木损向外务部新要求7款，据之，俄使撤回要求案。会俄使雷萨尔赴任，复提新议。
5款宣言东省撤兵，断不能无条件，纵因此事与日本开战，亦所不顾。PG 1344。30年，日俄开战，中国守中立。是年，俄造东三省铁路城，又改定中俄接线续约，依照伦敦万国公会所定条例各减。甲31年，日本战胜，旅顺、大连租界权移归日本，俄专利于东清铁道。于是有哈尔滨行政权之交涉。哈尔滨为东清铁道中心地，出之俄人驻居。自3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各国次地制领事按中国各商部办法，中国有行政权，乃俄人为哈尔滨行政权当归诸东清铁道会社，中国拒之。继而俄领事霍尔瓦托夫部东清铁道事制，凡居住哈尔滨市内中外人民，悉课租税。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俄人交涉，不洽。宣统元年，俄领事赴北京与外务部议，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霍尔瓦托议设自治会于东清铁道界内，以保中国主权，亦不违反东清铁道会社诸条约，遂议结。而松花江航权之意又起。初，中俄条约所指之松花江，系指黑龙江下流而言，未许在内地松花江通航也。俄为咸丰8年、光绪7年所结条约，系指松花江全部而言。致仕命滨江官道师赵基与俄领事开议。俄人仍执旧约为辞。中国以日，俄订立普兹茅斯约，以江中俄在松花江独得行船之权利让出，旧约不适用。相与辩论不决。继而俄人又欲干预中国管理船舶之权及防疫，并给发专诏等事。复言拒之。俄人仍执权将贸易自由，不认商部、内地之区别。又以江路与陆路为一类，不与海路并论，久之使就犯。明年帝曰：1. 满洲界内之松花江，许各国自由航行。2. 船舶税1所在货物重量收纳。3. 两国国境各100里之消费或各免税。4. 谷物税比从来减1/3，内地输出或在松花江税关照例纳税。此约成，于是各国的航行于松花江内，而北闷之局势一变。时中国与俄订东省铁路工议会大纲，俄人以中国开放商部。与东清铁路地段性质不同，东清铁路地段内有完全行政之权，意在于东清铁路界内施行其行政权。政府以俄侵略主权，严拒。PG 1345之，并通告各国曰：东清铁路合同手段及载明中政府与华俄道盛银行合伙开设生意，曰合伙开设生意，明系商务之性质，与行政上之许可权丝毫不得侵越。乃俄引此合同第6条为据。未有由公司一手经理字样为完全行政之权，不知其一手经理及合同所指铁路工程实在必须之地段，而公司经理之许可权不得越出铁路应办之事，绝无可推移到行政地位。
又宣统元年，中俄两国所定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条款，自第1条已至。第5条，均系声明铁路界内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又光绪11年俄日在美国议定条约第3条载明俄日两国政府统行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又俄政府声明俄国在满洲并无地方上利益或优先及独得让与之见，致侵害中国主权，或违背机会均等主义，其能强解商务合同，并以未经中国明认，宣布之言为依据，而转将两国之约废弃不论耶？俄人屈于此，乃定义。宣统2年，借中俄通商条约期满，应改定，应与驻京俄使交涉，俄使兼职就约。正真议间，俄使奉本国政府电旨，转向中国提出要求案，以两国国境各100里内，俄制定之国境税率不受限制，两国领土内之产物及工商品，皆无税贸易。2旅中国俄人送案，全归俄官审理，两国人民送案，归两国会审。3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俄人的自由居住，为无税贸易。4俄国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古城、张家口等处的设置领事官，并有购置土地建筑房屋之权。久之，使复俄使云，夷国境100里内，中国却遵自由贸易之约，并不限制俄国之国境税率。2两国人民送案，应照旧约办理。3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原定4商务兴盛，即设定税率。4科布多、哈密、古城3处。PG 1346既认为贸易隆盛，中国依俄国设领事之要求，俄国亦应依原约允中国制定关税。俄使以告本国政府，俄以制定关税不应予增。设领事并提，更向中国质问，并命土耳其斯坦驻军进伊犁边境，遂允之。俄人又遣兵驻库伦，向外务部要求开矿优先权，拒之。会革命军兴，库伦独立，是亦不可问矣。PG 1347卷第154至129。邦交2。英吉利。英吉利在欧罗巴西北。清康熙37年制定海关，因人使来沪市，然不能每岁至。雍正3年来越冬，所载皆黑铅、番钱、羽缎、多罗、碧鸡诸物，未及去。7年，使通事不绝。乾隆7年冬11月，因巡船遭风，飘至广东澳门，总督策人令地方官给资粮，修船舶遣之。20年，来宁波护市，时因商船收定海港，运货宁波，余年岁增数帛，炫禁不许入浙，并禁丝巾出洋。24年，因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欲赴宁波开港，既不得请，自海道入天津，仍起通事宁波，并节越海关漏弊。7月，命符周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盛仪交结状，致盛仪罪，
而下。弘任徽于狱，选视之。27年夏5月，因商淡蓝等已禁止。司经其获监于陈造，仍求通事。越都苏昌以闻，许之，然人。献美传之许配买土丝5000，二蚕胡丝3000斤，至头蚕胡丝及绸。段陵匹人境。58年，英国王雅致遣使臣马贾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事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官税，不许。60年，复入贡，表陈天朝大将军前年督兵制的 PG 1348。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集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赖如。历嘉庆7年春3月，因人窥澳门，以兵船6泊击景阳、粤都。及庆宣谕回国，至6月始去。10年春3月，因王雅致复遣其臣多灵文复商船来粤献方物。13年秋9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户获为辞。总督吴雄光屡欲使去，不听，遂拒澳，复以兵船闯入虎门，进博黄埔。命搅办爵士，使雄光职，因人始于10月退师。明年春2月，增筑澳门炮台。夏5月，定广东护士章程。19年冬11月，禁因人传教。20年春3月，升鸦片烟禁。21年夏6月，英国遣其臣加拉威里来粤东投书，言因太子摄政已历4年，感念纯皇帝圣恩，遣使来献方物，寻乾隆。58年共道，由海洋舟山至天津副都，恳总督先奏。使总督蒋优先方入朝，巡抚董校曾全都传，许其进谏，原都府大利谏。先罗诸国共使礼，加拉威礼不受，再3议相见疑，校曾不得已许之。其日总督及将军两副都统、海关监督必作节堂，陈仪为加拉威礼上业，免官致敬，通事为达议，校曾离作起立乡。问答允为入告，加拉威礼进出。比校曾奏入，而共使罗尔美都副共使马礼逊乘共舟武，以达天津。帝命户部尚书何世泰、工部尚书苏仁娥往天津，律长卢延正广会办共使来京，1日夜迟至圆明园，车路颠簸，又衣装皆落后。节朝，帝升殿受朝会。时正使已病，副使言衣车未至，无朝服不能成礼，何世泰拒获。遣癸奏2共使皆病，遂却其贡不纳，遣广会办押使臣回粤。初因共使机表，帝览表文，抗若敌体，又礼藩院亚皆不如仪。帝故疑其慢，绝不与通。罗尔美都等既处都，有以实入告者。帝使之非共使罪，复降谕西赖，追及良乡，着收贡物，人赐国。王真完数事，并敕谕国王归咎使臣不遵礼节谢宴，应使样样去。7月，降革苏仁娥、何世泰、广会等有差。PG 1349。道光元年，复升鸦片烟禁。7年，广东巡抚朱贵征毁英商公局，
以其侵占民的也。13年，因把商公司，西洋是广东者，10余国皆散商，唯因有公司。公司与散商交恶，是年岁散公司。听商自运，而地征其税。明年，越都卢昆务听洋商言，以因公司虽散，而越中不可无礼洋务之人，遂奏请敕因人派遣公司大班来越管理贸易。殷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越，寻代以议律。律亦在越设审判署，理各洋交涉讼事，其贸易人听散商自理。16年，定时鸦片烟罪。初，因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铸烟大帛10余指，谓之趸船，又审承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对价银于阴馆，由阴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户挺，名曰快械、炮械必具。太常寺卿许乃寄见银输出岁1000余万，奏请持烟禁，令因商人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许以货易，或不得用银购买，以示限制。以报可，炫因江城奏请严贩卖。昔时罪名加重致死，而私贩私息如故。18年，鸿胪寺卿黄觉资请严昔时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为其获列于洪水猛兽。书上下各都府议，于是请进者分起。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有凯切言，鸦片不禁绝，则国日平。明日若10余年后，岂为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帝深然其言，诏至今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班钦差大臣官防赴粤东查办。明年春正月，至粤东，与总督邓廷珍会申燕境，颁新律，以1年又6月为限，吸烟罪绞，贩烟罪斩，食盐补烟贩。洋人柏林丁洋诸趸船将洗毕，则徐资水师提督各营分录2手，令在洋趸船先缴烟方许开仓。又传及13行商人等，令谕各商孤烟土存储实数，并所历年贩烟之查顿、颠第2人，查顿遁走，一律托故回澳门。及市集断水路想到，一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2万283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常以茶叶5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节。于是烟商失利，遂生 PG 1350，绝望。义律耻见错辱，乃鼓动国人，即国王出干预。国王谋于上下议院，迁以此类贸易本干中国利尽，其取在我。遂有律土单者，上书求禁，并请进印度栽种。又有蒂尔哇作鸦片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猜忌殷人，反爱商务。然自烧烟知信传入外洋，茶丝日渐享用，盈利日长，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时官民生国际。时林则徐令各洋船先停洋面后查，必无携带鸦片者，使许入口开仓。各国商具如命，独义律抗不遵命，未必似其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而帝书请许其国货船泊进澳门，
不入。黄埔则徐延伯不许，又禁绝新书时勿入澳。义律妻子去澳，寄居尖沙咀货船，乃前招齐国兵船2，又取货船配以炮械、甲。所时突攻九龙山，参将赖恩爵炮沈其双为船移于船流汉资，者亦为水师公会。义律求澳人转还，元尊心力，为不肯即交欧。避村民之犯，又上书请吴逐尖沙咀货船，且赐其国王之命。水师提督官天培以不交犯，直还其书。冬10月，天培击败殷人，义律遁。11月，罢殷人护市，殷货船30余艘皆不得入。又搜捕侦探船，日数起。殷商人仍愿义律，义律不得已，复遣人投书启恩，请人回居澳门。林则徐以薪奉指南奏艮，复言敕与之绝。而因货船皆泊老万山外洋不肯去，唯以后立旦岛兵亡命。余州旦挺至新书，且以鸦片与之事。是月，广东增沿海防。20年春正月，广东游击马乘汾运烟济英匪船20余。夏5月，林则徐复遣兵逐殷人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义兵，齐国遂命博麦律兵船10余及印度兵船20余来越，泊经新门。则徐以火搜乘风潮往攻，因船必去。殷人见越防严，谋扰闽，败于厦门。6月，攻定海，杀知县姚怀祥等。是文，特指命两。将总督伊礼部为钦差大臣，复浙都师。7月，则徐遣副将陈连。PG 1351。申，游击马乘，律船5艘攻殷率士密于磨刀洋。马乘1艘先至，乘风攻之，炮破其船。8月，义律来天津要府。时大学士齐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齐国巴里满衙门召会中国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多所要所，以所获价2，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各港口为事部3，御敌体平行4，所靠军费5，不得以外洋贩焉。之船一类暗伤6，欲尽裁洋商服费。其善力持服役，炫宴其囚目20余人，许陈奏。遂入都面丞府事，乃颁钦差大臣官房，命其善赴粤东查办。是月，免浙江巡抚乌尔公额，以失守海疆。又因人投书不受雇也。义律既起定，过山东，巡抚托浑部拒靠。迎宋，待义律奏事，为义律恭顺，且感皇上派钦差赴粤查办恩。罢两广总督林则徐，上谕切责，以宜良暂署总督事。会义律南。行过苏，复前赴镇海。11礼部驻浙，皆其善意抚资，遣家丁。张喜复因船靠师，因水师统领博麦据定海数月，闻服事定听。洋搜四出游弋。至于姚，有土人诱其5为船入蓝浅滩，或黑白。洋人数十。依礼部闻之，非袭于姚县设公章，委员户入粤。冬10月，其善抵广州，巡授两广总督。
义律请撤沿海诸防。虎门为广州水道咽喉，水师提督驻焉。其外大角、沙角2炮台。烧淹后，亦增戍守。师船、火船及弹艇、八龙、快械悉列口。门内外密布横挡暗春，致使裁撤殆尽。义律遂日夜增船橹，造工具，守所淹架，既求香港，且行文去其善速复。12月5日，突攻沙角炮台，副将陈连生等兵不能支，遂陷，皆死之。因人又以火轮、3板覆3门口，焚我战船10数艘，水师亦溃。因人乘胜攻大角炮台，千总黎治安受伤，推炮落水，溃为出。炮台陷。因人西取水中炮，奋兵戍守，于是虎门为急。水师提督官天培、总兵李廷玉、游击马成等守靖远、威远炮台，紧兵数百，遣便告急，不应。廷玉至省气求增兵，以固省城门户。PG 1352。其善恐防服役，不许。文武僚属皆力请，使允遣兵500。义律人携兵力所淹架及香港。21年春正月，其善以香港许因，而未敢入奏，乃归浙江因服役定海。义律先遣人赴浙剿还定海，续请献沙角、大角炮台以易之。其善与定其会于莲花城。义律处所定贸易章程，并给予香港全岛，如澳门故事，皆思许之。继而其善以义律来文入奏，帝怒不许，罢其善并依礼部，命宗室义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龙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时义律以香港已经其善允给，便谕居民以香港为应属部。又迭大鹏营副将令撤营训。乐府仪梁闻之，大骇，奏。闻。帝大怒，何及其善家？遂下诏报因人罪，促义山等监陈禁。会各路官兵进剿。寻以两江总督御迁为钦差大臣，负浙事师。时定海、镇海等处因船四出游弋，御迁遣兵劫刺焚剿，并诛其囚目1人。2月，因人犯虎门，水师提督官天培死之，陈胜薄、乌勇、省城大震。13日，参赞杨芳抵粤，各路官兵未及，而虎门内外州师悉被毁。杨芳亦以堵为剿，使总兵段永福率千兵。二守东胜寺，陆路总兵长春率千兵二凤凰冈水路。因人率失尽。B 虽经凤凰冈官兵急退，仍乘潮深入，飞炮火箭并力助攻。会美领事以战事爱各国商船进口，复引请进浦开仓，兼为因人。说和，为因人剿还定海，为求通商如旧，并出议律书，有为求照常贸易，如代为禁物，即将货船入关之文。时定海失船。亦至粤，杨芳欲借此缓兵退敌，遂与宜良连衔奏请。帝以其父种请府顾者，言止切则不许。3月，诏林则徐会办浙江军务，巡抚遣戍新疆。4月，义山以杨芳、
龙文等均分录夜袭殷人，不克。殷人遂犯广州城，不得已，人一款。义律所烟价1200万，每商居监许其办。义既定，义山奏称义律起府，求许照旧通商，永不售卖鸦片，将所偿费600万改为追交商欠。府义既定，殷人。PG 1353。以撤四方炮台兵将扰佛山镇，取道泥城，今萧关3元里。民愤起，号召各乡壮勇，四面邀劫，因兵死者200余，亦其渠。率博迈等义律驰援，复被围。即遣人突出告急于广州知府于保纯驰往解散，义律出围登州免。13山村民亦急杀，因兵100余。佛山义勇围攻英民于龟冈炮台，兼因兵数十，又急破应元之山板船。新安亦以火攻毁其大兵船遗于船盾。义律迭总督侍御，众使解散。义律受挫，久之，使便骑入闽，攻厦门，再陷。复统兵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没。欲迁以所部兵赴镇海，方至，而因人自交门岛来攻。时镇海防兵仅4000，提督于步云与总兵谢朝恩各领其半。步云为欲迁节制，不战先走。因遂据招宝山府，攻镇海，陷之。欲迁赴水死，谢朝恩亦战没。殷人乘胜据宁波。8月，殷人攻基隆，为台湾道姚营所败。9月，命大学士宗室义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卫，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副浙以宜良为钦差大臣，副闽会办军务。22年春正月，大兵进赐绍兴将军、参赞定义同日分袭宁波、镇海，欲谢师旗。急战，官军多损失。是月，姚营复败殷人于大安。2月，殷人攻慈溪营，金华协副将朱贵及其子武生招南，都梁官急用知县，言屡尽死之。是月，启用伊礼部。先是伊礼部解任，并逮其家人张喜入都遣戍。致仕，浙府刘运其请其用，报可炫以其因。为杭州将军，命台湾设防。夏4月，殷人犯诈捕，副都统常喜、同知为冯甲等战死。11礼部以来浙，即命家人张喜见殷求，告以府事有成，令先退至大洋，及海所服殷人。殷人如约，遂以收复诈捕奏闻。殷人连线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等死之，遂犯松江，陷镇江，杀副都统海林。淮阳盐商俱盛，陆因失其免。秋7月，犯江宁。因火轮兵船80余艘溯江上，自观音门。PG 1354。至下关，时其因方自浙起行，依礼部亦奉诏自浙驰至，遣张喜亦因传道义。殷人要求各款，以所烟价、商欠、兵费银2000。100万。1. 所香港为事部，并通商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口。1. 因关于中国官用抵体例，余则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莫请钱用国宝。会其因制，按款稍薄节。因突张宏。其扬言今日如不定义，结朝功臣，遂即夜复书，亦如所言。翌日，遣侍卫咸陵、布政司黄恩同、宁绍台道路则常往告各款，以待请，4批回即定约。奏上，许之。时其因依礼部、牛谏，以将修好，遣张喜等约其相见。马立训请以本国平行礼谏。其因等遂议殷州与蒲鼎察等用举手加额礼定约，复亲据牛9靠。师化诺于晋海寺，是为白门条约。自此燕晋遂大开矣。而因有以台湾杀殷服为总兵达洪阿，兵备到姚营罪来劫，不得已罢之。12月，以依礼部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督办通商事。23年夏，依礼部促召其因往代，先许因广州通事。初，因月，东户氏章程，各国皆就笔挂号史书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因属不肯从，遂许法美2国户氏皆如阴例。24年，因人驻福州乌石山，因领事关键浙闽总督刘运科请立商部，欲于会城内外自南台至乌石山造洋楼，组织直交还欠款，召江宁曰：以付甲辰年银250万，应江州山。鼓浪屿退还中国。因公使及不许福州城内建楼市，不予交还。屡经辩论，使允退还鼓浪屿，然直在彼建屋如故。福州既得请，遂即入居广州城。广州民愤阻，皆铁易结识。3洋行因求易去，入城之意遂不行。26年秋7月，因人台州山。12月，请与西藏定界通商，以非条约所载，不许。28年，因求文翰复请入广州城护市，总督徐广进拒之。月日，因州闯入沈河，广进单葛网狱，沈河两岸亦涌呼声震天。PG 1355。文翰请人修旧好，不复沿入城市。咸丰元年，文宗嗣位，因人以火轮船驶赴天津，称来吊大。行皇帝丧，直隶总督以文，命却之。3年，洪秀全县江宁，因以轮船驶至江宁，迎入城，与通款，因人言不驻官，亦不驻洪。4年，刘立川据上海作乱。初，因人阻官军进兵，将都宜良等截之。继而因人欲变通贸易章程，联法美2国请于粤都叶明琛，不许，遂赴上海见苏府及尔行阿。9月，赴天津。帝命长卢严正崇伦等与相见，据其遣使驻京诸条，久之使去。6年秋9月，因人巴夏礼致书叶明琛，请寻江宁就约入城。不审。因人攻越城，不克逞，复请示假入见，亦不许。冬10月，攻虎门横党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持告齐国。
于是简其伯爵额尔今来华，拟游越入都，先将火轮兵船分拨澳门、香港以四。额尔今至粤，出谋入城，不可。与水师提督、领事等一款牒阅中官吏，四其复书定禁止，名称至不达。7年冬10、2月，因人遂合法，美、俄攻城，城县直名称去，因归罪阅中官吏、尚书大学士御陈求达。御陈复书，令复阅与新命阅都。黄宗翰商办，不审。8年夏4月，联兵犯大沽，连县前路炮台。帝命科尔庆卿、王森格林庆律师赴天津访剿，京师戒严。帝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那赴天津查办，复启用其因写网。其因至，网页因使不得见，擅自回京，赐自尽。因有李国泰者，嘉应州人也。是养食外洋，随因公使额尔今为行营参赞。文桂良志及持所。定新议56条，要桂良允许，桂良辞之。今民愤，与因人斗，请李国泰将杀之。桂良、谭廷相恐误府局，即遣人事李国泰，送回州。时廷臣交张请罢府役，以将事急，不得已，使命桂良等与定合约56款。6月，遣桂良、花沙那巡视江苏，筹议诸国通商税则。冬10月，定通商税则。时因人以条约许增设长。PG 1356。江海口商部预先查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逾越而返。是年，亦通商善后事。时各国来天津换约，均因桂良原意，改由北塘海口入。独因船先抵天津海口，俄人继之，突被前约，闯入大沽口。直隶总督横幅遣人持约往，令改道，不听。9年夏5月，因船10余艘驶至滩心。月日，数红旗挑战，拽到港口。铁金朝、铁春遂逼炮台，开炮轰击。时森格林庆防海口，开炮应之，审毁其数船。因人复以部队接战，又败之。10年夏6月，复犯天津海口，直隶提督乐善守北岸炮台，拒战，中炮死。时森格林庆上守南岸炮台。赵罢兵一府，乃自天津退军张家湾。因遂乘势陷天津。寻复遣森格林庆进军通州。帝任命大学士桂良往天津一府。桂良抵京，迭洋人商和局。因公使额尔今参赞巴夏里请增军费及在天津通商，并请各国公使带兵入京换约。桂良以闻，言止拒绝，人命森格林庆等守通州。8月，因人犯通州，帝命以亲王载元复通一款。时桂良急，军机大臣穆应皆在，因使额尔今遣其参赞巴夏里入城议和，请寻天津原意，并约法使会商。翌日，宴于东御庙。巴夏里启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
以招臣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奋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庆。秦宋京师，兵端复作。时帝是邱显，自行在诏以恭亲王议为全大臣，守京师，并召南军入援。时团防大臣、大学士周祖培、尚书陈福恩等亦筹办团练城守事。恭亲王贵梁驻城外，而因师以薄城下，焚圆明园。因人请开安定门入与恭亲王面议。和乃曰以次日定和议，而是巴下礼于狱，遣横骑送归。9月，和议成，增长兵费800万，并开天津商埠，复以广东九龙司的与殷人。是年，用李国泰帮办税务。11年春2月，殷人始立汉口、九江事部，均设阳关。9 PG 1357月，总署因与殷使补鲁士议暂定长江通商章程12款，纳税章程5款。是月，交还广东省城。补鲁士使驻京。同治元年月，贼献苏、松、长、泰各城，各国俱扰上海商务，谋自卫。因税。师提督和博绥法，美公角，赴青浦、宁波诸处。节文嘉奖。9月，与殷人续订长江通商章程。2年春，以殷将戈登统常胜军，全授江苏总兵。4年秋7月，殷交还大沽炮台。5年春正月，与殷人议立昭公章程。7年12月，台湾殷领事及毕勋因运樟脑被阻，迁及教堂，阳江茄当据营属，杀伤兵勇，焚烧军火局库，索取兵费。是文节殷使久之，使将及毕勋撤任。未几，因兵船在潮州，又有毁烧民房，杀死民人。是己酿变。8年9月，与殷换新约，殷使阿里国请朝觐，不许。9年，请办电线、铁路，不许。继而请设水底电线于中国，通商各口，许之。10年，请开琼州商埠。先是同治7年修新约，因使阿里国允将琼州停止通商，以益温州。致仕，因使威妥玛、与法、俄、美部各国咸以为请，允人开琼州。12年，穆宗亲政，使进谏。初因进谏礼节中外不同，各国亦数月不决，因持游历，致仕使以鞠躬代拜跪，为义3鞠躬为5，号为嘉礼。光绪元年正月乙卯，因凡役官马嘉礼被枪于云南。先是马嘉礼奉其使臣威妥玛命，以总署护照赴缅甸营探路原副将伯郎等携行至云南腾越属满允土司的被枪。时曾遇因以巡抚兼属总督。威妥玛疑之，申言将派兵自办。帝派湖广总督李汉章赴滇查办。威妥玛遂出京赴上海，于是有命李鸿章、丁日昌会痛商议之举。威妥玛至京见李鸿章，以6事相要，鸿章拒之。政府派前兵部侍郎郭松涛使因，威妥玛意欲拒议。
又驻沪殷商，租上海、吴淞间的敷设铁轨，行驶火车。总督沈葆桢以殷人住路租界外，违约，敕停工。致仕威妥玛遣其汉文正使梅辉立，赴沪商办，弘章乃语曰：令殷商停工，而中国以原价购回自办。PG 1358。出上海即通商，租界内仍有离捐局，专收华商未完办税之货。致仕威妥玛欲进去离捐局，界内中国不得设局征收离税，弘章请政府勿许。2年5月，遇马加里案，迭金王大臣与殷实威妥玛辩论未洽，命李鸿章商办早节。6月，命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威妥玛会商，相持者逾月，议始定。7月，鸿章奏称：臣抵烟台，威妥玛兼求将权按人正解经复训，其注意犹在曾。欲因主使。臣与反复驳辩，是俄、德、美、法、日、澳6国使。臣及英、德水师提督军及烟台，往来谈宴，因于万寿圣节，邀请列国公使、提督至公所宴饮庆贺，情谊连洽。翌日，威使使允令议办法，将条款送陈查核。其昭雪颠案6条，皆总理衙门。已经应允，为偿款银数未定。其优待使臣3条，移京外2国。官员会晤，礼节一致互议，预定以免争端。1. 通商各口会审案件。1. 中外办案官审，2条可合并参看。官审一节，一经。总属于8条内允行。至通商事务原议7条，宜通商各口，请定不应抽收洋货离京之界，并欲在沿海、沿江、沿湖地面添设口岸。1. 请添口岸，分作3项，以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5处为领事官驻扎，湖口、沙市、水东3处为税务司分驻，安庆、大通、武穴、鹿溪口、越州、马司6处为轮船上下客商货物。1. 洋药准在新官并纳税厘。1. 洋货办税单，请定划一款式，华洋商人均准领单，洋商运土货出口，商定防弊章程。1. 洋货运回外国，定明存票年限。1. 香港会定巡船收税章程。1. 各口未定租界，请再议定。以上如洋药离税由新官并征，既免偷漏，亦可随时加增。土货报单严定章程，既免影射冒骗诸弊。香港妥议收税办法，均尚于中国客享有益。其余亦与条约不备。因时又拟明年派员赴西藏探路，请给护照。因不便赴入滇岸，优待通商3端之内，故列为专条，免定口。PG 1359。界天设口岸2事，反复争论，乃允免定口界，仅于租界免抽。洋货离京，且指明洋货、土货仍可抽收。将来洋药加征，稍资拨补，似于大局无甚妨碍。至天口岸一节，总属以允宜昌、温州、北海3处，赫德续请天芜湖口，一经奏准。今仍坚持前议，准天4口，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
其重庆派因援驻豫，总署以于8条内议准，为便即作口岸，声明4轮船能上驶时，再行议办。至沿江不通商口岸上下客商货物一节，自长江开码头后，轮船随处停泊，载人运物，因未明定章程，碍难进阻。因史记必予议准，4不在停泊处所之多寡，要在口岸内地之分明。臣今予定，上下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除洋货税。单查验免例外，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一律妥办。等语是与民船载货查收离京者，一律只需各地方关卡原意查严密耳。因时先请湖口等9处。臣与厘定广东之水东系沿海地方，不准骤开此境，越州距江稍远，不准绕越行走。孤允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鹿溪口、沙市6处，轮船可暂停泊，悉照内地抽征章程。臣复与德国使臣巴兰德议及德国修约天口，即照英国议定办理，微妥。马请半年后，开办口岸租界，免洋货厘、洋药并纳厘税，须与各国会商，在杭开办，应准令为1条。至派员赴西藏探路一节，条约既准游历，亦无阻止之理。臣于原意内由总理衙门驻藏大臣查度情形字样，届时应由总理衙门妥慎筹酌，待置诸议就。序商及滇岸长款，因使未去东专为此事，调来非油邦大兵船4支，保护商民，计船费已近100万。臣为两国并未失和，无任长兵费之力，主其定数。因使为吴淞铁路正资口舌，如臣能调廷主持，比及担待，仍照原意作20万，遂定议。因于26日将所善会议条款华洋文4分，彼此画押盖印互换。至滇边通商，微使面称拟暂缓开办，求于结案谕旨之末，欲为声明。PG 1360。输入报文。洪章仍回直都本任。约成互换，是为烟台条约。约分3端：一约昭雪滇岸，2约优待往来，3约通商事务。又另一专案1条。是年前后补5品经唐刘锡鸿持玺书往因，为僭约皖袭滇岸也。3年因亏喀什噶尔，以护持安吉延为辞。陕甘总督左宗唐据之，因人欲中国与喀什噶尔划地界，又请入西藏探路，皆不行。是年始于英属地新加坡设领事。4年秋8月，福建明会。因乌石山教堂，因人要求偿所失，乃议。5年，因欲与中国订离税并征确数。总署拟人照烟台原议条款，税照旧则，离照旧章。7年10月，李鸿章复与威妥马邑洋药加征税厘。初，洋药税厘并征之意，始发于左宗棠，原意每箱征银150两。其后各督府往来商议，弃无成说。滇岸起，
弘章乃与威妥玛议商，杨耀加征税厘。威妥玛谓须将进出口税同商，定议进口税值100抽实，而出口税以因商不原加税为辞，并主张在各口新关离税，并加通免内地离京。弘章以欲通免离京，当于海关抽税120两，须加正税3倍；如不免离京，则需增加1倍至60两。即威妥玛接到本国拟定鸦片加税章程数条： 1. 离税并征，增至90两； 2. 增正税至50两，各口离京人照旧收； 3. 拟由中国通收印度鸦片，而印度政府或约于每年减重鸦片，或由两国商定当减年限，至限满日停种，至每时定价，或按年交，还或另立附价，时候亦由两国定明，其价或在香港拨还，或在印度交兑，其事则官办商办均可。4. 拟立专办洋药因商公司，每相应偿印度政府一定价值，应纳中国国家一定离税，至缴清此项离税后，其洋药在中国即不重征，印度政府约明年限，将鸦片逐渐裁止。初，威妥玛于进口以允值100抽实，致是因洋药税厘未定，又翻。又欲于各口租界外酌定20-30里之界，免收洋货厘。弘章以租界免厘，载在条约，业经开办有年，和 PG 1361的附议推广。据之，威妥玛又请由香港设电线达粤省，其上岸之准在黄埔轮船停泊附近之处，由粤省大力酌定。9年3月，上谕洋药税厘并征，载在烟台条约，总理衙门历次与英使威妥玛商议，终以资报本国为辞，即作延宕。威妥玛现已回国，者派出使大臣曾记则妥为商办，如李鸿章前亦110两之数，并在进口时书纳，即可就此定义。洋药流读多年，自应设法禁止。英国现有戒烟会，颇以洋药害人为耻。如能乘机力导，与英外部着意洋药进口，分年递减专条，逐渐禁止，有属正本清源之计，并着酌量筹办。既则奉旨与英外部议，3年始定。11年6月，奏曰：臣遵旨与英外部尚书伯爵格兰斐尔、侍郎庞斯福德、克雷等商论，力争数目，最后乃得照110两之数。今年2月，准比外部允照陈议，开具节略，资送臣属，且欲另定专条，声明中国如不能令有约诸国一体遵照，英国即有立废专约之权。臣复力争，不允再入专条。彼乃改用照会详刊所送节略，及系商定约稿。其手段限制曰：数等语原逐年递减之说，印度部尚书坚持不允。其侍郎佩德尔密告臣属参赞官马格里云：照专条办法，印度每年以减收英经70万余镑，中国欲陆续禁减洋药入口，唯有将来陆续一加税金，以减吸食之人，而不能与英廷预定递减之法，遂未坚持。故征
而请外部于专案手段加入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数一语，以声明此次议约加税之意，而暗伏将来修约一家之根。至如何酌定防弊章程，设立稽征总口，烟台条约第3端第5节。故以明定要约。臣此次所定专条第9款又附声明前说，将来派原商定，自不难妥立章程，严防偷漏。其余各条合与牒准总理衙门函电吻合。宣呈总署副电照议画押。时是因外部尚书阁兰斐尔退位，前尚书侯爵沙利斯伯里推为首相，人兼外部。6月3日，使具来文定其7日画押。臣借其带同参随等员前往外。PG 1362。不。与沙利斯伯里将续增条约专条汉文、英文各2分，互相改印画押。按此次所定条约，除第2条税厘并征数目，可遵谕旨。役的110两外，又于第5条役的洋药于内地拆包零售，仍可抽离，是内地并未全免税捐。将来若于土烟加重税厘，以其进减，则洋药亦可相较均算，另加税厘。臣于专条中并未提及土烟加税之说，以其保我主权。输入的旨允行。宣两国派员互换，是为烟台续约。秋8月，因人亦通商西藏，是遂因窥缅甸，据其都滇都。曾谕因奏请设防，宣遣总兵丁怀律师往腾越备之。中国以缅甸久为我属，殿曾记则向因外部力争，另存缅4例孟氏。因外部不任缅为我藩属，而允立孟氏之属为缅甸教王，不得与文政令。记则未允，外部尚书更议教王之说亦置诸不异矣。记应属实。欧格讷以烟台约有派员入藏之文，兼求利剑施行。总署王大臣方以藏众不许西人入境，力拒所请。会欧格讷以缅约释字议总署，沿缅甸前与法斯利盟约，是以兴师问罪。令若重立缅王，则法约不能作废，故难从命。今欲依缅甸旧例，每届10年，由缅甸长官派员赴京，而勘定滇缅边界，设关通商，以见前约。王大臣等以但言派员赴京，并未明言贡献，便征在4，使改为陈进方务，循例举行，而勘界通商，则皆如所请。欧格讷使允停止派员入藏，应通商，仍请中国体察情形，再行商议。议既定，总署应与欧格讷商定草约4条的旨允行。12年9月，请应退朝鲜据文岛，不听。10月，议琼州口岸，应领事以条约有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府城口字样，未成语口。接口岸，中国以应约11款虽有琼州等府城口字样，而烟台续约第3端声明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无庸议云。因约天津郡城海口作通商部，紫竹林已定有各国租界，城内亦不作为口岸，
以此立之，则琼州海口系口岸，琼州府城非。PG 1363口岸也。13年秋7月，与因患免约于伦敦。14年春，因人马格累督兵入藏，藏人驻卡遇之，为英属。应兵所逐。藏人炫右公哲孟雄敬之日纳宗，又拜。先是，藏的国初归附，自因侵入印度后，藏遂与英邻。乾隆年，因印度总督曾通使班禅求护事，班禅未当请诸中国，亦未协而罢。哲孟雄者，藏印间之部落也。道光间，因收为印属。即燕台定曰：有派员入藏之说，而藏人未知，遂筑炮台于边外之龙土山，即祖因兵使不得前。因人以为言，帝谕四川总督刘秉章，非资助。藏大臣文硕、帮办大臣申泰，传各藩官言切宣誓，训斥卡兵。于时申泰尚未抵任，文硕未安交涉，则以拒因护藏复奏。于是言指切责，以长根代之。仍有指催令申泰复藏，传其藩官谕以上年与英人定议，缓办通商，正朝廷护持皇教，复必藏。藩代筹议永保安全之志计，但令迅速撤卡，印都以严明比决。不越藏，终定借热勒巴拉山岭一部。彼此未经开战，无论此的属藏属哲，将来尚可从容辩论。时14年正月也，既欲未至，因兵以进攻龙土，毁其垒，藏藩西溃，乃欲急。通商以缓师，文硕复左右之，竟以藏人与英自行立约入奏。4月丁亥，谕曰：应藏通商一事，英人约定并不催办。此次开信，与通商绝无干涉。文硕始终不明机要，乃欲即通商为转。还不思藏为中国属地，岂有听其自行与人立约之理？申泰、文硕皆奉此旨，即传及藩官，欲以事须禀明驻藏大臣具奏，由总理衙门核定，后旨遵办。5月庚申，又谕曰：使英大臣刘瑞芬电称，印都境右函达藏官，但令藏众退回原界，便可人就和好，绝不欲侵入藏的，挚爱两国睦意。向来藏务专归商上，地目呼图克图人上和平小事，现在掌办商上，则有专归。申泰皆奉此旨，即传谕地目，令其妥为了结。未几，申泰抵任受事。9月，奏言藏藩自作不敬，诏 PG 1364起兵戈。所有龙土山南北本皆哲孟雄的，因人虽视为保护境内，实则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属藩，每届年中，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陈帝贺炳、驻藏大臣荀立优加赏犒。唐古特自达赖喇嘛以下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匹银茶，与两部附书草稿，必呈送驻藏大臣批准，使行善赋。则部两部欲有征送，亦禀由藏官擢派汉藩官办理，此则部本为藏的属藩之实在情形也。
两部长于光绪2年曾各地藩自禀，以因人有窥祀葬的之心，请早为设法办理。虽经前西藏良源寺望观通判州秦代同代本札，喜达节往办，知取折梦熊空节一旨，敷衍了事，并不妥筹善后。遗物边疆，其或实自此事。嗣后折遗之藏藩并无远虑，使一役。与殷人交接，又复贪利取租，听殷人修路直至碾纳，迄今人称租界，又藏中自失藩篱之始末也。藏人不知优待属藩，则不偶受欺凌，不为生理。此时渐觉殷人有负己之心，忽又攘夺折的，以为己有，更扬言折疑私结殷人，屡意起兵攻伐，折疑内部自安，则亦勾结殷人以图自保，此又藏应交兵之所由来也。藏人自4月13日战败之后，不思设法米换，又复添调各路土兵，分由小道至帕克里，沿途骚扰，良民大受荼毒。藩官管辖，有多减克，人有怨言，均无斗志。除向历代本之兵3000，及工部兵数百人，差可用命，余则嬉戏乌合。现札帕爱以外者1万余人，分布各口又数千人，一旦败北华溃，则数千里台战俘莽增多，此内患之堪虞者也。近时开导之难，实因囊时出与外人交涉，商上办事朱元邀3大寺僧众，以护教为名，共立誓词云：藏的男女不原与洋人共生于天地，此后藏中男女老弱有为此是，即有被黄教，人人得而诛之。此本不孝之徒，为聚众抗官之谋，3大寺僧众亦借此干预政事。今事机为破，特指到藏地目义之领位，吾如据为出役，即或在目前，虽掌办商务之尊，恐亦不免自为，其嘎不伦以次更不待言。窥其情形，似非备臣。PG 1365。一战难忘转机。此臣叹其隐中而言，非藏藩等自有此语也。此时兵尚未撤，委员不便前往，且委员至彼办理借物，应与英国和人会议，应请敕询英使，由总署之诏藏中，庶免隔阂。近年藏藩异常刁悍，今自开兵信，尚不自知悔悟，实难估容。第藏为据川过远，想触兵单，无事不行掣肘，臣万不敢不出之省。甚愁虑万全，相机驾驭，既疏朝廷西顾之忧。是月丁卯，又奏臣于5月26日抵藏，地目与大小。藩官僧俗共同地禀，议其情辞，总以龙土之南日那宗为藏界。藏人设卡系在境内，因人无端是强动兵轻的为言。臣已经戒为地方要政，从前岂无案牍，乃派员将新旧各案卷概行检阅，使寻出乾隆59年前大臣尚书何林、内阁学士何应任内奏设博原案一卷，注明藏内戒旨，系在据帕克里3战之雅拉之木两山，设有2博，又有春批、日纳宗2处。上年虽系藏界，甘隆53年扩藩用兵，
哲孟雄被迫移追过藏区大河，折不穷促。达赖喇嘛使将日那宗的赏给哲部管理，原派委员西藏游击张志、林元炳及深续日那宗部应作为藏界，只在雅拉、芝木两山设立鄂博，秉慈甚为明晰。此图习已译，又密得旧图一张，并注明那当一的乃哲孟雄边境。藏图南面及边界线之上亦会有雅拉山，是雅拉山却属藏的南界。至藏人设卡之龙图山，考之旧图，实无此名，以因人所云日那宗在龙土北数十里，而藏翻新图则日那宗又在龙土之南，显系藏人多会此一段，是称藏界。成绩考察明确，即以原卷旧图发交开导委员，转给藏翻阅看。番人虽有愧色，然终以日那宗本属藏的，从前虽赏给哲夷，今哲夷已归英属，应即收回自管。旋奉电传寄谕，臣即面授地目。臣深虑地目使将屯兵先行撤入帕克里，并札斥折部两部长亲赴英军，告以藏人未复，故兵难先撤，应兵亦一刻见前言，彼此约其同日撤退，仍由臣至信英官，促其速撤。忽又得报，英人 PG 1366。于6月28日天兵900余名，又亦以大炮6门。地目炫一柄，英人屡次攻扑我营，且廓尔喀前王子果尔杂辇曾出奔印度，今亦由印带兵500名前来助战，闻已过大吉岭，是以未敢撤兵。扶起赤下总署详告英使，转电印都，约其撤兵，并斥印兵无的再动。输入奉上谕，生态所陈，颇重恳请。刘瑞芬8月28日电称，印兵在热勒巴拉山近处与藏兵攻战，藏兵伤亡数百，印兵追入真壁山岔。9月15日电称，因外部诏复云来攻那当之英军统领拉哈马，以遵印度政府之谕，不可占据藏的，故追入真壁后立即退回。印都又报告其政府，未驻藏大臣将以西历10月3日由拉萨前赴边界，已派正式官保尔前往会晤。目前生态想以接务保尔。藏折界只当以查明，印都又有甚望速了之语，者即熟商妥办。生态先使将资守备骁战先驰往开导，又以知县秀应记之。藏兵之败也，因兵追至人进冈，将进坟山上下民舍，会战先至，见因将力争，乃退屯对邦，而促生态前往会议。数日复进据姑部。生态11月至，与因元宝尔相见于对邦，亦经月未就，乃奏言因人战胜而骄，必欲诸事亦妥使允撤兵。现亦折梦雄事不下10次，保尔必欲将折为英属，注明条约，而化咱利拉山为界，即历次奏读所谓热勒巴拉山也。臣亦以印都前言，藏众退回原界，人守2年以前情形，不在龙土山驻兵，便可照旧办理，绝不侵入藏界，等与折之。
保尔则为此与当在未开战前，战信既开，自当令议。通商一事，因人开来条款，直遇到藏贸议。陈百端便说，使允退至江资。又答以万不能行，则又意在帕克里。帕爱乃藏南门户，其险要在山腰之格林卡，若至帕克里，则已在高原，为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三部通衢。目前开导藏藩，通商必在界外，使可其遵从。是以臣监未允许。PG 1367。保尔亦甚弗然。臣唯有平心静气，婉语商榷，记书目前之急。是年因定华公往澳大利亚历县，因君主维多利亚登位50年，中国遣使致贺。15年，生太傅与英人皆议通商，分界久不决。16年2月，朝指派总税务司贺德之弟贺正赴藏协商藏，应约是。生太奏言，撤兵藏藩以原遵旨，所难者分界、通商两大端耳。臣自道边，则部长之母虑其亲族头目来迎具禀，云因人袭。年历曰：曾经一名，无论如何不得于日喜区合一步，则不租的。语因每年应收租费洋银12千元，因人分毫未给。此次应藏购兵，以致殃及，实不原在归因属。臣为哲孟雄本属小邦，辟在极边。本年应藏用兵，被英人掠取全土，复迁其部长，安置印度噶伦崩之地，而以重兵驻守扛多，及部长平时治所也。流离转徙，情实可惊。是以此次会议，但许其保护，而必征召就两字，使藏人不至就臣办理边事失去属藩，并可借此机迷。布鲁克巴至布鲁克巴，地大物博，民俗强悍，其地数倍哲孟雄，实为前藏遮罩，昔人呼为不丹国。上年曾经入贡，其部长相无印信，亦无封号。臣此次到边，其部长派兵1700人来迎效力。臣方斥藏兵遣撤，岂可留此多人，致以口实。是以优给赏赖，免以大义，敕令速回，许事后为之代恳天恩。该部人欢，心鼓舞而去。贺正既抵藏，生太与英官开议，保尔虽奉命印都为议约专员，然不得自主，世人请命印都。藏藩不愿与英接壤，必兼哲孟雄于中，乃可定界。英既优折求于噶伦崩，直欲收入印度。幅员之内，藏人闻之义愤。生太严斥藩官僧俗无律行干预折事，而即使贺正劝阻英官，勿惧更易折求，使藏人有所借口。藏折旧界本在雅纳、知木两山间，其后商贩往来另辟捷径，于是有所谓暂立孔道者，即热勒巴拉岭之路也。生太亦即暂立山。PG 1368。历时划分藏折之界，其应折旧界在日喜合者，亦拟仍旧。而于条约注明，藏藩不原通商，初只对邦附近的为商部，后使
议定后藏之亚东，于其地修建关卡，设汉官治之。藏藩府首肯，而因官又千言不拒绝。申太即奏请敕总署促英使迅速议曰：总蜀王大臣宣拟4条，与英使华尔申筹商9之，使议定8款。总蜀乃上奏，谓第1款，藏者以咱立山一带山巅为界；第2款，则的归英保护；第3款，两边各无犯越，其余缓议。各条善后应办事宜，尽可许与商榷，彼此派员定议。请简派申太为全权大臣，与英原先行画押，奉旨于允。是岁秋7月初，使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互换于伦敦，是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是年德宗大婚，英派使臣华尔申基英主维多利亚国书致贺，并自明中一作，上刻祝词云：日月同明，报时20，吉祥如意，天地和德，庆义万年，富贵寿康。宣命助使薛福成赴英，外部传旨致谢，并递国书。是年英开重庆商部。17年春正月，换约届满，前驻藏大臣申太遣元皇少勋、张访及总务司贺振与因印都兰士丹所派之保尔在大吉岭会议，各拟办法。保尔欲在人境刚入藏150余里之法力城及帕克里设关通商，并40年后再定入口货税。申太直定12年条款。藏印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之语辩驳久不决。18年夏6月，复与保尔商议办法9款，续款2条，定于交界之咱立山下亚东境内为英商贸易所。商上等复怀疑虑，兼请于2款内注明不得擅入关内字样，又请进印查运藏，一再语音。使华尔申辩论，仍不决。至19年5月，总理衙门奏献具。贺德称，印度已将办法9款更改商定，最紧要之第2款内注明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第4款内注明进出口税，4-5年期满酌定税则，至印查一项，现役开办时不及运。藏4-5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查入应纳。PG 1369。税之数，此外各款，均照申太所拟办理。臣等查中应通商税，则茶叶每百斤真银2两5钱，而洋商运华茶至英每百斤真银10两。现在先予议定，如印茶入藏，应照华茶入英每百斤税银10两，撮议今年，使客就范。窃私藏约未结3端，自17年。开议至今，已届3年之久，使得印藏两情熙然允协，即可就。此收数已随编语，是为续议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是年10月，在大吉岭互换，既又与英议颠，免借物。初，曾记则与英议曰：应许中国稍展边界，拟于以陆江以东南长拈人之地。记则又向英外部要求巴木之地，不允。因外部侍郎克累为英廷以敕助免之。
因官勘验一的，允中国吏部设官收税，有令只就八目之说，在八目东230里。既则应与外部户书节略存卷，暂停不议。选授带回华。致仕，出使大臣薛福成见英人与暹罗勘界，并有创筑铁路，通接滇边之讯，恐分界通商事宜不早筹议，临时必受亏损。于是上书请与英人提议，及福成往促见前议，应以公法为解。谓西洋公法亦在立约之后，不可不遵，亦在立约以前，不能共守。盖不任让中国展边界及以大金沙江为公共江。8. 目近处勘地，中国吏部设官3端。薛福成以因计藩前议，因思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再免。电辖境之内，复召外务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归滇。而印度总督不允，出师斩达边外之袭马攻击野人，以示不原分的之意。又欲极端庭商权曰：福成人促速议。久之，因使允将九轮于缅之汉龙、天马两关还中国。又久之，使允让所据之铁壁关为虎踞关，因人已深入彼境70-80里，与八目相近，不允让。至于设关，具有利。福成以因既不允我的，则因所得于我之权利亦应作废。相持甚久，使旧滇境东南商定于孟定橄榄。PG 1370。坝西南干外让一的约科干，又自蒙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陆江麻利坝之对岸止，划归中国，约计800英方里。右车里，孟连土司所属镇边，系为两属，亦允全让，并野人山毗连之袭马亦允让。至此界务告亦结束。而商务大金沙江行船，八目吏部设官，因人不允。福成久与争论，始于行船一事，于约中另立一条，不许他国原立，而设官人不肯通容。为约中于因人所得权利，如免言不准运入滇境，因官暂不征收货税，领事仅设1员，现一定住所，商货仅由2路，不准开埠，因亦无辞。遂于20年正月24日在伦敦订约，共20条，1、2、3、4，划定各段界限。5. 中国不在所问用。昌、腾越边界外系地，英国与北丹尼及科干照所划边界让与中国。孟连、江洪之地亦归中国，为未定役前不得让与他国。8. 各货物分别应税不应税。10、11分别各货物准贩运不准贩运。13. 中国派领事驻仰光，英国派领事驻满允。15. 定交逃范例。17. 定中，英民在两国界内相待最优利。又专条内各条款仅用于两国所指属地，不能用于别处，是为中英序。一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是年又与英亦接滇缅边界陆电线条约。寻又议藏印条款。21年夏、中、日和议继承法所云南普洱角外蒙乌的两地。
因使欧格讷以两地属免江洪，指为违约，豫中国江。巴木北野人山地，由萨博平起，东南到展达，西南顺南宛河折，向瑞丽江，循江至蒙卯，向南至公龙、八关、科干皆在内，让归因不许。因呼请允西江通商，在邑野人山地，许之。附要求在肇庆、梧州、桂林、浔州、南宁五府设立领事，佛山、高要、丰川、南新圩等处停泊轮船，由广州、澳门出入中国以也。人山地检所无几，而通商口岸太多，且桂林在北江之北，浔州、南宁在腾江、公江上游，并非西江，岂能强所阻止之？因外 PG 1371部右以北丹尼、科干两地原属免，为前薛福成定界时务划入华，求所回，又请于腾越、顺宁、思茅三处设领事，及缅甸现有籍。将来续开之铁路接入中国，又请元赵俄法条约立议于新疆设领事。再三驳论，使允将新疆设部及元赵俄法立议一节删去，滇缅皆路一节，改为四中国铁路展至缅界时彼此相接。边界领事一节，改为将以设之满允领事，改驻或顺宁或腾越一处。其思茅领事系原立义军瞻之力，非因独创，其也人山界。现改为南坎一处作为永租，于四两国派员勘定，为西江通商。一节允至梧州而止，梧州之东，支开三水县城，将根须两地。商船由磨刀门进口，其由香港至广州省城，本系旧约所许。人现江门、甘竹、肇庆、德庆四处，遂定义立中缅条约付款。23年正月也。是年英主维多利亚在位60年，命张应还钱。往至贺24年4月，一斩香港界址至九龙城，租期99年。5月，英租威海卫。初，威海为日本军占领，因人致书日相依。滕伯文元代缴偿款，要求早撤兵。会我偿款较轻，北洋大臣派员收回，因时窦纳勒遂请租界。政府派庆亲王奕匡上书料受恒与立约，文云以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10英里之地租与英国，威海卫城墙以内仍由中国自行管理。又所租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并令被召会为中国重整海军，船舶可泊港内，请英人代为训练。是月，因领事因沙市教案，诏请开办湖南通商口岸。张之动以越州系奉准开埠，尚需体察详商办理，至总署请商缓。总署拟推展2年，因时不允。总署以湖南系我自开口岸，与他口不同，不许，亦不许迁入沙岸。久不决。25年5月，驻汉。因领事迭鄂都张之洞云，本国八管带欲成威拉小兵轮往洞庭。PG 1372。湖上下游，
先至越州，再往湘阴、长沙，后往沅江、龙阳、常德、安乡等处。张之洞以条约并无兵轮准往内地之说，阻之。12月，因参赞毕格贤欲由湖南长沙取道常德、永顺入川，过酉扬州抵重庆。张之洞复阻之。荀允改由宜昌入川。26年，全匪起。5月，汉口因领事法累私见张之洞，面述沙侯殿云：如长江一带不至弹压，因缘以水师相助。张之洞答以当与江都刘琨一力任保护，不须外助，力阻之。时因以保全东南商务为辞，已派水师提督西摩入长江。7月20日，联军入京，英军从广渠门入，各据地段。8月，因与德节保护。中国商务土地条款，又欲代中国理财、练兵，却之。西摩欲派小轮入湘河探水道，张之洞阻之。既复议这渠教案，时相暗卫。节因又欲派兵轮往，屡阻之。是年，因君主事，国书至燕，皇太后复专殿吊唁之。27年，即与各国议定合约大纲12条。4月，因人请直隶、山西停考。张之洞以所请与大纲条约第10条不符，辩驳。久之，7月，始定议。8月，因商立德欲在川河行驶轮船，沿江构第7处，请地方官注册。因领事赵会道2，以条约非通商口岸，无准洋商置买地基产业之条，拒之。11月，因使马凯赴江2，与刘琨以张之洞商议免离。答以去年在京与赫德筹议洋货税离并征，必须税制值100抽25，方能免离。马凯允加进口税而不欲多加，于是朝命尚书吕海环为办理商约大臣，侍郎盛宣怀复之，并命刘琨以张之洞接与。言商数月，海环等乃会奏，臣等奉命会办商约，因使马凯开送约稿24款，具议60余次，加税免离1款，业经奏明，允如所请。此外各款，均经臣等随时会奏，为第10款内港。行轮续经妥定章程，第11款通商口岸权利，共议列3条。马凯自请删除。统合所索24款，驳据未允者7，约扬言禁。PG 1373。口约内地侨居贸易，约邮政电报，约设海上律例，约整顿上海会审衙门，约口岸免离界限，约货物同在一盒免付进口税。议定后而又删除者，宜约通商口岸利权归入加税免离款内并议。即为抵制者5，约新开口岸，约减出口税，约3联单，约子口单，约长关归新关管理。商允改妥者11，约存票，约国币，约广东民船轮船税则一律，约华阳河谷，约整顿珠江、川江，约推广观战，约保护牌号，约加税免离，约矿物章程，约内港行轮，约米谷禁令。此就马凯原一款目分别删改归并者也。臣
之动等复向马凯所议，彼允入约者3款，曰治外法权，曰酬役。教案曰禁止马非，皆我补救国计民生要图，性就范围，实有裨益。马凯于定议后补请入约者2款，曰修改税则年限，曰文以英文为凭，察系照旧约办理，为约中应有之意，共计16款。臣等按马凯所请加税之款，亦在不得抵原剥离金500万矣。外之洋债赔款及挪作别用，恐各省在将货物收捐，业已先后奏明。本定8月初2日画押，马凯又接英廷来电，必欲增续详明，以为加税洋商之意。驻英使臣张德仪亦称因外部为拟加之税务，须降旨归督府提用，否则不能画押。4因廷用一总律税加而离，不能撤。臣等详细审夺，彼虽请全数拨还各省，而内续各省项。解北京及印还洋债仍如数照拨。我复照会，声明应拨各项急留，存海关，听候户部与各省商定抵解。将来户部如何商定派拨划，抵由我自主，彼亦无从过问。且现一偿款一金还银，正以我财力节决为严，则加税声明之抵财离，不设赔款，可见毫无盈余，即可度列国之口实。画押已延多日，即于8月初4日亥刻，会同英使马凯在上海画押盖印，输入报文。同时又续改内港行轮章程10款，自沪苏、沪杭、苏杭3县外，江苏则有海门县自上海东北至海门，苏镇县自苏州至镇江，镇宁县自镇江至江宁，镇清县自镇江至清江，浙江则有余姚县。PG 1374。自宁波至余姚，舟山县自宁波至舟山，海门县自宁波至台州之海门。安徽则有泸州县自芜湖至泸州，江西则有南昌县自九江至南昌，湖北则有武穴县自汉口至武穴，香河县自汉口至仙桃镇，岳州县自汉口至湖南岳州，湖南则有湘潭县自岳州至湘潭，常德县自岳州至常德，而福建亦有水口、梅花2县皆发自福州。又忆湖南陈州府必应教示案，是月应交还关内外铁路。是年，英皇爱会将加冕，特命贝子载正为专使往贺。先其帝国书向立须后各国专使其及同见，英皇特定单颁先见，借其行鞠躬礼。英主搭礼，各述宋词、答词。29年春2月，与英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初，英余光绪24年预览自沪至宁铁路，令英商议合承办。以议草曰：炫议权匪乱延缓。久之，始定议以年息5厘，借英金325万镑。张之洞乃上奏言，借英金325万镑，虚数。久扣，年息5厘，50年为期，准其分次应受金镑小票。如中国家有款拨给，或中国身负及资源购，借款总数便应照减。拨还淞沪铁路公价后，
即将以乘车路即被造沪宁全路作为借款抵押，所获余利，营公司得1/5及照售票应分之数，另给余利凭票，12年半后，每100磅加给2磅半，随时可将小票赎还。25年后，便照100磅原价取赎，无庸加给。至余利，凭票年期届满，分给余利及时作废，无庸取赎。造路期内9本付息，路程以后，赎票拨本，悉在铁路进款之给。全路定5年全竣，设无事故，于此期限，营公司5年内应得余利全行。扣罚。上海设立总管理处一所，本省督府与督办大臣会派总办2员，会同因缘专理工程，另由南洋大臣加派1员，职衔相当。随时查阅账目，禀报督府稽核。洋公司之管工程，不能干预的。方公事。凡所建筑，悉应顺洽华人意见，尊敬中国官员。借款。其内不收专税。如日后中国推设各项税捐，如印花税之类。PG 1375。别项商税一律征收，则沪宁铁路亦应照准。全路双轨。地亩总。公司自备，仍由营公司垫款，另需购地于标界之外，预备日后推展商务所必须，一并加售小票，踪迹不得于应金25万镑。年息6厘，在中国应得余利项下之给，不能仍由铁路进款支付。此项加售购地小票，并无年限，随时可以取赎。造路购用中外材料，按照悉例，每100给5，此外别无丝毫家用。汉阳铁厂自造料件，定明进先购用。凡欲调兵、运械、政机各事，照核定。车价减半给发，进先再运。亲爱中国主权，概不得经由此路。正约签订，草约作废。12个月不兴工，即将正约注销。中国之任英国营公司，不准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民。报可。10月，又与英订沪宁路电交接办法合同。30年4月，因新任水师提督率大小兵船10艘抵沪，欲进长江。张之洞闻之，电阻，因提督仅以4艘入江，至江宁而止。是年与英订保公条约。时因于南匪州新属豫昭华公开矿，政府元咸丰10年约与订专章。致仕，曰臣，遣领事于华公住在地，善视之。31年4月，与英续订滇缅甸线约款。英派委印度电务司贝林登为议约专员，电政大臣袁世凯委道袁朱宝奎予议。贝林登又请天造江通至思茅复线1条，不许。遂定1000押。又与英订道清铁路借款行车合同。初，因使向总署所应商。承造铁路5条，不许。因复原矿物合同许有修筑铁路由矿山运送矿产至河口以达长江，欲修则乡铁路。4以襄阳至汉口水道不能通畅，请改道则铁路，欲在河南怀庆府与卢汉衔接，渡河后
折入安徽正阳关，以达江苏江浦县之浦口，改名怀浦铁路。总署以怀浦远跨豫皖，名为纬路，时以斜亘南北，引然增一干路，以为有防卢汉，人不许。因时乃请修由泽州至道口铁路，许之。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予以借款，为木21，行车款时，应金70万镑，5厘行息，9扣交付，折16、13万镑。又同 PG 1376。时定拟设山西溶化厂及合办矿物合同，并请修广州九龙铁路。因时复请借款合同须由外务部将上谕照会立案，方允画押，许之。32年4月，与英订藏印条约。初，中国于光绪16、19两年与英订藏印条约，然藏折界牌既未建立，因人入藏。细则又久未定。29年，印都遣兵入藏。次年春，渡大吉岭，据江孜，其下，遂入拉萨。及达赖斯与英订约，驻藏大臣有泰，使入告，而因藏约已成。政府命有泰与英议废约，无效。复命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为议约全大臣，赴印度，与英外部专，使费立下会议。费立下谕我任印藏新约，方允改定，绍仪不可。因遂欲停议，绍仪不得已，与商定约稿6条。外务部王大臣议。约内第1款有：英国国家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亦与罪有关。系殿绍仪始改，上国为主国，费立下持不可。约9未定。9月，召绍仪回京，而以参赞张应堂为大臣，接办约事。外务部商朱因使萨道义删约稿第1条，因政府允诺，而其他条款则不容再改。然费立下仍坚持出议，数促应堂化诺，及第1条亦不能增减一字，应堂力拒之。会因停新义政府，继任者，乃敕萨道义在京续商。9之使议定正约5条。未几，片马交涉又起。片马处滇缅交界之间，属于腾越。因并缅甸，致使两国会勘境界。至片马附近，各执为本国土地。9不决。时因又欲遣工程师勘腾越至大理中间道路，请中国保护。滇都丁正铎赵会英领事，以滇县奏设公司自行修造，与前会勘时情形不同，请勿派往。因使朱尔典宣赵会外务部，云：据光绪28年2月初7日赵会因的有承造新接至腾越铁路之权，而承办此段较短之铁路，因政府不能视为足抵光绪14年3月准法政府或法政府所指之法商修造劳开至云南府铁路之利益。外务部复引中缅附约，为第12条载明中国。PG 1377。答允将来沈亮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是该处中国境内铁路应由中国自行审量。待光绪27年9月19、10月16等日，
本部先后赴萨前大陈照会，均一再守此旨，并声明法国铁路由云南边界修至云南，本为条约所准，与滇缅约议不同。原两国交涉各有约章可据，故不能相提并论也。逮28年2月初3日准萨前大陈照称本国属李腾岳烈领事不日将往云南府，与滇都面商铁路边界各市。一、滇缅铁路相接为振兴商务之举，凡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应一体允给英商。本部当以原照所称面商铁路边界各事宜，又称滇缅铁路相接，曰边界，曰相接，均系按照原约立论，故于是月初7日以具资滇都也。4于本年正月准滇都文，称准英。务领事照会，接列领事来电，奉缅政府电，拟由新接达腾岳修造一铁路，以便商人运货，先派公司勘明可否能修，再议商办。当复以派员会勘，各修各路，各出各费等语，是滇与英领事所。迭次议商者，亦均二定约章铁路相接之一语，毫无次谬。本年5月，滇都奏请修理腾岳小铁路，筹款自办，奉旨允准，原其中国云南境内次第修建，以符与缅路相接之权。乃贵大臣来诏，以为英政府的有承造新接至腾岳铁路之权，并引28年2月初7日之文为据，而以允给法商之利益相比例，使与中缅附约。即本部迭次照会之意不符，盖不认应有造腾岳铁路之权也。33年正月，与英订九广铁路借款证合同。初，英既得九龙，即请陈修由广州至九龙铁路。总署令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商宜和洋行议办，以签草合同5条，炫英事未行。致仕，又以为请外务部电之粤都曾春轩，以此向草约，虽云仿照沪宁办法，而沪宁路长费巨，九广路短费少，情形不同，应查着地。2款，授权利弊，派员与中英公司研商，以符原意。4月，与英公司代理人罗氏、蒲兰德义、曾春轩预照京渝铁路办法。蒲 PG 1378。兰德以诚意在先，不允，由粤到京，与唐绍仪等皆议。9之曰：臣亦借英金150万镑，照需94折纳，年息5厘，以本路作抵押，30年为期满，12年半后按照列表分期还本。2、15年以前，如欲于表额外多还股本，每英金100镑加还2镑半。中英公司代售此项股票，其股票填明价值若干镑，由中国驻英大臣与英公司商定，所有建路及一切供需，均由粤都督办。其重要职司，应用中国人，允当开工时，即于广州设立总局1所，总理造路行车各事，由总督派中国总办1人管理，左以英国总工程司及总管账各1人，均由总督核准。英公司办事出力，给予酬金35000镑，2期交付，其一切用钱计酬劳费均在内，
并声明此路确系中国产业。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8个月并未兴工，即作废止。所在权利均不得让给他国，中国亦不得另建一路以夺本路利益。选签押。6月，政府命湖南巡抚岑春明查办云南与英化界失地案。先是云贵总督丁振铎为候补知府石鸿韶与英领事列敦会勘腾越北段尖高山以北界，从尖高山起向北勘越高黎贡雪山直抵丽江府所管地。列敦直定以大垭口为界，石鸿韶直定以小江边为界。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奏参石鸿韶定界有失地势，政府命岑春明查办。春明派候补到省祖验往勘，炫复丙云卷查列领事。此次所勘之界，系从尖高山起，东至札山，过狼牙山、磨石河头、斑瓦垭口、姐妹山、大垭口、雌竹垭口、片马垭口直上高黎贡雪山北往西藏。所云大垭口，即为恩买卡河与怒江中间之分水岭。其照会时道有云，由明光河头直上高黎贡雪山顶，由山顶北往西藏，凡水入金沙江者，盖归缅甸管理等语。若不幸照此定界，则是由滇而属而藏，边界之地所被其割去者，当以数千里计。外务部所谓直是分割华境，是断不能允从，可无庸置疑者也。若实道所拟以小江边为界，系从尖高山起 ，PG 1379，由磨石河头直上歪头山，过知非河，经张家坡，登高梁贡山，又抵九角塘河，顺小江边，复另行横出，上至小江源，右至板场山为止。查其所勘之界，于腾越、宝山、云龙、龙陵各属土。司宿所管辖之地，数百年来向化中国者，一旦弃去不少。又言北段界务，自以外务部所言之界限，由尖高山起至使我独木二河之间，循恩买卡河至小江西恩买卡河之东之分水岭为界。按此岭当是他甲大山，最为持平。且因史本有以小江及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作为定界，又云天然界限系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及小江珠江之分水岭等域，与此正合，则此次勘界即于恩买卡河循流而行，至小江止，已足满意。且所勘滇缅北段本之为腾越与野人山之界，则必直定腾越诸土司之属地及野人山之分界处以划界，自是一定不义之理。而与小江及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又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及小江珠江之分水岭，并与一出薛兴使浮沉20年签押英文图内之恩买卡分水岭，其部位义均相符合。实道并不先自详审界限，而为处处区训，以致失误，此真为人意料所不及者也。查此次勘界，应史记言矣。小江及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为界，又言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及小江诸河之分水岭，既名曰以东，又名曰自东流入，
何以任列？领事之混为溪流，尽堪至琅琊山以北至大垭口而止。此其物者。一、右外务部复称民有，各守边界之文，此为甘拜地，此竹派赖烧杀之意而起，各守之地，自即在此。何以不实守此小江？边界之说，至小江顺流而下，而反令向东行，指路为马，在直上别寻一小江源至板场山为界。此其物者二。又因史所言天然界限，乃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及小江诸水之分水岭，而列领事所堪，乃至恩买卡河与龙江之分水岭，为岭之东所有西河军入名。光龙江岭之西所有西河军入恩买卡、金沙江，以此岭之东西为中，免之分界。时道不能明据小江东流，立为驳斥，而乃以 PG 1380山行水势则然一语，含混答复，而尽任列领事之随意所指，东西自变。此其物者三。且即如因使赵惠恩买卡河与陆江之分水岭之说，此岭即为大垭口，亦知西堪至片马垭口为止，何以任？列领事直上高黎贡雪山，径斜侧会王生，堪至丽江府属兰州边，借使回也。此其物者四。又小江外如是甲等寨，系腾越属之词。竹大唐土司所辖，龙榜系宝山属之登耿土司所辖，却早可据。乃列领事赵惠言，贵道来世，未以并诸化外，而时道复称右。言夜经声明久在化外，时道则在勘界，并不原据力争，而反先自认久在化外，实所不解。此其物者五。又毛贡等寨，原系滇滩属土司所辖，本中国旧有之地，不过因兵曾经至此，并强收门户税而已，并非因人时以占为属地，而中国有允任之明文也。乃时道赵惠谓，早经贵国办过案件，不复管理，竟绝不治变。此其物者六。至于大垭口外，如甘拜的等各处，列领事欲访三角的陈案，作为永租。既欲一租，则以明认为中国之地，正可趁此力薄，使之无此可遁。即大垭口外共有18寨，其地甚广，其可轻弃。且既认租，则辞逐，派赖烧杀114命之案，明示入我中国之界，正可提议，使之不能猥亵。何以绝不辩论？此其物者七。又狼宿之地，甚为辽阔，亦名狼。宋大理府治俄昌散处于狼宋、曹建、赶马撒之间。道光18年准兵不议，以赶马撒、曹建等寨归云龙州管辖，则狼宿乃大理府属境。若如时道所堪，另寻一小江源至板场山为界，则不特是甲等18寨并诸化外，且并将狼宿的一带地方一概弃之不问矣。此其物者八。然此八者，甚害上之在滇省也。更有大物足以为将来之后患者，亦则小江外之狼宿的一旦弃去，在北而为怒夷，其地巨龙，
路两江之上流，东接维西、中甸，直通丽江，北与四川之巴塘、理塘诸土司相接，西北即可以通。至西藏，亦则高黎贡雪山之地，任其节外生枝，自往履堪，将来。PG 1381。若果屈从，则即可从此高黎贡雪山之顶，沿怒江、金沙江之上，流由北直进，不特求夷、怒夷之地去其大半，即为西属之扑拉、隆、西藏属之擦瓦隆一带，皆将被其所侵占，所失之土地岂尚可以数计。曾春明的赋即具已入奏，上谕格石洪韶等职人不允。时因京郑铁路借款，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商民欲废约，因不允，允改章，得与因同。因又因鄂境修造粤汉、川汉两路，虚款，欲借款于中国，却之。是年，山西商务局与英孚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初，晋省矿由晋商与孚公司商人罗沙地订立合同，旋于光绪24年复由商务局申商与孚公司改定借款章程20条。31年，又经盛宣怀续立合同4条，案久未结。致仕商务局原申并全省代表各员在京开议，定赎回。自办合同12条，赎款行平化宝银275万两，由山西商务局担任，按其交清。34年2月，与英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先是沪杭甬铁路已立有草合同4条，一定草约章程，与沪宁铁路章程1样。2. 将来订正约，仍与4后商定核准之沪宁正约一样。3. 从速测勘。4. 如有地方至碍之处，即行更正。4. 定正约，即会同入奏。致仕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欲废前约，收回自办。因使不允，因命侍郎汪大燮等与英公司改商借款办法，久未决。于是政府再命侍郎梁敦彦接议，分办路，借款为2事，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外，约仍需英金150万镑，即向英公司筹借，按93折扣交纳，年5利息，以30年为期，并声明如所收此路进项不足，由关内外铁路余力拨付。凡提用款项，均由邮传部或其所派之人经理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因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以35000镑作为酬劳，一切用银均在内，选用英总工程司1。PG 1382。人，仍需听命于总办等语。遂定议。9月，与英订藏印通商章程。是年，借英汇丰及法汇里银行款，收回京汉铁路。宣统元年4月，督办铁道大臣张之洞与英及德、法、美4国银行订粤汉川汉铁道借款草约，预定600万镑。会之动促，复与盛宣怀立约续成之。又与英及德两公司续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共24款，借英金500万镑，年息5厘，路工4年造。
郡。2年，殷人以兵力拒片马，设炮台于高黎贡山，轻据小江。以北察山土司地。滇人大愤，各省人一起应之，遂电政府请立。真滇都理金熙亦请外务部与殷使交涉，殷猝不退兵。3年，复派员与殷划境，不审。是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与殷及得法，每地结1000万镑借款契约，以改革币制及东3省兴业为辞，是为4国借款契约。又与殷订禁烟条件。元义10年递减，至世中。国以为国内栽种稀实践已减少，欲缩短年限禁绝，与殷特定专条，其应要步入中国。而第3条又言广州、上海2口为最后之结束，不能骤禁，于是烟促不能禁矣。PG 1383卷第155至130。邦交3。法兰西。法兰西一名佛朗基，在欧罗巴之西。清顺治4年来广东户婆，广东总督同养贾书言，佛朗基国人寓居豪进澳门、与粤商户婆，人尽深入省会。法人素崇天主教，康熙以来屡禁汉人入教。道光25年，法商赴粤，议总督署，请持汉人习教之禁。总督其因据已入告，许之开堂传教，仍限于海口，进入内地。咸丰3年12月，有法轮船一驶入长江，为己解揽去。而法与殷、美又欲变通成约，广东总督叶明琛以换约为借其，拒之。遂携殷、美进赴天津，要求如殷、美，并请示陕西传教人常卢延正、崇伦等以闻。上以订立5口通商外，不许外人擅入内地。何以陕西州治现有法人传教？敕令详查，并言辞拒之，乃去。10月，贼据上海，筑炮堤防御，及尔杭阿英向法提督腊鄂尔告以。贼筑炮堤，尔国领事属首当其冲，应速迁以免受伤。腊鄂尔力毁其堤，并炮击贼。是文讲之。6年6月，殷、美各国求换约，法公使顾司召会两广总督叶明琛，原约与殷、美一体，力阻不从。7年12月21日，殷人解法公使噶利为元袭，入广东省城，鲁明琛已去。先是法人为有人杀其说书老人，向明琛所犯，限3日交出，并要求武士移入城。2所河南。PG 1384的3求改章程。4所补兵费。5求通商。现日答复。明琛回牒许通商，余皆不许，而又不设备，遂至被掳。殷、法连强赴天津、美、俄亦相继至，各有所求。法人又欲推广商部，任意传教，遣公使驻京，入内地买私茶，并请查办广西西陵县杀马神父案，皆不许。8年3月，法与殷人攻据海口炮台，进逼天津。于是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那往议，训所请。遂于5月订约，法的通商、传教及兵费，给予殷等。
9年5月，法公使部林部隆以进京换约为名，随因公使仆鲁斯赴天津，拒不纳，致伤败数百人，折回上海，申言调兵赴仇。未几，法人赴北使，分扰登、清等处。10年6月，随因来攻，连县新河、唐儿孤北岸炮台，遂入天津。先是遣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横其往诣，不报。致仕，又遣桂良、横幅为钦差大臣，往京会议，既缓师，而法语因意自要求出京。约原许补法军费200万，应400万。致仕，因所备加，法谕诏。因数复要求天津通商，京师常驻，朝旨不许，乃随因督兵北上，进逼通州，京师戒严。宜亲王载元等在议和，不救。进保京师。8月，恭亲王亦留守，在议和。9月，和议成，所得通商、军费、权力与应等，而传教，见唐初无限制。10月，使定传教之人须服中国衣冠，其入内地，欲领中法和同户。诏向所过地方官前印，以为信据。法人以江南为新许商部，欲早通商，请驻剿越贼，不许。11年2月，法公使部林部隆携因使普鲁斯游京如京，此为各国公使驻京之始。先是条约有还清军费使行退出广东省城之意。致仕，法人割示其来言，原先撤兵退出越城，并求广东藩属另作领事署，又所还京城及各省天主堂旧基，均许之。9月，交还广东省城。同治元年正月，越贼陷苏、松、长、泰等郡，朝议牧阳江。驻剿，法人与焉。是年，贵州提督田兴树杀教民，毁天主堂。PG 1385。法使割示其以为言，朝廷命重实、骆秉章、劳崇光及张亮击入前查办，久不决。会割示其回国，新公使博尔德密制，使允诏。中律拟节。同治4年，法请开江宁商部。5年，亦招公张成。7年冬，四川有扬州有杀商教士案，又有贵州遵义名教仇杀事。法使罗书雅上书称远程，归咎于中国官吏，且言当离京往京。后本国水师提督到后协行，以为要挟，命湖广总督李鸿章查办。9之使节。12月，使遣清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金志刚、孙嘉固携美遣使仆安臣至法帝国书，见其国主那波伦第三，复见。其后各致宋辞，成礼而退。9年夏5月，天津民籍杀法领事封大业。初，天津宣传天主教堂迷拐诱害，掘眼歌星为要料，人情汹汹。3口通商大臣崇厚等议法领事封大业赴唐同训，观者群集。偶与教堂人为言，专10相抛击，封大业怒，竟至崇厚属奋力，致拟以扬枪。出狱。刘杰复以枪击伤某仆，遂群起殴毙封大业，
鸣锣集众，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人死者数十人。谥文，命大学士职，历总督曾国藩赴京查办。国藩至京，是御市民，宣布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法公使罗书雅来见，以4事相要，曰培修教堂，曰埋葬封大业，曰查办地方官，曰陈究凶手。巡牒请江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罪，国藩拒之。与崇后会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训无被拐情事，肯降谕各省，彼是民贤之谣传多系。虚诬，请江道府县3员军撤任查办。奏入，报可。遂于8月拟节，办为首10数人，天津府县检数黑龙江。11年，法遣全大臣热府李如金换约，并进书籍。12年，穆宗亲政，各国请进谏，法与焉。是年，法人侵越南，入河内省城。光绪4年，使遣兵部左侍郎郭松涛以因使兼法使。明年，代以太常寺少卿曾记责。越南相立藩属，自法据西贡，协越人定约，许于洪江通州。PG 1386。曾记责与法外不言，法越私立之曰，中国不能任。不审。8年2月，法兵船由西贡驶至海防进口。3月，现河内省。朝亦使遣提督黄桂兰等军出关。继而法公使保海相北洋大臣李弘章要求中国退兵，及通商保胜，驱逐盗贼，划洪江南北为界。朝廷下各都府役。法人见不允所求，遂欲增军撤使以相恫吓。9年3月，战事起，法据南定，旋为刘永福所败。会越望薨，法以兵胁四王立新约27条，尽攘其兵权、吏权、政权，并声明越境权归保护，中国不得干预。中国闻之，乃命唐炯、徐延煦出关，彭玉麟办越防，张佩伦会办军务，会山西、北宁连县，官军退守太原，法陈氏扰浙、闽、献基隆、澎湖、致仕。使宣战。10年2月，亮山大捷，法呼请和，帝命吴大邓、陈宝称张佩伦会办海防，以议和全任李鸿章。先是俘虏诺索拟5条，仅允不所兵费，不入边境，而要挟中国不再与文越事，亦久不决。5月，法兵以巡防为名，忽攻亮山，败走。借口中，国不能如约退师，则赔费，不允。法使巴德诺出京。6月，攻台北基隆，为刘铭传所败。秋7月，法水师提督孤拔等率兵船入闽、博马尾等处，破礁船厂，欲据为职。时张佩伦已会办海防兼船政大臣，漫步设备，法遂开炮毁船厂，复奋兵扰东京、台湾，陷基隆，窥亮山。11年春正月，范镇南关，杨玉科战，梅旋收复，大创之，并炮毙孤拔于南阳。法人乃请和，元诏
天津元曰：不所长款。李鸿章语议新约10条，以法自行米乱。华部派兵赴北齐。2. 法与越自立约，或已定或续立，中越往来，不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为此次约。3. 6个月会勘界。北齐界处或稍改正，以其两义。4. 法保护人民欲过界入中国。边缘给诏，华人入越，请法给诏。5. 保胜以西，亮山以北通商，华设官，法设领事，北齐亦可驻华领事。6. 3个月内会定商款，法运越或税照他处较减。7. 法在北齐造铁路，中国。PG 1387。若造铁路，故法公。8. 此约10年再修。9. 法即退基隆。2. 越内台湾、澎湖全退。中。法前约照旧等语。宣法派歌可当代。为驻华公使，欲改前约，处所拟24条。鸿章以与原约不符，不许。歌使又欲办滇越矿物及制造土货，运越南食盐，复拒之。又欲于云南省城及广西内地设领事。时正遣邓承修、周德润与法勘界，鸿章为疑似边界勘明，方能指定通商码头。歌使又要求税则减半，鸿章之允5分减1。又令拟通商章程18款，并将沪椒逃犯、洋药进出口各条议拟在内。法使复原咸丰8年约内第7款有工作2字，仍要求增入在口制造，许之。时云南界务，周德润会商曾遇因后，出关与法使狄龙误商。拟先勘保圣上游1、2段，并同拟全局办法8条，宜中法2国勘界大臣等说明所应勘之界，据是现在之界。1. 勘县界后，或有改正之处，两国勘界大臣共同商酌，如彼此意见不合，各请旨商办。1. 续开勘云越交界，中国大臣等意欲一律勘完，所以召会法国请旨。1. 各大臣等商议，先由老街勘到龙伯河，及龙伯河邻近地方，复回老街，再勘老街邻近地方。1. 勘老街至龙伯河之界。中，法会图各官从洪江南岸归，一路同走。中国会图官归法国保护，自老街起至龙伯河止，两国勘界大臣等各走云越边界。1. 红河自北河岸之老澳至南岸之龙伯，以河中为界。1. 云越之界，欲有以河为界，均以河中为界。如有全河现在归中国界者，仍归中国；现在归越南界者，仍归越南。1. 勘界时随处开劫掠图说，均由两国大臣等画押。以上劫掠，彼此画押遵守。德润与狄龙各按地图校改，互有争执。而于大小赌骤河、蒙源、蒙赖两段争执尤厉，会法勘路变兵。在者兰被越有勇所羌，法只为云南提督散勇，中国不成。狄龙欲缓勘，但就图定界。越东、越西界务，邓承修与张之洞、李炳恒等会商，其与法使溥礼谢在关门文渊会议。承修直约内北。PG 1388。其边界必要更正，
以其两国有益之语，欲以亮山以西自交锋。高平省至保乐州，东自陆平、纳阳、仙妥州至海宁府划归中界。普使以据约不过于两边界只略为更改，不能及亮山及东西地。宣允请示本国，促不行。12年复议界，会普理谢病，仅邮政。南起勘至平关而止，东西不过300余里，余未履勘。普理谢炫。回国，法改派狄龙游滇赴越，与邓承修等议界。先是弘张欲先议界，后议商曰：法时不从，乃复议商曰：制式议成19款，以保胜以上某处、亮山以北某处，中国设官通商，许法设立领事。2. 中国可在河内、海防2处设立领事，并可商酌在北其他处设领事，唯需后日。3. 两国领事驻扎及商民通商，均需优待。4. 中国人在越制的建屋及官商往来公文、书信、电报、法允保护递送。5. 两国游历人过界，各发给护照。6、7. 出口货照税则3分减1，进口货照税则5分减1。估价之货为税则所未载者，进出口人照纸100抽5针。收至洋土各货赴内地买卖，应丸子口税，不在减征之列。8、9. 载明洋土各货在边关以完税，复转运通商各海关者，均照海关税则另收正税，不以边关单作抵，其在边关所领存票，亦只准在边关抵税，概不发还现银。10至12，严防诈伪偷漏之法。13、定洋人自用杂物免税之法。14、定洋、土各要不准贩运买卖。15、米谷等粮不准贩运出中国边关，进关准免税，为进物各进。16、中国商民侨居越南，所有命案、赋税、辞送等件，法国应优待。17、中国人犯罪，照中律法，领事宜居送，不得避逆。18、19、定条约续修期限及互换，遵守各式，是为滇越边界通商约。商约既定，邓承修即赴青州之东兴与狄龙议勘东界。狄龙以中国所属江平、黄竹、白龙尾为越境，邓承修以数的接内地，有图可据，不许辩论不洽。狄龙又约履勘，承修欲照云南分。PG 1389。图履勘办法，并请先撤江平法兵。月日，复议请旨立约3条： 1. 大段相合。 2. 教徒不合，作为未定，各请示本国。 3. 勒其去江平之兵及办事官员，又令以后未定界内，不得再派兵及官员前往。狄龙不允，转要承修不得于未定界内驻兵。10章。知洞所派到元王之春、李新瑞议与会议。议界将及1年，中国屡请撤兵，法兵分屯江平、黄竹、石角、巨东、白龙尾等处如故。会总署允承修所定3条，承修命王之春往议，狄龙直不允。而法人突以兵据白龙尾，驱害训兵。华民驻营垒，承修节令撤退，狄龙尾之。时贵介以孝俊、
清界南自嘉龙河，北抵北仑石。万山分毛岭，西至洞中虚北，亦允归中国，而白龙将平敌。龙谓须以商务抵换。又以九头山为邑，及知春与邑，亦无效。狄龙又欲议海界，以今约所无，为奉旨议海界，却之。法又欲以白龙将平抵换龙州通商。出公司当来华也，即有求改商约。知请总署以借物方因，且商约既经画押，何能易改？据之。致仕复以为请，并以商务苟可通融，借物亦可稍让。称以奉本。国训准令在京商办。总署以狄龙与邓承修议借久不决，允语。